你敢相信吗？这个男人穿越到唐朝，还附带最强超市系统，还赠送他天下第一的武功绝学，他却整日游手好闲。我这是穿越了吗？别人穿越都有系统，我的系统呢？快出来！丁，恭喜宿主解锁最强超市系统，每个等级解锁一定的商品，当前解锁辣条、面膜、面包、食用盐。上辈子太卷了，这辈子老子一定要躺平，舒舒服服当个咸鱼掌柜。二郎，这就是东市了，来往商贾不少，不过西市就走一走，看一看，大唐超市开业大酬宾，全场95折，只此一天，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超市是什么？咱们进去瞧一瞧。店家，你这是什么东西？来客人了，终于要开张了。这是辣条，辣条，这是吃食？对，味道很好的 YYDS， 这东西现在算是我店里的头牌，强烈推荐。头牌，看来是同道中人啊！真香！店小力薄，概不品尝，想吃的拿钱。多少钱？3文钱或者等价的2不都可以。完了，公子中毒了。慢，我没事，我只是一开口有些吃不惯这个吃食。店家，你这是什么吃食？辣条啊！我是问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味道怎如此古怪？这辣条香鲜微咸，回味之后还能感受到一丝丝的甜意。最想不到的就是那如火焰一般在口腔里作乱肆虐的感觉，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左右就是一些面点，再配上一些香料。究竟是什么香料？我虽不算大富大贵，但吃过的香料也有不少，可从未有一味是如此滋味。这是我的独家秘方，可不能泄露出去。理解理解，店家你这还卖盐的？这盐怎么卖的这么小家子气？价钱是多少？这一袋盐是1斤重，得500文才能买到。多少？你这店家怎么这么黑？一斗盐才10文钱，若是拆开成两，1文钱可以买1斤多的盐，你这1斤竟然卖500文，真是脸都不要了。懒得跟你废话，自己看看我这盐是什么品质。好白，还如此精细，竟然能提炼出如此品质的盐。呵呵，就喜欢看你们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李世民看着眼前的虾人，年纪轻轻，气宇不凡，顿时起了爱才之心。郎君有才，为何要做商贾？现在朝廷取士也有科举之法，以你才能，为何不尝试一下科举？我为啥要这么做？为国尽忠，不比做一个商贾要好。我没那么大志向，只想舒舒服服过自己的小日子，等以后有了些钱，再雇些人伺候着自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样的生活难道不香吗？你尚年轻，该有一方。别跟我避有的没的，大唐造就了盛世，能让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享受和平美好的生活，我们就要感激大唐，努力过好每一天。如果抛弃美好的生活不过，那就是对大唐、对朝廷那些为了天下苦苦劳累的诸公的不敬。你年纪比我大，但思想境界怎么这么低？这马屁拍的都快拍到马脸上了。这话听起来好有道理的样子，一时竟然不知如何反驳。店家，这也是吃食吗？不是，这东西叫面膜，是给女子用来保养她们肌肤的。价钱几何？100文钱一张。怎这个东西也这么贵？1分钱1分货，效果比现在的珍珠粉可好太多了，用了皮肤好，老公回家早。终于碰到一个我认识的，这馒头多少钱一个？1文钱一个，这可不是馒头，你可以叫它面包。这面包入口极其软糯，而且蓬松，津津甜味漫着口水没入咽喉里，那古酒酿式的气味更点缀了几分滋味。不错不错，店家每样给我拿10袋，盐拿2袋，面膜5袋，小面包10袋。好嘞，2位客人怎么付款啊？记账上，待会某差人送钱过来。那客人先把货放下，等会差人把钱送来之后，再一并拿走就是了。哟呵，客人不愿意，我想客人也不想要我动粗吧。那便依店家所言，就这么办。好嘞，我给你们写个条子，到时候带着钱，带着条子一并过来取货就好。店家，这怕是有些不对吧？你为什么多要我100文？要怪就怪你好好的对我动什么手？本来店里除了你们还有些客人的，结果都被吓跑了，不得来点赔偿？100文而已，换如此勇士的一点好感度，值。陛下，东西买回来了，千灵卫的调查也出来了，此人今年方才满20岁，自小在长安长大，没正式入过学塾或拜过师傅。行，你先下去吧。观音币，来看看朕今天买了什么好东西。那店家说这叫面膜，能美白，让皮肤变得滑嫩。陛下，这东西该如何使？先用清水洗脸，再把这东西拆开，面膜敷在脸上，等1刻钟后把面膜取下，再洗干净脸就好了。父皇母后，你们在干嘛呢？鬼呀！勿要慌乱，这是你母后，只是涂了面膜罢了。原来是母后，是女儿失礼了。今日你父皇出去买了好东西回来，你也来试试这个叫面膜的东西。我已经敷了有好1回了，据说是可以美容养颜。好像母后的皮肤确实变得更水嫩了一些。父皇买了多少回来？不知是否可以赏女儿一些？别看这东西小小一张，可价钱贵得很，要100文一张，拿去，这是你和你那2个妹妹的。100文而已，很贵吗？能够维护住自己的容颜，能变得更漂亮，一日不过100文，太便宜了。谢父皇。那卖这面膜的是城中哪家铺子？东市一家叫大唐超市的铺子，你们试试这2个吃食。这独特的口感，独特的香气，真不错呀。
这吃是辛辣的很，阵头一会吃，没做好心理准备，也被辛辣味刺激的泪体横流。这店家怎么回事？竟卖这种让自己出糗的吃食，不赔偿自己10袋辣条，这件事就别想过去。朕今日食辣条略有失态，老程以为他对朕下毒，便要擒了他，结果他来了一个空手接白刃。斗宗强者恐怖如斯，不仅武力超群，他字也是写得极好。明天出宫去看看好了，看看他究竟是个壮汉还是个清秀郎君。不过此人有些才能，却胸无大志，朕不忍这种才子遗落民间，所以打算先摸清楚他究竟如何想，究竟有多少本事，再让他为朕所用。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种新商品：牙膏、牙刷、满江红、火锅底料。小姐，这里便是大唐超市了，走，我们进去看看。姑娘是来买东西的吗？是昨日客人回去推荐给您的。昨日我父亲才从你这买了几张面膜回去，我用了感觉效果不错，今日特意过来再多买几张。这姑娘长得这么俊，一定不是阿丑的闺女，那就只能是李二的闺女了。给我拿30张，我姐先回去用1个月，若是效果不比昨日我使用的差，那就再多买些。哟，果然大气，张嘴便是3罐的生意。老板大气，不过面膜不是这么用的。面膜不需天天用，每7天1-2张。像姑娘皮肤这么好的，每7天1张就行，天气干燥的时候再多用1张就是。原来如此，那便给我拿20张吧，我给自己母亲也备上一些。那姑娘还要别的东西吗？其他吃食再给我来一些吧。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种新商品：牙膏、牙刷、满江红、火锅底料。系统还是有点良心的，没干出来只给牙膏或者牙刷的是满江红。好家伙，这名字起的真是贴切。这些东西并非不可或缺，但我就是要让全大唐的女性都能使用上我的产品，让她们不必再为月事担忧。精品牛油火锅底料，火锅我的最爱，系统我爱死你了。现在第一件事不是卖东西，我得先吃一顿火锅。这大唐的食物的味道真是不敢恭维啊！另外我要去消费一波，雇个人过来伺候自己生活起居。若是被柴米油盐那种东西束缚住了，那还谈什么享受生活？此时此刻，东市外一辆马车上，师姐，那家铺子真如你说的那般好，还能有假？就是最近菊花有点忧伤，方才你们不也见着了？长乐公主殿下也去买东西了。我跟你说，面膜的确是好东西。昨日买回去后，我家那婆娘高兴的不得了。没错没错，我夫人也甚是开心。哟呵，什么时候你变得只知道讨女人欢心了？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总比你不知讨女人欢心好。我有2个婆娘，呸，那又如何？上次吃花酒，我婆娘揍过你。我太难了。怎么没开门？我们刚才不还遇到殿下，他刚买东西回来，这店应该是营业着的，总不能他就营业1个时辰，而后就关门了吧？他可能真的就营业了1个时辰。这店家还真是像知杰说的那样，胸无大志。也罢，明天再来吧。既然知杰害得我们白跑一趟，总不能白来，去吃花酒吧。知杰请客。尊夫人不会又过来揍我吧？就在他们打闹着回到马车，准备去平康坊的时候，今天只营业了1个时辰的虾仁出现在了东市。这位郎君敢问此来，是为了挑选一个心仪的员工？没错，是来雇人的。不知郎君想要的是临时工还是专职？这2种有什么区别吗？当然，临时工要的少，只要400-500文。不过嘛，长得不好看也不够机灵，干些杂活是够的了。专职的话好一些，不过这价格至少也要1贯。临时工啥样的？让我瞧一瞧。这上面便是临时工，这位有一把子力气，耕田挑粪都是极拿手的。算了算了，不用再看了，换专职的画册吧。这个父亲在外欠了一大笔钱，急需工作，心灵手巧能吃苦。好，就这个我要了2罐。多谢郎君，多谢郎君。过来坐吧。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没给我起名字，往日里只是唤我二娘。既然没名字，我就给你起一个，就叫灵儿吧。是，灵儿记下了。家里有些规矩是要同你说的，你要负责的就是我日常起居。我每日约是辰时起，也不用你做早饭，只要也在辰时起就好，不用早我太多。暂时身边只有你一位，假期就算了，等以后有其他人陪你，每7天给你放2天假，每个月的月钱是200文。一般人每个月才20文的利钱，自家的这位郎君一开口就给自己200文的利钱，假期倒也是有，可没听说过每7天能有2天，比在外面工作都还要赚钱一些。都听明白了。灵儿听明白了。那你先去烧水，给自己洗个澡。刚才忘说了，家里还有个规矩，不管做什么事，做之前洗1遍手，做完之后再洗1遍手。好，我知道了。今儿个我去超市了，买了些面膜分给你们用用。那店家长什么样？那位店家啊，和父皇说的一样，是个胸无大志的人。我辰时从宫里出发的，在那等了1个时辰，那店家才迟迟过来开门。长相呢？长相如何？是不是真的3头6臂？哪有3头6臂的长相？岂不是妖怪了？那位店家啊，长相极其俊朗，而且很好闻。
为什么会说它很好闻？姐姐是闻过它，那香味是一种什么香味？桂花香吗？我同你们说，面膜这东西用法可讲究了，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可说好了，要是昨天那家铺子还没开门，该怎么办？我是不会再同你们吃花酒了，一点意思都没。李靖，你拉着人家姑娘讨论诗文音律，黑子你这个憨货更过分，聊自己在战场上多英勇。你夫人爱听这些，可不代表所有人都爱听。那若是那家铺子没开门，等下次我们遇见他开门的时候，便由之节请客如何？赞同。先说好，可不能过10贯。小气。哪来的香味？好像就是从超市里传出来的，竟然是店家又弄出新的吃食了，快去瞧瞧。这锅里的东西兴许有些辣，你要是受不了，在旁边的清水里涮一下。哟，这位丑兄，您又来了。我姓程。好的，丑兄，今个要过来买些什么？店家，你那是什么吃食？火锅，闻起来可真香。正巧我中午还没吃饭，不知可否能和店家同席？我现在是程阿丑，丢人是程阿丑的事，和我程咬金有什么关系？放心，我会掏钱的。不是钱的事，只是今日备的是2人的饭食，再多人来吃的话就吃不饱了。那店家熬这一锅火锅要耗费多少时间？晚上还能再备一锅吗？倒也不需费太多时间，不过店家你说要备些什么吃食，我老程一并给包了。绿菜是不可少的，羊肉也得多来一些，而且要片的极薄。放心，定会备上好的羔羊，待会就差人去宰一头，咱就吃最新鲜的。牛肉能备一些吗？能，也宰一头吃最新鲜的。我是说，我家今天有2头牛决裂，其中1头受了重伤，就是无果。为了缓解他的痛苦，不得不宰了。店家也是有福气，正好撞上这件事。不愧是丑兄，那些牛下水可千万别丢了，尤其是那些尾，让人处理干净。吃那腌杂物做甚？要是觉得牛肉不够，我记得李兄家里好像也有1头牛决力受伤了。没错，我家那头也不治身亡。好家伙，一个个不会吃，这下水虽然听起来杂了些，但那可是好东西。火锅若是没了那些下水，滋味就少了一半。成，那我让人处理了。店家，您昨日怎没营业啊？我们可是空跑了一趟。谁说我昨日没营业？明明开门了。可我等昨日来的时候，店家大门分明紧闭着。是你们来迟了，我那时候都已经营业完了。昨日我们来时，只比现在迟不到1个时辰。你们怎能如此倦怠，那么晚才来？我昨日心情不错，便提早关了门。一天只营业1个时辰的人，究竟怎么好意思说我们倦怠的？那店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多营业一会儿。不，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提早关门。这位店家还真是够率性妄为的。你见过这么离谱的穿越者吗？穿越到大唐开超市，开局就卖姨妈巾，成天带着李世民、程咬金等人，不是吃火锅就是打麻将。不说这个了，2位客人要买些什么？是想买些面膜。阿丑说面膜很讨他夫人欢心，我也想给自己夫人买上一些。面膜我也要一些，辣条面包之类的吃食我也要拿一些。那精盐给我拿上2袋。这位客人对尊夫人可真是极爱啊！丑兄这么快就带过来了，可真是急不可耐啊！必须的，干饭人干饭魂。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我这店铺里又上了一些新物品，应当是适合尊夫人的，就是这东西。这是何物？我给它取了个雅名，叫满江红。这其实就是女人用的月事带。月事带，这是月事带，和我之前见的不太一样，效果要更好。看到了没？一点水也不漏。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是独家秘方。除了吸水能力很强之外，它还有一个别的优点，就是透气清爽。这位客人要来一点吗？这和透气有什么关系？透气也算优点。这些事我就不方便说了。客人回去后可以问问自己的夫人，了解一下这透气清爽算不算优点。那便给我拿上1张，我回去给夫人试试。1张哪儿够？这东西虽然用起来轻便，但是大小摆在那，它是有极限的。寻常1-2个时辰就得换1张，按平均5天来算，那就是25张。这东西也不贵，客人不妨多买点。哎呀，这些都是什么虎狼之词？那这满江红价钱几何？1文钱1个，怎么样？很实惠吧？才1文钱，那店家给我拿上100个。2位客人要来一些吗？不了。那除了满江红，我这还有2样新的商品。这东西叫牙刷和牙膏，是一种用来清洁口腔用的东西。这东西可比柳树枝、骨刀好用多了。肾虚虽然是大问题，可别人也看不出来，唯独口腔问题是他们最头疼的。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价钱多少？牙刷3文2支，牙膏5文1支。给我来上1打。俺也一样。丑兄啊，你们平时有什么娱乐活动没？吃花酒。我是说正经的那种娱乐活动，无非蹴鞠、马球、投壶。没意思，没意思。怎么就没意思了？今天就算了，明天你们仨再来，我教你们一种特有意思的游戏。为什么不是今天？今天不行，得去找木匠定做，明天才能快乐啊。这也是店家铺子里的商品。对，是火锅底料，加水一起煮开，就是一锅火锅了，而且不是很贵，只要50文1袋。店家给我备上100份。你这是天天吃火锅吗？好
物自然是要常用，俺也一样。话是这么说，但火锅吃多了容易上火，小心菊花不保。店家倒是好心，不怕我就改口，买少了。你年纪大了，怕你不知道忌口，吃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大佬可不能在我这吃出问题，影响我做生意。某岂会是那种人？几位请坐。吃饱喝足了，明日再过来吃。给我来50袋火锅底料，溜了溜了。俺也一样。走了，发什么呆？回家了。这些肉是金贵之物，放在这若是被毛贼偷了，一些肉而已，没什么金贵的，而且超市有防护系统。没事的，走吧。看来春香楼又出新菜式，这味道可真是香。这是什么吃食？回梵宫的话，那香味是一种名为火锅的吃食，但这吃食并非是小店所做，而是东市里一家名为大唐超市卖的汤水底料。去大家14买上1份过来，我现在就想试试。这就是店家昨日说的有趣的东西。这东西叫麻酱，规则不复杂，先这样，再那样，最后就糊了。听明白了没有？哦，很简单嘛。店家，咱要不要带些彩头？这样是不好的。哼，那东西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了。我们可以用其他东西来做筹码，要是一点筹码都不带的，那就没意思了。那店家打算用什么做筹码？就用面包吧，一轮最低1袋，10袋封顶，咱就图个开心。店家，你这打的一手好算盘。我这小门小店的，又比不上你们这些大家大户。赢了，面包太多，能换成店里的其他东西吗？能，当然能。店家何在？听闻你这有一物名为火锅，这3尊大神怎么齐聚这个店了？你怎么来了？你家郎君呢？我家大郎正春江楼膳食，听闻东市里出了个名为火锅的新吃食，便差遣我也来买上1份。安扯，志玄同你一样是馋火锅了。什么叫馋？对美食欣赏那不是人之常情吗？别扯，你们不也吃了？若是志玄愿意让他用完膳食，便过来一叙。我有许久没见到他了。是，郎君。灵儿，给他拿1袋底料，50文。志玄，你来了。志玄，要不要打上几把？这东西是怎么耍的？这样然后那样，放心打，你输了都算阿丑的。此时此刻，皇宫内李世民、长孙皇后，还有些后宫妃子和一些受宠的孩子吃完火锅后，怎了？陛下对这顿吃食不够满意吗？吃食是很好的，但没有志杰说的那种热闹。毕竟是同陛下一起用膳。哎，等改日亲自去店家那里蹭一蹭那种热闹气吧。而在李靖家里，张初晨正拉着女儿李英子讨论着《满江红》。这东西真有娘亲说的这般有用？当然了，你明日便去那家大唐超市买上一些回来，等日子到了也省得忙手忙脚。还有就是这几日你父亲整天同那丑货厮混，你也去看看，别让你父亲被那丑货带坏了。是。店家给我出来，这位客人要买些什么？我是春江楼的掌柜，这些天我家的客人买你家的火锅底料去我家吃，这算怎么回事？你在门口贴个不许自带食物不就行了？你这村夫，我们春江楼来往的都是达官显贵，怎可这样得罪他们？你把火锅底料只卖给我，以后不许再卖了。你是在威胁我？你以为大唐你家开的呀？这么狂？嘿，什么玩意？店家需要我们帮忙吗？不用，区区小事，不必劳烦丑兄。我跟你说，打今起，客人乐意带火锅去哪吃，我管不着。但你春江楼的人就别想从我这买火锅底料。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春江楼的名声，你小子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哟呵，我今天还就想尝尝你这杯罚酒是什么味了。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你过来呀！你干嘛？你看起来也不是很强壮，怎力气竟然这么大的？哪来的姑娘？还挺好看。别这样，再这样我喊非礼了啊！非礼？你可是男人，要喊非礼也应当是我喊吧？男孩子出门在外也要学会保护自己。我生得如此好看，谁知道你会不会起什么坏心思 ？What？ 这个男人好生不要碧莲，虽然说的是挺在理的，他的确生得好看，你不要碧莲。这位姑娘，在说我之前，能否先把你的手给放下？你这样很没说服力呀！娘们的。你见过这么离谱的穿越者吗？穿越到大唐开超市，朝9晚5，做5休2，谁也不惯着。李世民都吃了他的闭门羹。你不要碧莲，不得无礼。你们怎么在这？我还以为你们去吃花酒了呢。店家，小女一时冲动冒犯了您，还请见谅。药师啊，你也是名门望族，你家姑娘怎么做出来这种事，坏了店家的名声？你今日到超市来买什么？我娘让我过来买一些满江红存着，方才我看店家身手极为不凡，想试试店家的身手究竟如何。没兴趣，懒得动。店家就陪我打一场好不好吗？不好，你一个女儿家的，怎么就想着喊打喊杀呢？同龄人里，无论男女，比我能打的一个都没有。我要打10个。那我认输，再见。来，我们接着打麻将。店家平日几点营业？看心情，可能会早也可能会迟，不过一般都是在辰时后。你问这个做甚？哼，真懒，怪不得今早等那么久。明日我们休息没什么事，想早点过来跟店家打个架。明天不行，明天后天休息，不开门营业。好端端的怎么不开门营业？
我都工作5天了，还不能有2天时间休息了？咦，那不正好？明日我们就在店家家里打一整天麻将啊！神经病啊！好好的一天啥事不干就打麻将了。长安城里也没什么有意思的，除了平康坊。你要是想吃花酒的话，我明日可以带你去。不去，没意思，不安全。我打算这2天去附近逛一逛，领略一下大唐的风光。我觉得店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加个班？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你当我是廉价劳动力啊？别想割我韭菜。那看来只能等店家回来再约一下了。翌日，李世民一行人出现在了大唐超市门口。记得换我二郎，别暴露了朕的身份，我倒要看看这店家有什么真本事。陛下最近常来超市，莫不是有什么狐狸精勾引了他？是，陛下。这家铺子这2天不营业。这小子一天只工作4个时辰，还做5休2，可真是够懒散的。陛下万不可学那店家。放心，朕不是那样的人，只是那店家着实有趣，又有些才能，朕有些兴趣。啊！陛下，那非可以，但男人的话还请三思啊。伪喷子，你脑袋被驴踢了？朕是那样的人吗？信不信朕嘎了你的荔枝？谁懂啊，家人们，好不容易抽个时间来吃顿火锅啊呸，是同他讨论讨论人生，竟然吃了个闭门羹。要不臣找人把他请到宫里。不必，就当朕3顾茅庐了。等店家开门，你叫上程咬金，再随我一同前来，你好好观察一下，给朕点意见。是，陛下。父皇，女儿也想同父皇一起去。上次见了那店家之后，回来静长的想起他，还莫名的想念他身上的香气。我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好，可以。另一边，就在程咬金府上，几位国公夫人凑在一起。那超市的店家还真是聪慧，竟能琢磨出这么有趣的东西。我先前以为夫君同卢国公是去吃花酒，结果是在打麻将，倒是挺让人放心的。说起那店家，他那超市里还有样好东西，不知几位姐妹用没用，就是这个满江红，这是我们女人月事实用的东西。这东西可真神奇，穿戴上清爽得很，便是入睡了都不必担心弄得满床都是。店家真是太有才了，竟然能造出这种好东西，这可真是咱们女人的福音呀！等店家开门就叫夫君去帮我们买。灵儿呀，最近咱们生意不错，是时候该扩张一下了。你去问问旁边店铺卖不卖？是，郎君。店家，我来买点面膜和零食。好的，有点小事，不知姑娘可否帮忙？店家，只要你答应跟我约一下，什么忙都可以。最近有点忙不过来了，也该招个人打下手了，帮我物色个人选。至于你说的事，下次一定。好，包在我身上。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商品：生抽、橙汁、夹心饼干、粉底。系统啊系统，你可让我等的好苦啊！可算有新商品了。店家，给我来300个满江红。你特么的买这么多干什么？回去做毛血旺吃嘛。没办法，家里人比较多。俺也一样。对了，明日二郎带着几个朋友来吃顿火锅，老板你看能不能给安排？牛肉我来准备。一口一个二郎，老子都知道你们身份了，还在这跟我演。既然你们想演，那我就奉陪到底。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可以的，老板们要上门消费了，请你们喝我超市的新产品，这是橙汁。太好喝了，我要100瓶。我这里还有个新商品，你们应该会更喜欢。这是一种化妆品，和复粉差不多，但效果要比复粉好得多。听店家的意思，这东西是用来遮瑕的。对，涂抹之后看上去和原本的肌肤没有任何差别。那店家给我备上一份粉底，我也要。感谢各位小娘子支持。丑兄啊丑兄，我这铺子有些小了，想扩建一下，不知丑兄可有认识的活好的工匠？这个你问二郎啊，这大老板家里年年装修。哈哈哈，小事小事。哟，二郎看来实力不俗啊，想必是朝廷做大官的吧？不大，每天还得早起上早朝，辛苦得很呐。哈哈哈。就你还官不大，我看你脑袋挺大，确实辛苦。也不知道这狗皇帝咋想的，每天天不亮就要开会，就他屁事多，你说是吧，二郎？他妈的，这个小兔崽子，你以为朕不想睡懒觉吗？总有一天朕要把你这小货店给拆了，再把你收编了。摸鱼是不可能让你摸鱼的。哈哈哈，是的，我们开吃吧。等水烧开就可以吃了，再唠会。阿丑，今天的羊肉有些多啊。我这可不是羊肉，我这是牛肉。牛肉哪里来的牛肉？二郎，你听我狡辩啊！不，你听我解释。我家牛最近失恋了，得了相思病，今日竟然上吊了。我想了想，这肉也不能浪费，就跟官府报备了一声，这不就把肉带过来给大家尝尝鲜？这个铁憨憨编个理由都这么离谱。店家给我来个橙汁尝尝。这口感真是不错，咱今天坐车来的，给我来上一车。老板大气，来，水烧开了，开炫。
晚上回宫后，3位公主因为虾仁吵了起来。哼，姐姐骗人，你不是说店家身上有香味吗？我怎么没有闻到？香味明明很浓呀，她怎么会没有闻到呢？有的，没骗你。没有，3人就这样争论了半天，也没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我见过最摆烂的穿越者，成天跟李世民等人称兄道弟，有如此强的后台，却还有不长眼的人前来砸场子。店家，你会作诗吗？如此美景美食，不作诗一首，岂不可惜？小意思，都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哟，店家你还会作诗呢？50个，我为你转身。请开始你的表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好诗好诗，这首诗是店家所作吗？不是，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是何人呐？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和店家这个朋友见上一面？我这个朋友叫李白，他出去云游四海了。像这般人才，之前竟然没听说过，如此才华，真是令人佩服。他若是进朝做官，以他才能，一定能平步青云。我那朋友也是个闲云野鹤的性子，他还写过很多佳作呢，他不可能当官的。真不愿当官，我等几个在朝堂里还算小有地位，可以举荐他一个不错的官位。你就是让他当宰相，他也不可能当的。特么的，李白现在都还没出生呢。我刚下的毛肚呢？毛肚？什么毛肚？不是我吃的。我吃的怎么了？为什么店家盯上了我下的毛肚？你说是你的，那你叫他，他会答应吗？呸！难不成店家你喊他，他还能应你不成？当然了，毛肚毛肚，你在哪？快到碗里来！我在这儿呢。你们一个个懒得自己下，都等着抢别人的吃食，那我也抢。一顿热热闹闹的火锅结束后，李世民一行人一同坐上马车离去。你觉得店家今日说的是真是假？听起来像是真，不像是临时编造而成。那店家说的太详细了，但是又不太像真，有些说的过于简略，臣也是有些看不懂店家。朕也觉得他说的像是真的，倘若店家说的是假的，他为何要编造出这么个理由？店家懒得雅痞，是个胸无大志的人，也不想抛头露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放浪不羁，享受生活。若是暴露自己的才能被陛下这样的人盯上，岂不是坏事？你这话说的，朕有多可怕似的。不过店家知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朕可早就看上他了。陛下还请注意措辞，你这么说容易引起大家误会。啥也不是，我看你是皮痒痒了。翌日，李英姿帮忙介绍的人也到位了。店家，这是我好闺蜜卞玉儿，她便是我给你介绍的人才，才华出众，定能堪当大任。玉儿见过虾郎君。不必客气，看在你长相的份上，啊呸！虽然都是熟人，但也不能走后门，先填简历，再做面试题。这是自然，我相信他的实力，玉儿给我冲他。虾郎君，我做完了，您请过目。店家，这是什么？我这不是要招一个员工吗？设计了一份卷子，这是他的答卷。雇佣人手，店家竟还这么正式的，不知卷子我能否看看？可以，你等我先看完。加减法没什么问题，基础的账目应当也不会算错，就算错了也有系统打底。主观情景问答题答的也还行，毕竟要经常接触各类顾客，嘴一定要甜。店家对算学也有涉猎，略懂，也就是当世第一的程度。我虽然不是数学专业，但身为曾经的一个程序员，高数还是必修的，1年8000奖学金不是白拿的。你小子后半句给野种不会了，店家口气还真挺大。当时算学大家可不在少数，那些都是钻研算学数十年的大能。店家今年才几岁？这你就格局小了。有时候一般人拼命努力得到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些天龙人的起点。你懂我意思吧，兄弟们？店家大采，大事无误了。你这份答卷够大够白，面试通过，做午休2，一个月2贯，回去准备一下，明天过来上班。好的，谢谢郎君。好家伙，跟着虾哥混，天天希尔顿。另外，店家答应跟我打一架，怎么说？在意，忙着打麻将呢。哼！店家，我最近遇到了一些身怀体香的人，你知不知道体香是怎么一回事啊？你说他会不会不是体香，只是狐臭？但那味道是香的，而且有的人闻得到，有的人闻不到。其实它不是一种味道，而是一种感觉。比如阿丑，你看他是不是很憨批？这就是一种感觉。店家，你礼貌吗？不过这种情况一般都出现在异性之间，而且味道都不一样。如果出现了，证明你对他有好感。看来我的确是喜欢上店家了。我竟然也有这种感觉。原来是这样，我闻夫人也是有一种香味。俺也一样。那倘若是一个是臭的人，闻到的会不会是臭味？我认识一个郎中，他这脑子是一把好手，你要不要认识一下？就这样，打麻将摆烂的一天又开始了。等晚上回到皇城后，姐姐，你闻到店家他身上的究竟是什么香气了吗？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姐姐到底是怎么了？李丽志把虾仁解释的那番话对两姐妹解释了一遍。所以我们闻到的味道，其实只是我们对店家的好感。
那怪不得闻到的味道不一样，原来是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不同。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发现我好像是真的有些喜欢上店家了。我也喜欢店家呀，但是为什么我就闻不到那个味道？你还小，你那喜欢才不叫喜欢，那什么才叫做喜欢？又是一通叽里呱啦的女性私房话时间，而作为男主的虾仁却丝毫不知他造就了几位姑娘心里的慌乱，同样也造就了另外一个老六心里的慌乱。大唐超市的店家真是不知好歹，我堂堂春江楼的掌柜何时受过这种气？万郎君，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恶气啊！我凭什么要帮你？云国公生辰快到了，不知万郎君可否准备好贺礼？若是万郎君没有主意，小人倒是有个好推荐。你有什么好推荐的？大唐超市里奇货可居，每日营收也能有数十贯。郎君若是拿下来，生辰时赠与云国公，岂不大大成联？这说辞让万通戛然心动。虽说他有这层关系在，但张亮的意思实在是太多了，他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你这是把我当枪使了啊？万郎君但有吩咐，小人定刀山火海，万死不辞。你一个小商人能帮我做什么？且先回去吧，日后若有使得找你的地方，便会知会你。是，万郎君。店家在吗？这位客人想要些什么？你是这家铺子的掌柜？我是打工仔。一边去！既然不是掌柜出来凑什么热闹，掌柜是哪个？出来，我家大哥有话要跟你说。眼前这个虾仁穿越回唐朝，获得最强超市系统，还赠送他天下第一的武功绝学，他却一心只想当个闲鱼掌柜，没想到有瓜娃子前来找事，有人欺负到咱小老弟头上了，不弄他。等等，先看店家怎么说。不急不急，我是掌柜，咋的了？夏掌柜，我过来是要和你做一桩大买卖。不做哪来的滚哪去！你小子很狂啊！你给我闭了啊！夏掌柜莫要忙着拒绝，先听我说，你这家铺子还有那些商品的配方我很满意，我出个价100贯打包卖给我。少废话，给爷爬！若是可以，我也不想夺人所爱，实乃是某想要为义父大唐云国公贺寿，还请夏掌柜成人之美。特么的，说了不做听不懂吗？给老子滚！你这笨。既然如此，某就不叨扰了。等等，夏掌柜这么快就想通了？你过来找事，还打了我的员工，现在就想一走了之，是不是太便宜了些？那你想干什么？赔钱。不想赔嘛，是不是没挨够？不是，店家想要多少赔偿？我这伙计每月薪酬是2贯，每月工作20天，每天薪酬是100文，伤筋动骨100天，那就给1贯吧。你要这么多，怎么不去抢？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我可是文明人，不干这种事，不给的话就报官。万通不再说话，报官这2个字死死捏在了他命门上。几个人拼拼凑凑，才凑出1贯铜钱出来。等把钱交到虾仁手上，这群人就灰溜溜的跑开。拿着，这是给你要的医药费，顺便买点吃的。郎君，这我不能要。给你就拿着，我还能贪墨了不成？谢谢郎君。大哥，咱就这么放过他了？刚才让你动手了吗？大哥莫要生气了，那是个硬茬子，没那么好对付。你在教我做事啊？刚才离开不是放过他，只是那种场合下不好动手，再不久就是义父的。生辰，我不能在他眼下添堵，好声好气同他说不行，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哥霸气侧漏，只要拿下了这家铺子，大哥定会被国公看中，从此飞黄腾达。到时候可别忘了弟弟嘛。店家，这是你能解决吗？要不要我帮忙？好啊，那就劳烦丑兄了。我以为你会推辞一下呢。你该不会是表面兄弟吧？那可是国公的义子，我超级怕他的好吗？呸！你这语气可不像是怕他，而且你还问他要了那么多钱。不一样，那可是钱，总不能他们欺负了我的人，还要让我自己掏医药费吧？几人不再说话，打了会麻将便离开了。你方才拦着我做甚？陛下曾和我说过，要我试探一下那店家究竟有多少本事。一个小小的掌柜竟然不怕云国公？别说陛下，就是我也想多见识见识店家的手段，难道你不想吗？我还真不想，天天在一起打麻将，吃吃喝喝，偶尔被骂一顿，这样的生活难道不好吗？那我海口都夸出去了，总不能我吃他的喝他的，玩他的，还什么事都不办吧？见店家的本事又不止这一次的机会，我倒是觉得阿丑这次得管一管这件事了。张亮义子繁多，谁知道私底下他的那些义子究竟打着他的名声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是得提醒一下了。说罢，三人便各自离开。程咬金则向张亮府上走去。渐渐入夜，阴影里的老鼠们开始不安分起来。警告！警告！有人企图破坏超市，已开启防御系统。大唐超市夏掌柜真是久违大名了，哥几个最近手头有些紧，想来向夏掌柜借几个钱花花，去吃个花酒什么的。你们是张亮那个义子的手下吧？夏掌柜真是说笑了，我们这些庶民哪有资格和那种大人物结识？不要废话了，实在不行，我们在夏掌柜家里吃花酒也不是不行。那小娘子长得蛮俊的，一群臭鱼烂虾，竟也敢在小爷的地盘撒野！
还想在我家吃花酒，现在还想不想了？不想了。声音不够大，没听清。我不是要你学狗叫，我是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不想了，不想了，不想了。玉儿去报官。这10个人你是怎么抓住的？他们打不过我。我们会尽快调查，若是审出了些什么，会通知你的。我倒是还能再提供一些线索，这是云国公的义子，他们昨天上门找茬了。云国公义子，我知道了。提示，请宿主尽快雇佣好人手看店，以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店家，你这怎么开始装修了？昨天有几个毛贼过来，想要砸了我家的店，可把我家玉儿给吓坏了。那店家你没事吧？我要有事，我还能坐在这？你那双眼睛要是用不着，可以捐了。是昨天威胁店家的那伙人做的。对，把我当傻子似的，那脸你不如不蒙啊！程咬金眉头紧皱起，他才和张亮说了昨天的事，张亮也答应会解决这件事，可结果昨天晚上就出意外了。那看来今天是打不了麻将了。店家有啥需要帮忙的，我能做的绝不含糊。我打算再招个店员，专门夜班的那种。小事，店家你什么要求？要求很简单，能在我手下撑过10招就行。啊！你怕不是对自己的武力有所误解吧？能在你手下撑过10招的只有当世豪杰。既然10招太难，那2、3招的总应该有吧？回去之后我帮店家找找看。你怎么会对大唐超市起了念头？为我过寿是好心，可别人家的生意做得好好的，惊扰了可不是什么好事。父亲要同我说的是这件事。什么叫这件事？难道你已经对那店家做了什么？昨天晚上我差遣了些人对那店家还有那家超市下手了。既然如此，明天你且去向那店家赔礼道歉，以后不要再对他下手了。这件事就这么先过去吧。那店家没伤着，他把我差遣过去的人全都抓住，送到官府去了，而且他也认出了那些人的身份。笨手笨脚，做事竟这么不干净。你有这般好心，为父是很欣慰的，可你万不该打着为父的名头去做这些事，但是做了错事就该要受罚。你且回去准备一下，我找人说道，想来他也一定会卖我几分面子。多谢父亲，多谢父亲。店家，我这有2个好消息，你想不想知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第一个是我帮你招到人了，就是他。别看他的样子很憨批，但是工作绝对是一把好手。哦，好家伙，他这憨批气质我喜欢，就是他了。那第2个呢？云国公想让店家你卖他一个面子，这件事就此了结。那些个地痞流氓和他没有半点关系。至于冲撞了你的那个义子，他会自己教训的。不卖，他以为他是红发香克斯吗？为啥？云国公可都做到这份上了。我又不认识他，是他的人先过来招惹我的，现在又说这件事想到此结束，他想怎样就怎样嘛。云国公死前也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吗？那我的建议就是他最好现在也不要知道这件事，我怕他太年轻把握不住。店家又不是向他服软，再说了，就算店家觉得是服软，可那毕竟是个国公。呸！国公又如何？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天大地大劳资，开心最大。好事啊，好事！若是县衙那边也想要息事宁人呢？那我便自己处理了呗。你要怎么自己处理？我想大唐应该是不想看到我会那么处理的。魏征心里咯噔一下，虾掌柜的这句话竟带了点威胁的意思，威胁自己，威胁朝廷。但是魏征心里深处竟丝毫不怀疑虾老板有这样威慑力，毕竟这个掌柜的身上有太多奇奇怪怪、不同凡俗的本事。接上次万通仗着自己是国公义子，竟安排一帮老六来砸超市，没想到虾人不仅有绝世武功，还有李世民给他撑腰，这下真是傻眼了。听闻此事后，魏征直奔皇城而去，将此消息告诉了李世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哈哈哈哈！这句写的可真好。那店家真像你说的那样，再说大唐应该是不想看到我会那么处理的时，胸有成竹。的确如此。哈哈哈哈！有底气，够自信，够猖狂，真是有朕几分年少时的模样。这店家的本事，看来比朕想的还要大。这件事，朕会同万年县说一声，必须秉公处理。不管是谁，在大唐律法面前，都得一视同仁。你就是万通是吧？我是。拿下带走。你们干什么？我又没犯事。你们知道我义父是谁吗？你们就把我拿下。你义父是云国公吗？云国公府上出了你这么一个败类，也真是够丢他老人家脸面的。抓的就是你，带走。张亮那边也很快得知了万通被抓的消息。万年县好大的胆子，他们知道万通是我义子，下手竟也这么果断。万年县送来的信中写明是陛下的命令，这件事定要秉公处理，不准有任何徇私舞弊之处。这件事竟然闹到陛下那了，看来这个店家来头真是不小，却好好查一查这个虾人究竟是什么来路。是。哟，大唐 S4 又来了！店家听说了吗？万通已经被抓住了。听说了，灭了那个人渣，我这也算是为大唐人民除害了。店家这是在做甚？我买了几块地，正规划着盖个大别墅呢。店家还会建筑设计？会啊，你们认不认识什么靠谱的工匠？放心，工钱是少不了的。二郎倒是认识不少靠谱的匠人，我明日去帮你说一说。老魏牛皮，你有没有漂亮孙女，如花似玉的那种？我可以考虑当你孙女婿。
嘿，去，让你当我孙女婿，那我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半年就能被你败光。知我者老魏也，你可太懂我了。我有个女儿，今年大你2岁，还没出嫁，你做我女婿如何？啊，阿丑啊，你要是恨我，你就直说，不必这么报复我吧。对了，老魏，你去跟二郎借匠人的时候，顺便问问他，我能不能从他那雇个侍女，他那的铁锭个个高质量。你现在屋子又还没扩建，有灵儿他一个不就够了，还要一个做甚？我这的人做5休2的，要找个倒班的，总不能一直让他加班吧？哦，可真是大唐好老板呐，我会帮你传达的。店家放心好了，我也会在父亲那边替店家说好话的。哟，真不愧是哥哥的好妹妹。陛下，哎呀，真不好意思。你怎么又来了？是有关店家之事要汇报一下。其一是店家准备盖别墅，想要问陛下借一些匠人。哦，店家还会这个，造诣如何？不知道啊，臣没见这图纸。算了，江作监近日似乎是没什么劳累的事。确实如此，陛下是准备让江作监去给店家帮忙，让严立德去吧，看看他底子究竟如何。第二件事是店家想要从陛下这招一名侍女。店家这脑子怎么长的？他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他觉得陛下官大，侍女是我等中最好的。李世民哭笑不得，但转头一想，正好可以安排个人过去监视他。你答应他，然后按市场价要双倍工资。是。女儿给父皇母后请安了。你这妮子竟然在外玩疯了，每7天得有3、4天去找那超市店家。多在外走走也是件好事。那店家深藏不露，看起来有些本事，朕也是很喜欢。陛下您就宠着他吧，你可真是不怕那店家把你宝贝闺女拐跑了。过来找父皇是有什么事？父皇，店家想要在您这招一位侍女，您就答应他吧。你这妮子，朕还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思，朕已经应下来了，就由你来挑选一位侍女送过去吧。谢父皇。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口香糖、孜然粉、暖水壶、茶叶。哦，全是好东西，又可以圈钱了啊！不是又可以为大唐人民做贡献了。孜然粉来得妙，终于可以吃烧烤了。玉儿，你去把上新品的告示贴出去。店家，你这告示上说的是真的？大冬天的暖水壶可是个大宝贝。当然，而且只要30文一个。给我拿上20个。二郎答应你的买卖了，这是他提的要求。我这上新货了，我觉得他会感兴趣。这茶香真浓。这茶可比市场上的好太多了。茶叶价钱几何？1罐500文。店家您给我包上10罐。至于二郎的报价，我回去再跟他商量一下。也给我拿上5罐，日常口粮少不得这个。这苦水真特么难喝。苦你娘的苦水，这可是好茶。陛下，哎呀，真不好意思。你怎么又来了？店家对您的报价并无什么意见，但超市新出了茶叶，您一定感兴趣。你尝过了，味道是极好的，但是要500文1罐，臣以后是离不开这种茶水了。真他娘贵，真他娘贵！你先退下吧，我今晚再琢磨琢磨，明日让长乐把条子和人给带过去。陛下，臣的茶叶……茶叶？什么茶叶？快些退下去吧，朕还有些事要处理。我尼玛，这剥血亏！店家，在我软磨硬泡之下，父亲可是答应了你的交易哦，这可是我家里最好的侍女。月儿见过大郎，每个月薪酬200文，管吃管住，做5休2。你和灵儿自己商量好，别都在同2天休息，错开一下。是大郎。大唐年间，恶钱在民间大量流通，李世民苦恼不已。诸位爱卿，且看看吧，此事你们觉得该如何解决？所谓恶钱，就是假币，或者是经过2次加工有所折损的真钱。历朝历代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想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陛下，臣斗胆有一言。你说。臣以为臣等老生常谈说的也都是废话，陛下不妨询问一下那大唐超市虾老板的想法。魏征后半句话刚说完，整个朝堂的气氛便躁动起来。啊！我们不要面子的吗？此等大事问个商贾，我朝廷莫不是没人了？朝廷有人，那倒是解决问题啊。你跟我比。我们不行，那店家便能行了。好歹有个可能，店家是懂商贾之道的，他在算道上也颇有建树，再加上店家常有奇思妙想，说不定他就比你们靠谱。这一番说辞让李世民有些心动。玄成说的在理，朕明日便去问问，若真有什么法子，再拿出来同诸位爱卿商议。第二天，朝会休幕，李世民起了个早，直奔大唐超市而来。你们几个老趴菜，莫不是把超市当家了，天天窝在这？哟，这不是李二郎吗？稀客呀，过来打牌嘛，可惜啊，人满了。麻将今天就先不玩了，哈哈哈哈。
今天过来是有事请教店家，我看店家营业这么久，好像更喜欢收布匹作为报酬。不然呢？你突然发的什么神经？问这个干什么？店家为什么不收铜钱呢？铜钱费事，还要一枚一枚的查看是不是恶币，不像布匹，一眼看上去就知良劣。尤其是一个小目标的单子，铜钱越多越容易掺杂恶币。那店家觉得是否能有什么法子把恶币一扫而空呢？你这个老六，朝廷让你解决麻烦，你解决不了，找到我头上了是吧？你这不妥妥的白嫖嘛！不干不干！哈哈哈哈！别这样，店家就全当帮我一个忙，这样我买10罐茶叶。李二郎，你要知道，这钱币之事可不是什么好解决的，这事关一整个家国，可是极重要的。所以店家也没办法解决。不是，我的意思是得交钱。店家想要多少钱财，尽管开口。钱不钱的不重要，你看看能不能想办法给我搞个爵位。要是店家真能提出一个好法子，别说爵位了，我举荐你入朝，到户部做一个员外郎都行。不当官，当官太累，我只要爵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恶币出现？自然是为了把1枚钱当2枚花。是我没说清，我是问为什么会有恶币出现，而不是假币。这还不简单，铜钱是用铜所造，材料限制在那，只能少用铜，哪可能找其他材料取代？没错，只有恶币而不是假币的原因就在于此。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姑且不继续讨论下去，我再问你们，钱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上古之时人以物易物，可后来人们发现以物易物局限过大，便想出了一个法子，固定一个东西作为万能的交换凭证，使得人们能购买来他们想要的东西。你说到关键点上了，所以你再想想，为何刚才阿丑说的那番话里就说明了很大的问题？店家是想说，其实发行铜钱也依旧是以物易物。没错，铜之所以作为交易的凭证，是因为其本身贵金属的价值，而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货币。金可以，银也可以，只是自秦朝开始废除青铜币，选用了铜币，自此后历朝历代都顺着这个习惯来而已。谁都希望掏更少的价值来换取到更多的价值，削些边角，1枚就能当2枚花。可知道了这个又有什么用呢？既然知道了铜钱作为货币，更多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那推出来一种本身不具备任何价值，只单单具有货币价值的货币就是了。按照你的思路，这的确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姑且不说如何去施行这件事，哪怕真的推出这种新式货币，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在如何的货币都是匠人所造，凡人所做，必然有人可仿。如此一来是不会有恶币，可就会有假币了。假币之危怕还要在恶币之上。为何朝廷禁恶币无果？民间纵容，士族恶行，贵胄私铸，所以假币固然会有，也定然会有，但它的危害绝不可能在恶币之上。朝廷制裁这些制造假币的人，肯定轻而易举，再借此机会把铸币权完全拿捏在朝廷手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依店家所言，那确实是我考虑欠佳。可回归现实，依旧还有几个问题：钱该如何造？该造多少？如何让百姓使用这种钱？又如何保证假币真能不如恶币那样在民间滥竽充数？特么的，一下问这么多问题，老子 CPU 都要烧了。咱们一个一个说，钱如何造那是匠人该研究的。先来说说改造多少新钱。这样吧，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假设现在有一个市场，里面的商品有1匹马价值2贯，一担粮食价值2贯，一桶美酒价值2贯，一头阿丑价值2贯。这个市场里应该存在多少货币？8贯。但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从英姿妹子那买了马，英姿妹子拿钱去老魏头那买了粮食，老魏头卖了粮食后去李老头那买了酒，李老头又去李二郎那买了阿丑。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市场里应该存在多少货币？只需2贯就够了。那如果第二种情况依旧选择发行8贯货币，那会如何？通货膨胀呗。通货膨胀是何意啊？就是涨价，你发行8贯，这4个东西都涨8贯。当然，现实情况会比这个复杂的多，但原理一样。市场上的钱多了，大家都希望自己口袋里的钱变多，那自然而然是要涨价的。刚才我举的2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该发行多少货币的原理。总结归纳一下，市场内商品总价值再除货币的流通次数，就是要发行货币的具体数目。前者还好说，市场内的商品总价值，只要查一查每年商税、农税能收多少，便能够算出来。但后者，这所谓的货币流通次数又该怎么算？这个东西不一定要算的那么精准，因为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值，会随时波动的。考虑到每年货币损毁、市场经济的变化，如果一切欣欣向荣，每年都需增发一定的货币，所以姑且定为1年期，记录1年内货币流通的次数就好。只能生记硬背，没有如这般的算式吗？有，但不适合大唐。为什么不适合大唐？
本身商品就是货币的一种，你告诉我你要怎么算？谁知道流通着会不会被别人给制成衣服，或是吃进肚子里？眼前这个男人穿越回大唐，利用现代的知识与思想，教育李世民和魏征等一众大臣如何治理恶币，因此功劳成功翻身成爵爷。那该如何让百姓使用这种货币？若本身没价值，怕也是没多少人用。很简单，不过也很难，让百姓们相信这些货币是有价值的就行了。当然，只是空口白牙的让他们相信那些东西可以当钱使，是基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想要他们相信，首先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稳定的社会形势、繁荣的资源发展。大唐这些是不缺的，未来大唐是注定能与强汉齐名的，这是天注定的好事。哈哈哈哈，这小子真是夸到我心坎上了。其次就是要让百姓们相信货币是有价值的，所以要把这些货币同有价值的东西挂钩。黄金是很保值的一种东西，任这个世界怎么动荡，黄金的价值是不会变的。当货币体系搭建好，估算好货币的价值，再存储相对发行数量的黄金，和天下人说这种新货币可以在朝廷这兑换黄金，那货币的价值就得到了保障。要是天底下人都拿新钱来换黄金，那该如何是好？真把黄金给他们？憨货，要是大唐摇摇欲坠，那自然如此。可现在大唐昌盛龙鼎，气象恢宏，又怎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黄金不是比那什么新货币好多了？要是我就换成黄金。换成黄金又有何用？朝廷律令，反商贾贸易，不准以黄金为货币。便是手里有黄金那些人能花得出去，照店家所言算好货币价值，再鼓励百姓以手中铜钱来换新钱，甚至可以新钱为税。不止如此，外邦诸国也可用我大唐之钱，凡用我大唐钱，这岂不就是我大唐属名了？可若是如此，大唐境内若有造假币者，能一律处死。国境之外造假币者，该如何处置？为什么要想着处置那些人？只要他们规模不是特大，那他们造便造吧。头疼的该是他们所在的国家，只要那些假币不流入大唐，即便流入大唐，也不准使用，不就好了？哈哈哈哈！好一个管得屋外如何洪水滔天，自家里海晏河清就好。李世民、魏征接下来又请教了许多细节方面的问题。回到皇宫后，李世民把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传唤到宫里来，一起讨论店家提出的法子是否可行。朕问你们，你们觉得此法能否奏效？臣觉得此法确实可行，但毕竟子无先例，若是一个不慎，便是民愤四起。臣以为可先在皇城内试行，1年时间可粗略一观此法如何。若此法不可行，也不过皇城内折损一些，百姓并不会因此遭殃。可以，那便先在皇城内实行。那店家拿出这法子后，想要讨要一个爵位，诸位爱卿觉得该许他一个什么样的爵位？陛下，此法虽然具体，但毕竟尚且未证是否可行。此时给予封赏是否有些太急于求成了？若是此法成了，长孙公觉得该许他一个什么样的爵位？难不成平地拔起，直接许他一个县公、郡公？长孙无忌立马摇头，他自家也有私下铸币，对这个提议很是清楚。若真的可行，那自家的那点私铸币权将会受到巨大影响，但是他是不会阻拦的。现在的长孙家已经足够大了，没必要去当出头鸟。可有些世家门阀偏偏就觉得自己差这么一份收益，那如果这件事真的实行了，那他们会把虾仁视为眼中钉。陛下，此人是否知道陛下身份？臣以为店家是不知道我等真正身份的，不过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在店家眼里，我等至少是5品以上的官员。那这位店家肯拿出这个法子，证明他对朝廷并非反感，可为什么偏偏不愿意入朝为官？防卫公不必想那么多，店家只是懒散，他抵触的只是朝廷上忙碌的公务罢了。既然如此，臣以为万不可做卸磨杀驴的事，所以臣以为先许那位店家一个县男的爵位并不过分，只需名而非实封。待日后此法在皇城中验明可行，再加封便是。待新币之法于整个大唐里施行之后，再后加封。此法若可行，其公不亚李卫公开疆扩土。臣附议。那就依防卫公所说，先许那店家一个县男的爵位吧。魏征，你明日去传达下。是。我等商议之后，陛下决议在皇城中先暂且试验一番，封赏你一个县男的爵位，等日后若真的可行，再陆续加封。呵呵，你这笑什么？方案我提交了，你们看着也没意见，那就代表我的方案被你们认可，那就该钱货两清的。现在只是支付我部分报酬，还挺深明大义的样子。我那一份方案就只值一个县男的爵位。店家，话也不能这么说，这不才只是采用，还并未完全实践。这方案要我去施行吗？当然不，不过店家你要是肯入朝为官，那自然是极好的。既然不用我去施行，那方案我给你了，至于你们用还是不用，还是用了不管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这可不管售后。不也是怕那个法子只是看似可行？我的法子肯定没问题，要是出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们自己的问题。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再说了，封爵
知识又非陛下一家之言，总得要。我知道，无非就是资历排辈一类的事嘛，能理解。那你还一副要掀桌子的样子，那我总得要有掀桌子的本事，才能把桌子上属于我的东西全都拿到我手里吧。店家淡定淡定，封赏这几日便能下达。罢了，不跟你们计较，晚上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吧。今晚我们都有时间，晚上吃什么？烤肉。这算什么好吃的？跟谁没吃过一样。等晚上你吃到嘴，你就清楚了。那晚上我再捡些牛肉来。阿丑，你家的牛又生了什么变故？家里太冷，有几头牛聚在一起取暖的时候，其中一头不小心被别的牛角开膛破肚，我请了最好的兽医，但怕也熬不过今晚了。有句话我想说很久了，在我们面前你就不必这么装模作样了。那位李二郎又不在，你直说回家杀头牛就是。我好不容易编出来的，总得用一用嘛。要是不用，那不是太可惜了。店家，你要体谅阿丑，他不常用脑子，好不容易赚一次，得卖他一些面子。就是，阿丑能编出这么看起来很合理的理由，已经很棒了。你俩可别逼逼了，再废话，晚上不让你们吃。店家，咱们晚上见。店家，你可真是偏心，这肉可是我带来的，可烤好后你就不给我，而是给了他们俩。你是曾经打仗的时候伤着手了吗？那是自然，战场上刀枪无眼，不过老子命大活了下来。伤得很重吗？手在生活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倒也不是什么大伤，对生活无碍。你问这个是做甚？那既然有手还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自己烤呢？我自己来。哈哈哈！一顿愉快的烧烤就在一片笑骂声中开始了。李世民亲自为虾仁封爵，没想到被一群人嫉妒上门挑衅。且看虾仁如何秀翻众人。二郎怎今日得闲来超市了？这不是领了陛下旨意，把诏令送来？哦，放旁边吧。店家就不看一看？老魏头都说了，就是一个首富县男的爵位，看他做甚，给自己找气受。那什么，不还是有些赏赐，像是奴仆哦。授金鱼带，侍女12人，昆仑奴10人，金鱼带呢？你不会给我贪了吧？你以为陛下授金鱼带是给你一块金鱼符的意思？不然呢？并非如此。店家不入朝堂，对这些事不太了解。鱼符为朝堂命官正身名分所用，凡5品官上可配铜鱼带，4品官上可配银鱼带，3品官上可配金鱼带。以店家的身份，按理来说只能配铜鱼带。不过陛下是知道店家功劳的，碍于朝廷规矩，不好把功劳赏赐一并发下，便特授金鱼带于店家。所以我的金鱼带呢？这个授予并非是说真的给店家金鱼带，而是说店家从此以后可以佩戴金鱼带。算了，看在给了这么多奴仆的份上，就不骂一声小气了。对了，店家，我有一位蜀地友人，近日来了长安，前些日子同他叙旧，发现他竟也是青莲乡人。不过听他说，青莲乡好像并没一位叫做李白的文人。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他自称自己是青莲乡人。店家莫不是记错了？那我也不知道啊，谁会费劲巴拉的去记一个人的籍贯？那真是有些可惜了。不知这位李郎君现居何处？不知道，我和他就是神交，没什么太大的交情，偶然会了几个诗篇而已。再不好好打麻将，你3天拉不出屎。你怎能说如此粗鄙之语？呵呵。几日后，虾仁成为最年轻的县男，一事不胫而走，引起了许多读书人的不满。虾县男学生几人特来向县男请教学问。向我为何？虾县男年少英才，便得朝廷授予县男爵位，想来必然是天纵奇才，故而想要讨教一二。我没本事，运气好而已。他们他们2人是真的大能，向他们请教去。2个只会打麻将的小老头，能有什么厉害的本事？干得漂亮，这才是年轻人的操作。与其说是向县男请教，不如说是我等不服气朝廷册封，所以想要和县男切磋文采，看看县男是否真有本事才学。那这样好了，我直接认输，我比不过你们，你们的推论都是正确的，我确实没有真的才学本事。这货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县男为何不愿与我等比试？长安城里不服你的大有人在，若真有本事，也好拿出来服众。不用，我没认输。县男，您倒大可不必如此敷衍我们。没敷衍，认真的，我给你们写个条子吧，就写我认赌服输。这么说，你是认自己是个沽名钓誉的人了？啊，对，他娘西痞的，店家这几人嘴这么欠，跟他娘早上吃了2斤饭似的，你也能忍得住？可以呀，你骂人功夫见长啊。店家，你不是做了一首那什么姥姥别言，念给他们听，让他们好好见识一下你的文采，是这些个玩意能比得上的。那不是什么姥姥，那首诗叫做梦游天姥吟留别，那个字念作母，而不是老。一样。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我操！
好像碰上硬茬子了。诗写得好那又如何？写得好又不代表能有什么本事。他娘的，是好话说了不听是吧？店家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出了。不遭人妒是庸才，你违背常理的发达了，那自然会有人阴恻恻的做出猜想，这人是不是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这人是不是走了捷径？是不是去卖屁股了？也没得。店家什么都好，就是这性子，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啊？这是不开 VIP 就能听的话吗？让他们怀疑去，他们怀疑了又能怎么样？否决掉我的爵位吗？还是说能够影响到我的生意？你是个官，他们再怎么胸怀天下，也依旧只是个读书人，不懂朝政，也不懂天下事。他们对你指手画脚，说你这做的不对，说你那行事有误。你要是高看他们一眼，跟他们搭茬了，那你就输了。你说你给我招来多大麻烦？不说把东西拿出来，能不能说服这些人？诗词不行，不还有经书，还有算学，只要他们找到一个缺口，一天天就都能过来打扰我的生活。以后还想不想好好打麻将了？再说了，我说多少遍了，那诗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叫李白的人写的。瞎写呢，您本来想给你们留点面子，把你们打发走就好。现在阿丑替我出头，我总不能也让他落了面子。这样吧，挑衅前给你们摆一个门槛，我出一道算题，能做出来，给你机会，让你随便挑一个科目，我认真和你较量。要是做不出来，也不能就这么便宜你们，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做不出来的，免费替我工作1个月，不管吃住。就这道题目，你们若是想解，去育儿那领纸，按市价给钱，解题时间1天，第一个解出来的人到我这报到才算作数。你今天领了纸没做出来，先给我干1个月白工，等1个月做完了再来继续领纸解题，也不算我欺负你们。这题直到被解开了，我才会换一个新的。1个月解不开，我1个月不换；1年解不开，我1年不换。好家伙，这未免也太看不起人了！不就一道题嘛，难住1天还有几分可能，但难住他们1个月、1年。店家，你那题目有点意思，咋一看还挺简单的，但我到现在没找到思路。停，打牌，可有人解出题目来？那就是没人解出来了。分明就是仙男，你存心为难我们，这道题怎么可能有答案？我怀疑仙男你也解不出。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很好欺负？没本事就没本事，阴恻恻猜想别人是很有意思吗？别想着惹怒我。题目能不能解出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要真是为难你们，我甚至可以出让你们连题目都看不懂的算题出来，把你丢焚烧炉里，骨头都能给烧化。就你那张嘴烧不化，你叫什么名字？某星阳，名利。有人认识他吗？他是不是真叫这个？他的确叫这个名字。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护肤霜、暖宝宝、香薰、沐浴球。很好，我记住你了。今天太晚了，答题的人就不给你们做什么安排了。等明天你们过来，再依次安排你们去做什么事。回去之后，你们依旧可以研究这道题目。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护肤霜、暖宝宝、香薰、沐浴球。我操！护肤霜和香薰系统你可太懂事了，靠赚女人的钱，我已经买了宝马，盖了别墅，美滋滋。暖宝宝也是个好东西，家里怕冷来一贴，上朝怕冷来一贴，这玩意绝壁大火。我怎么闻到桂花香气了？自己闻到的一直都是淡淡木头的香气啊。店家，你这铺子里今日是点了什么香？怎么回事？他怎么也闻到香气了？他不会是一个新的商品，持久清香，是固体香。怎么样？这味道像不像金桂？我差点以为店家是让金桂在这寒冬里开花了。这固体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原来只是一样新商品呀，吓我一跳。就是这东西不用见明火，也不用人分心去照料，省心的很。而且除了桂花香，还有茉莉、薄荷、玫瑰3种香味可以选择。价钱多少？我家夫人一定会喜欢。很便宜，300文啊！店家，兴许是你最近的支出有些大，不过呢，你也想想，你那些支出都是做什么的？买马、盖别墅，这些的确是要花大价钱，好像自然也是要花大价钱，我们也能理解。可店家手里这么小一只罐子，就要300文钱，是不是有些太昂贵了？香是好香，就是量太少了点。就那么一小罐，按照我们燃香的速度，大概2个时辰都用不了就要烧完了。1天300文，甚至不止300文。你看你们把我想成啥了？这香薰打开盖后不用管它，能飘香1个月。这么小竟然能烧1个月，是真的吗？
见过我在商品上说过谎话吗？那这香你给我拿上一个，要玫瑰花香气味的。李老头、阿丑，你们要不要？给我来5个。俺也一样。我这还新出了其他商品，比如这个护肤霜，冬天又冷，天气又寒，又干燥的很。这东西能够锁住肌肤里的水分，让冬天里自己的皮肤也能像刚洗完澡一样水嫩滑弹。不给自己夫人备上一份吗？我这种好男人当然会买了。哈哈哈！店家，这东西名为护肤霜，是否能涂抹在脸上？你不是说的废话吗？给我拿上2盒，我带回去给夫人。俺也一样。店家还有别的新商品吗？那当然有，也是一件对我嫂嫂。你叫谁嫂嫂呢？哼！叫嫂嫂怎么了？我和店家忘年之交，他叫我一声大哥，叫我夫人嫂嫂。我不要。店家，你我虽是忘年交，可年龄差着实太大，你还是得称我一声叔伯的。我的好妹妹，我懂，这东西是洗澡用的，往水里一丢，它会自己化开，清洁身体，还能留下香味。店家，你这东西是怎做出来的？我不是打探配方，只是……不是我不想说，可关键我说了，你也听不懂啊。我自认自己也算是个聪明人，虽然不及店家你这般天赋异禀，可不至于人话都还听不懂。原理很简单，钠离子与氢离子产生化学反应，释放2氧化碳，形成气泡。呸！啥也不是。看吧，我就说你听不懂。老夫从未听说过店家你嘴里的那些东西是店家研究的学说，这门学说叫什么？化学。这沐浴球是30文一个，要不要来点？给我拿上10个。俺也一样。我要3个吧，顺便可以找机会和店家讨论这门叫做化学的学问。店家应当还有别的东西要卖。是还有一个，不过你们应该用不着。店家你不拿来，怎知我们用不到的？这也是满江红，怪不得店家要说我们用不着。这东西叫暖宝宝，是一种取暖用的东西。你们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啊，在家也好，出门也好，都有炭炉，用不着这东西。这东西如何取暖？看上去不过就是厚了一些的纸张，拆开往身上一贴就好了，别贴身贴，贴在外面那层衣服就好。这东西也不贵，1文1张。哦，此物能发热多久？4、5个时辰。给我来上200个。俺也一样。此物我也要200个。你们要这东西做甚？不会是你们朝会的时候没有炭盆取暖吧？是啊，哪有那东西？暖宝宝的出现太贴心了，太及时了啊！早知道我就早点想到这件事了。感谢店家这么为我们着想。早点想到，我就不定价这么低了，卖贵一些就好了。真不愧是店家啊！不过店家是怎么做到的？说了你也不懂，扎心了，老铁。溜了。店家这暖宝宝还真好用。店家的东西什么时候出过问题？怕冷是吧？我不怕，你个怂货！你这丑货，今日子一点都不怕冷了。你承认你是怂货，我就告诉你。药师，你们是怎么不怕冷的？知节在这，你怎么不问他？我让他承认他是个怂货，我才把原因告诉他。知节说的甚对。你这丑货，今天倒是想了个好主意。无非又是大唐超市出了什么新奇玩意，待朝会结束，我自个看去，以此来要挟我，怕是想多了。瞒不住你，那我去找其他人试试。近来学业如何？一切安好。宫里待得厌烦了。孩儿每日勤学苦读，不敢倦怠。是有一些。宫里乏闷，一远民间。东市的大唐超市，你是否听说过？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那店家和你差不多岁数，都是年轻人，不过论学识、眼界、能力都要远胜于你，可多同他来往一些，多向他学学。是，孩儿知道了。不过他那倦怠性子千万不要学，他非常人可行非常人之事，业精于秦皇于西。说难听点，店家就是个目无尊法的人，他自己不喜欢摆架子，也不喜欢见着别人摆架子。听说那大唐超市的店家是个生冷不忌，本是大脾气也大的能人，是敢指着自己父皇鼻子臭骂，比魏老杠精，是比玄成公嘴还要臭的人。卢国公跟着他厮混了一段时间，整个人都变得更不正经了。难道这传闻是真的？明日休沐，朕带你一同去，且记住，过去后忘了你太子的身份。是，孩儿谨记。店家今日来得挺早。哟，李二郎，你今日也来得挺早。店家吃早饭了吗？所以你来这么早是为了蹭饭？这话是不是有点难听了？说父皇是来蹭饭的。别这么说，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撞上了那不就是缘分？自己父皇竟然认了。话说得漂亮，倒是多买些东西，你们几个里，可你就在我这的花小最小。怎么可能？我花的钱绝对要比玄成多。呸！
啥也不是。不可能，我花钱比他少吧？玄成可一直说他穷得很，现在看来，玄成嘴里没什么实话。但他花的钱比你多，人家可以理直气壮的过来蹭饭。今天我来蹭饭是一方面，也是把我儿子带过来给你认认，你换他高明就好。你以后换店家，店家的字是什么？好像没听店家说起过。叫伯伯，叫我虾伯就好。高明见过虾伯，真乖，我的好大儿。胡闹，他才长你都不过3岁的，叫什么伯？你这儿子不像你，够老实的。我刚才只是在想店家字是什么，一出神就让你占了便宜。我叫虾仁，字彦祖，但是我跟你说，即便世风开放起来，我也绝不可能有龙阳之号的。呸！只是店家你有大才，我想让我儿子多向你学习。那随便叫我什么都行，一个称呼而已。那么扭捏作甚？お兄ちゃん。别用这个，叫我虾哥吧。店家，上次你说那新钱之事，朝廷已经开始做试验了，不过出了点问题。虽然是在皇城内做的试验，可还是有人造了假币，陛下很是震怒。皇城里尚且都有人这么狗胆包天，若放到民间，造假币的人岂不更多？店家，这可是你提出来的法子，眼下出了问题，你就一点想法都没的吗？我该有什么想法？我都说了嘛，我不管售后的。那暖宝宝，我再买300个，护肤霜也再买10份，面膜、暖水壶都还要再备一些，这样总行了吧？玉儿，记下了吗？记住了，郎君。这可是你自己主动买的，我什么都没说。不过念在你心诚，我就帮你出个主意。问题是出在假币上，你们试验用的是什么币？是用的只充当货币，不过这不重要，铜或铁都容易出现仿造。那不是很简单？既然单纯用一种金属不行，那就自己造一种金属出来就是了。就像百炼钢那样，差不多，不过细节挺不一样的。钢这种东西，其实说直白一些，就是铁碳合金2种矿物结合在一起，成了一种新的金属。你们可以尝试把几种金属混合在一起，弄一个只有你们知道的配方。到时候新钱发售的时候，把这种新金属的特点昭告天下，别人无从仿造，仿造了也和真品区别很大，这样不就好了？也可以掺杂一些稀有金属，再把大唐国土内的这种稀有金属的矿物拿捏住，这样货币也就无从得以被仿造。店家你细胳膊细腿的，没想到对铁匠知识也这么了解。不，这和铁匠无关，这和一门我同你说过的学说有关。店家你说的是化学，这金属冶炼也和化学有关，不然呢？店家觉得你研究的那一门化学学说，较之算学如何？那自然是没算学来的重要。那这一门学科恐怕就无从改变大唐了，毕竟比化学还重要的算学，也没给任何朝代带来多大的改变。我明白你的想法，年纪大了就更不应该急功近利，你知道吗？你们这群人的认知有问题，不过这也不怪你们，让百姓吃饱肚子就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来，嘴给你，你来说，该什么认知才是没问题的？该狠下心来就狠下心来，外边那么多国家呢，一个个要一些碎币，你想想能要来多少？可这样名声名声有个屁用啊，拿到手里才是真的。你是想外邦那么多国家，靠着资源一点点壮币，吃着他们的血肉，一点点继续强大起来？只要大唐强大，他们就不会说大唐半句坏话，到时候把程咬金拉他们国家里去，他们都能硬生生吹成美男子。店家此番话说的有理。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入朝为官吗？不是因为懒吗？对，这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不过也还是有一些别的因素，那就是大唐太穷了，太弱了，根本无力承担我去施展抱负。店家何出此言？就是字面意思呀。说我穷可以，但是说我弱我不服。大唐如今国力强盛，虽不及前隋，可也相差不远，更不要说突厥已灭，怎也谈不上一个弱字。可这样的大唐和之前的朝代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一个好皇帝，有一群好臣子。在店家眼里，朝代应该更进一步，可如何更进一步？如果我说朝廷若是肯给予好一些的奖励，若是发明有用，再准入朝为官之类的，50年之后就能出现一种日行数千里的巨纳。如果朝廷准许部分人员研究武技，每年批数10万贯乃至数百万贯的经费，50年后就能出现一种炸毁别人一座城池的武器呢。大唐一年军费多少？算上粮草、武器、马匹，一年才不过200余万贯。你这一张口就是1年的军费了。店家口气不小，怪不得要说大唐穷了。可店家说的那些真的能实现吗？若真有这些东西，怕就是天上的仙药。如果我说有一样东西不用燃烧就能取暖，小小一方，巴掌大小，你信吗？所以我说你们认知有问题，太善良了，太过于看重眼下了。虽然也是逼不得已，吃饱饭都不容易，我这也属于吃饱了操闲蛋的心。不过抬起头多看看未来，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个话题暂停，你们慢慢消化。打牌。方才你在牌桌上时，为何不敢胡牌呀？孩儿见虾县男在和父皇谈要事，不敢叨扰。真让你过去是和他做朋友的，不必要那么小心谨慎。你建国有成，可还是要多和店家学习一下。是，孩儿明白了。今日不是带高明去见店家，才这么头疼，是店家不喜高明。
店家是不太喜欢高敏，不过也问题不大。朕头疼的是店家今天说的那些东西。那店家今日又说了些什么？你说朕是不是太善良、太仁慈了？陛下杀伐决断，是当世最大的大英雄。观音币，你倒不必如此。朕是个什么样的人，朕自己心里是清楚的。那店家说朕太仁慈、太善良了，他为何会这么说？他觉得朕对外邦属臣太过仁善了，许他们臣子身份，被他们奉为上国，却没什么表示。每年外臣不都是有朝贡品送上，哪能说什么表示都没的？不是这种表示，而是那种能让大唐变得富有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表示。这算了，我去把那群老家伙喊来商量一下吧。朕今日得到一个有趣的说法，有人说朕仁慈，他的意思是大唐现在还是太穷了，许多事都没法去做。他觉得朕应当收取岁币，举外邦之力来供养我大唐。诸位爱卿觉得如何？哦，何人所言？竟如此有见地，老夫恨不得与他抵足而眠，互诉衷肠。他说的对极，陛下在此事上确实太过仁善了一些。虾线男，那道李白究竟是不是你？你怎么又问这个问题了？不是我，我哪写得出这种诗文出来？我不信。他的想法和这个想法颇有些不谋而合。他所设想的是把那些突厥人安置在黄河边，让他们作为大唐的屏障，顺便为大唐人养羊。陛下，此法不仁义。不仁义？哪里不仁义了？我大唐百姓会因此受害？那倒没有。那我大唐百姓会不会因此哪怕一文手上也能多出些闲钱出来？啊，对，这不仁义了，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仁义的事？没错。啊，对，岁币已逝，臣以为可有。岁币多少遑论，此事可以做一个由头，主动权掌握在我大唐手中，多少可以禁绝诸如吐玉魂之事。没错。你们俩昨晚是在平康坊被吸干了吗？昨晚受你的启发，我和药师和李二郎讨论了一晚，如何把岁币的事写成奏章呈给朝廷。不过想法太过仓促，没能讨论出一个统一意见。这既然是店家提出来的，店家恐怕是有一些想法的了吧？这事你们还要讨论的吗？能榨出多少就榨出多少倍，甚至定一个更大些的目标，让他们先欠着就是了。我对此事有不同意见。我倒是觉得岁币是个遏制别人咽喉的手段，能够把主动权握在手里，具体多少倒是无关紧要。李老头，你糊涂啊！这件事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岁币的多少啊！什么主动权不主动权的，那都不重要。有了资源就会变得更强大，只要一直强大下去，那主动权不就是会一直握在自己手里？说得好，我得做好笔记，明天朝会上跟老房吵架用。我大唐即将要和吐玉魂开战，若是我等奏言上去，奏章里必然是要拿吐玉魂来举例，店家不如就吐玉魂来说一说。是奏章写不下去，来我这蹭点子来了。那么费脑细胞的事，你们自己想背，想在我这白嫖是不可能的。店家，我家里的茶叶饮完了，再给我拿上10罐来。我家里也是，也给我备上10罐茶叶吧。你们不要总是这样，怪不好意思的。我家里茶叶是真的喝完了。店家啊，你是不知道，我现在不喝茶叶是一点想法都没。你们啊，就是好人做惯了，现在让你们下决心去做一些事，你们怎么就做不出来呢？再说了，岁币又不是什么坏事。伸手从别人国家里要钱要资源，这还不是一件坏事。大唐不过是把大唐的付出给拿回来而已。就拿吐玉魂的事来说，因为吐玉魂的侵犯，导致我大唐不得不反击回去，那这其中所消耗的军费粮食就应该由我大唐来承担嘛，这得让吐玉魂来承担吧。啊，对，而且那些士族在家里过得好好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国人，不得不离开家，离开他们的家人，还要面临死亡的风险。这战死士族是不是要抚恤？这抚恤的钱，大唐得出一部分，吐玉魂也得出一部分吧。剩下受伤的士族还有其他士族，即便明面上没有受伤，可战争使人伤心，他们的内心会受到多大的打击？阿丑和李老头，你们俩都打了那么多年战争，应该是清楚，有人在战争进行的时候，甚至是结束的时候，有不少人发疯吧？他们受到的创伤要比受伤的人还大，这也需要补偿，需要一笔极大、极其符合他们创伤的补偿。除此之外，还有大唐停止战争的费用啊！停止战争还用什么费用？大唐是有能力一口气把整个吐玉魂给吃下的，但是大唐人意不去选择这么去做，也就是说，和平是大唐给予的。我换个说法，就比如说面膜吧，那东西是我做出来的，别人要是想享用这个东西，是不是得花钱？现在和平就是大唐做出来的，吐玉魂想要享用和平，那是不是就该花钱？你这个角度很清奇，不仅适用于吐玉魂，其他外邦也可。
而且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也还能用一些其他理由嘛，比方说经济贸易上的一些低买高卖。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可惜了，不能做得太过，不然分情况呗，离大唐近的就少收些，出了什么事大唐来调停就是了；离大唐远的下一些狠手就是搞航海技术嘛，多派一些船只出海，大海外不知道还有多少国家，不知道还有多少土地，那些可都是金矿啊。先记在小本本上，以后慢慢研究。虾线男，那个李白究竟是不是你？你怎么又问这个问题了？不是我，我哪写得出这种诗文出来？我不信。那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又不是神仙，没法把李白给你抓过来。我父亲说了，李二郎查过，蜀地青莲乡根本就没一个叫做李白的人，你分明是骗人的。你知道李二郎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吗？李二郎跟我说，他是有蜀地有人，恰好在青莲乡。他顺嘴询问了一声，说没这个人，他可没跟我说是专门去查的。高明，回去跟你爹说，这姑娘拆你爹台，让你爹去揍他爹去。切，那店家可曾听过那位李白做过什么其他诗文？总不能只有那一篇吧？一天天就知道问，有，我给你们念一首他写的诗吧，念了你就知道，肯定不是我写的了。烈士击玉虎，壮心惜暮年。这是岁至中年郁郁不得志的男人的角度啊。三杯福建五秋月，忽然高咏涕泗连。这首诗和店家的情况简直是截然相反，真有一个叫李白的人啊。今日去哪了？去虾线男家了。你去那做甚？我记得今日超市不是不营业。是不营业，我去找了李家姐姐，和她一起去线男家里玩的。女儿家去什么虾线男家？以后就莫要去了。不行，爹爹，我和李家姑娘约好了，明日还是要去的。你去找他做甚？我可是常听李靖长吁短叹，自己女儿和虾人走得太近了一些。虽然店家是个女婿的好人选，但是他身边女人还是太多了些。万一自家女儿真的喜欢上那位虾线男，吵着闹着死活要嫁给他，万一李英姿也是这么个态度，他们俩谁做配？更不要说还有一个李励志，我们女儿都没选择的余地。去问问那位李白是不是确有其人，也了解一下他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做了。那依你所见，虾线男是否是那李白？女儿觉得不是。今日虾线男又念了一首诗出来，这首诗我觉得并非虾线男能够做得出来的。这真是虾线男做的？是，女儿没记错。陛下，昨日臣女儿拜访虾线男，从他那听来了一首李白新诗。哦，怎么听起来这么怨，这么愁苦呢？曾经被朝廷征辟，而后又被朝廷给抛弃了。店家不是李白，他竟说的是实话，他真不是。陛下，臣一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可昨晚臣思考了一夜，臣才想明白一件事，为何此前店家不曾说过李白新诗，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写出新诗？恐怕店家是猜到了朝廷对店家的提议不持有太赞同的态度，故而提前做下这篇诗文，借我女儿李卫公之女乃至太子之口来提醒我等诸位瞧瞧，这最后一句无奈宫中度杀人，何为度者？无能者为度。所以这最后一句看似是在说嫉妒自己的人太多，他们害了自己，实际上是在说这朝廷上无能的人太多，实现不了他的抱负。还有这一句，世人不识东方朔，但以金门事谪仙。东方朔向来滑稽，行事乖张荒诞，岂不是同店家一样？而这金门看似引经据典，是说东方朔必是于金马门中，可沾了金字，臣觉得更像是在说商贾。前面又写了朝廷对店家的赏赐，所以臣以为店家所要表达的应当就是即便朝廷给了这么多赏赐，可依旧看不清他虾人究竟有多大本事，他只好避世于商贾之中。方相，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你只是想多了，这诗不是虾线男所作？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夫参悟一夜，才参透这些道理，怎会出错？若非店家所作，那自然便是朝堂上曾有一位名为李白的文人。陛下尽管去查，老夫敢担保，朝堂上绝对没有这样一人。臣以为不妨一试，出海一事花销不是很多，吐玉魂便多开些口，让他们多提供些碎币，以此抵资。朕考虑吧。今天还带了新人，正好来试试我昨晚琢磨出的新游戏。这游戏要怎么玩？很简单，每个人一开始手里有15000钱，就一直到晚饭吧，谁手里的钱最多，谁就是最后胜者。店家，你要个15000钱给我们，你怎变得这么大方的？美的你，只是在这个游戏里使用的代币而已，一人初始是15000钱。玩了几圈后，几人也算是熟悉了这个游戏。刚开始以为只是个简单的游戏，几轮过后不说别的，只是这个游戏里叫做银行的东西就令他们大开眼界，和店家先前说的经济体系竟完美适用。可惜了，一开始掷头子手气不好，若是能把那2块地皮占了，我说不定能得第二。不可能，你策略是错的，你手里都不留现金的，到后期一直投到股市里，想要靠这个东西翻盘，也就是你运气好，没到店家的地皮上，不然就你那点现金流，过路费都交不起，得跟李家姑娘一样破产倒闭。
你不懂，我这是以小博大，我算过了，留下来的钱是够的。够什么？够你做老四的。又是一顿愉快的互喷环节。我现在倒是有些信你在朝堂上的话了，那篇诗文说不定还真是店家给出来的提示。我也算是明白过来，为什么你会一直来超市了。不知店家那脑子是如何琢磨的，竟能研究出这么个东西。微言大义，莫不过如是。可惜不好向店家讨要，而且游戏不好展示于众。此一道若是专研清楚，为大唐指路100年，不正好可以在皇城里试试？古诗这东西，怕是会把皇城闹得乌烟瘴气。无所谓，此法若是好的，便是瘴气一毁，陛下也能忍的。等等，那不就是一个游戏吗？为什么我没那么多感悟？咱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另外，这好像不是回家的路吧？现在是去见陛下，你们去见陛下就是了。捎带上我做甚？这阿丑又是做甚？我等在店家那玩了个游戏，我和房相皆认为那是微言大义，故而离开超市便直奔皇城而来。阿丑是不太想和我们一起来，但上了车，我们也不想耽误时间，就顺便把他带来了。说说是什么样的游戏？魏征等人给李世民介绍了一遍游戏之后，所以这游戏你们认为是店家在禁言？是的，游戏里的一切都是以新钱法为基础设定的。所以你们大半夜来朕这里是为了什么？新钱法最快也要到明年东方才能实行。臣等前来是恳请陛下，希望能够在皇城试验新钱法的同时，也试验一番银行、保险之法。你们啊，真的是要把朕这皇城搞得乌烟瘴气？陛下，此举有利社稷。那便依你们所言，试验一番便是。那彩票之物呢？此事倒不必在皇城里试验，可直接拿出来使用。不过想要施展此事，得找一个刚正不阿、铁骨铮铮、强直自碎的人。哪怕彩票卖得再便宜，日后奖池怕是得有上千乃至上万贯。若选不准施展此事之人，这奖池怕就要成某些人的口袋了。臣以为虾线男最佳。刚正不阿、铁骨铮铮、强直自随，这3个词不能说和虾人没有关系，只能说一点都不像好吧？怎会觉得是他？虽然这东西是他想出来的，可他毕竟……陛下，虾线男此人可谓强权，那虾人肯定是不畏惧的。虾线男可是离百姓最近、地位最高的人。既然如此，那明日朕去同他商议一下。你们昨晚做什么了？被阿丑给吸了阳气吗？呸！你才是妖精！昨晚我们同二郎说了你的游戏，然后我们被游戏吸引，一直没睡。都多大的人了，竟然还沉迷游戏？对了，店家，彩票这东西，我打算提议向朝廷来弄一份。弄呗，和我说干嘛？我又不能帮你做决定。还是说你们打算给我版权费？版权费，一听就是想找我要钱。这件事我打算向朝廷提议，由你来做。不干，不可能，没门。这又不是坏事，管着一大笔不属于自己的钱，这还不是坏事？没什么好处不说，要是出了点意外，麻烦还大，不可能拒绝。再说我可就把你丢出去了啊！那可是一大笔钱，少说能有10万多贯。别看这小老头嘴欠，可有时他是真傻。你这也太看不起彩票了吧？10多万贯，钱多是多，又不是我的。可以分你一些。你们可真是黑心啊！给我一些蝇头小利，让我替你们保管一大笔不属于我的钱是吧？好好的合作，怎么被店家你说的这么一文不值？我们可是要给钱的。说的可真好听，我1个月给5万贯，让你管上1000万贯铜钱，不能出分毫差错，出了问题你就得把空缺补上，你干不干？这样吧，我同朝廷说，彩票之事让你来做，收益也交由你来掌管。不过朝廷新增一项彩税，专收彩票营收的税务，你觉得如何？不怎么样。我说你们是怎么想的？长安城里能人那么多，朝廷几百个官员，干嘛偏偏要找我？因为我长得帅，因为我说话好听，还是说你们几个想徇私舞弊，所以拉我下水一起捞点？最后一条不对，我们可没打算从彩票里捞点的念头，只是觉得你刚正不阿，是个不畏强权的好汉子，再加上你算是朝廷里里外外官员勋贵中离百姓最近的一人，所以我们觉得你最适合不过。所以你们还是看中了我的脸，这样不行啊，也就是遇着了我，别人可不一定本事就能和长相一般大。所以店家你这是答应了？即便你们夸我好看，也是不可能的，这事太麻烦了。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此次为新年特供：鞭炮、烟花、白砂糖、葡萄酒。你们其实是想把我推出去，用我的公信力来劝说更多人来买彩票，同时让他们相信彩票真的能换钱。是这样。那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做彩票呢？让我当个督察员不就好了？给我一把红花双棍，要是听到有彩票作假，若是有领不了奖金的事，我就去巡查，闹他个天翻地覆。这个活好像挺适合我啊，但得到处得罪人。算了，也不是不行。
李二郎，这事就拜托你了，顺便让朝廷不要那么小气。不用小气，这是什么意思？让朝廷给我打一对金棍，没别的意思。我不是贪图那8、9斤的金子，你懂吧？就是彰显我这个督察员的身份，和金鱼带一样的作用。然后再给我打一双红花双棍，用最好的木头，像是什么铁木啊、紫檀木的，这是用来教育人的。金棍容易给弄坏了，有些折损，那可就不好了。你这算盘打得我在皇宫都能听到了，回朝廷上我会奏言的。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此次为新年特供：鞭炮、烟花、白砂糖、葡萄酒。朝廷上已经通过了，二郎据理力争，甚至不惜得罪礼部、户部2部尚书，为你博来了所谓监督员这个名头，和朝廷职位无关，也不受朝廷管辖。那我的金棍呢？哪有那个东西？店家要是想要，自己打一双去就是了。那我的红花双棍呢？新年做好准备，年后便去发行。说起新年，我这弄了些新商品，你们看一看。这是酒，店家你还研究这东西的？没错，你们尝尝看。那我可得好好品鉴品鉴。酒是好酒，但这些够干什么？倒满倒满。店家，你这酒水有点水平啊。新年那自然是要喝好酒的，不备上一些。这酒水价钱多少？可惜了，店家你若是能配上琉璃杯就好了。500文，500文就这么一点，真特么贵。给我来上5斗。店家，看在我们俩这关系的份上，可要给我挑品质最好的啊。你放心好了，酒水的品质也都是最好的。还有剩下的好东西是什么？这是白砂糖，绝对比市面上的要好很多。店家，你这糖卖多少钱？500文，竟只要500文，这可一点都不像店家你的作风。李老头，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东西，你一般卖的都不会便宜。你说的对，既然如此，那这白糖卖给你就1罐1罐吧。店家，我只是说笑，500文就好。给我来上2罐。店家，那还有2样东西是什么？一块拿出来吧。现在拿出来可没效果，得等到晚上给你们看看吧。你就让我们看个箱子。闭嘴，好好看。这是烟花，一共40发，就是能在天空上开40朵花，价钱也很实惠，只要500文啊！这叫实惠，最多一炷香的时间就要花费500文。你们等等，还有一样东西叫爆竹，我给你们展示看看再说。这东西能不能在战场上起效？貌似吓一吓骑兵，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价钱多少？和烟花一样，都是500文，推荐2个一起买，搭配使用效果更好。店家，你这东西确实有些贵了。过年的时候用，打上几炮，喜庆喜庆嘛。店家，我冒昧一问，不问具体是如何做的，我想知道店家你这烟花爆竹是和哪一门学科有关？是什么新的学科吗？还是化学？你们买这么多爆竹做甚？我们是觉得这东西或许可用于战场上。去我家吧，试试这东西。店家还真是暴殄天物，如此好的东西竟用来新年喜庆。就是明日得好好去批判店家。你们看，这匹马被爆竹伤着了。我们要不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还是明天去问问店家吧，着实是看不懂啊。你们昨天在教场研究爆竹的时候，竟然举着火把能活下来，你们的命是真的大。店家，你这是什么意思？爆竹和烟花，它们俩其实是一样的，发挥作用的是一种叫做火药的东西。这东西遇着明火，极易燃烧。你们昨天不都试了吗？它之所以会爆炸，跟什么黄泥、石灰没有任何关系，那俩东西单纯是为了密封首尾而已。火药这东西本身是没爆炸的能力的，而爆竹之所以会爆炸，原因就在于密封。火药燃烧的一瞬间会产生极其大量的气体，气体会在一瞬间撑开外面的包裹物，造成了爆炸的效果。密封就是为了让它不漏气。而且你们该庆幸昨天没弄出来，要是弄出来了，我就可以去吃你们的席了。威力很大，可昨天也不过才伤了马腿，还那么一小节爆竹能炸伤马腿，难道还不算大吗？火药的威力很大，而且是随着它数量的翻倍，威力也会成倍的增长。要试试吗？试试就试试。这里不行，得换个地方。李老头，这一卦就记你账上了。凭什么记我账上？一卦500可不便宜，这可是要放给你们看的。行吧，那就算我账上，就当是给女儿准备以后的彩礼。威力竟然这么大的，
店家，你这东西是如何造出来的？如果能给朝廷，那定然是。朝廷能给我多少？要买的啊，不然啊，我白送给朝廷。朝廷可以给你封赏。别画大饼，把欠我的先给我再说。你们要是想用，那就过来买。你们买过去之后，是制成武器也好，是私底下偷偷研究配方也好，我还能管着你们不成？不过我大唐除了店家之外，也无人通识这门所谓化学的学科。我记得大唐不是有个很有名的道士叫李淳风？是有这么一人，他竟懂化学。他可是道士，他怎么会不懂的？我虽然读书多，但你不要骗我。当然，我没骗你。你们不同虾人的小子游戏，过来找朕作甚？陛下，是有关烟花、鞭炮之事，臣等有事启奏。臣和阿丑昨日见着鞭炮，便心里断定这东西或可为兵器。昨晚一事也确实能起到金马之效，只是还有些不解之处，故未曾贸然上书。今日拜访店家之后，得店家解惑，故来奏言圣上。那名为鞭炮之物，由一位名为火药之物所造，威力极大，可震山开石。刚才我们在教场亲眼见着的，炸出来一个半人大小的坑，若是把悬成折把都能塞进去。真是如此。鞭炮价钱如何？这造法能否弄来？500一挂，不过朝廷若是大规模购买，价钱应当会更便宜一些。造法如何？臣追问了，店家说这是由化学这一门学问造出来的，而且他还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李淳风应是懂化学一道的。你确定店家真是这么说的？据朕所知，店家好似从未同李成悟见过。店家说倒是应该都懂一些化学的。没想到这么有本事的人，我才给了个6品官，去把李成悟喊来，朕要详细问问。臣李淳风叩见陛下。不必多礼，不知李成悟可了解化学这一门学说？这是什么鬼东西？是羽化还是火化？臣不知。可那位虾线男却说你是懂得化学的。这该死的虾人，老子要挑了他的虾线，为何要给我扣这么大一顶帽子？兴许是教法不同，店家嘴里常常出非凡之语。大丑，你把东西拿给李成悟看看，你可认得此物？我竟然真的懂一些，我自己怎么不知道？这我熟啊，这是虾线男炼制的丹药，臣倒是能闻出几味常见药材。为何会这么说？回陛下，臣嗅得其中有硫磺、硝石、石灰之味，臣偶尔炼丹也会用上这些东西。这是那位虾线男研究出的一种名为火药的物品，其威力之大可开山碎石，非但没有延年补益的好处，反而是一件威力极大的兵器。既然如此，你便先任将坐监少丞，研发火药之用，其余是在意。臣遵旨。你们如何看？臣以为店家所谓化学一门，便是从道士的诸多手段中汲取的经验，故而店家说道是懂。不过店家何等聪慧之人，推陈出新，总结归纳，他之学问早就跳脱道士所学，故而李成自己不知。这很有道理嘛。店家的学说也不再是无根之凭了。玄成要辛苦你了。臣遵旨。他们的脏活累活都是我干。你们竟然还回来了！店家是巴不得我们不回来。你们过去是给朝廷告我的密了吧？什么叫告密？只是此事对朝廷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同朝廷说了下而已。刚巧我还认识你说的那个李淳风，去见了他一面，他可是一伸鼻子就嗅出了火药里有硫磺、硝石、石灰。我想说，那位李淳风知道你把他说的像一条狗吗？呸！店家，李淳风也是天下少有的聪慧之人，他刚翻新了浑天仪，你就不怕他抢了你的功劳？他要是有本事，他就拿去好了。就算他能研究出最佳配比，但是由于材料的限制，也很难造出威力巨大的火药，这是时代的差距。店家，你还真是有底气。我可是问过那位李淳风了，他说自己不懂化学，只是他以为他不懂。店家这化学还真是从道士手中获得的灵感。都差不多，天底下的东西都是一个个元素，化学不过是研究这些元素之间的规律、本质以及组合方法罢了。就和医术差不多，一化不分家的，但说像也不完全像。庄子有云：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这句话听过吧？你有没有想过，天底下最小的东西是什么？没有。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比方说木头燃烧之后，为什么就变成木炭了呢？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还要为什么吗？为什么？如果天底下有一种最小的粒子，由它组成了世间万物，它的结构不同，也就构成了不同东西。很是新颖的一种说法，此前的确是没听说过，听起来也的确有几分道理。店家是怎么想到的？你们有时候也会注意到，如果把水滴在桌面上，水滴下面的东西会被放大。我就在想，如果存在足够大的水滴，或者说一种道具，是不是就能让我看到更细微的东西？说不定就能验证我的想法了。好像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店家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念头不就是随随便便就产生了？那店家既然这么说了，如何去制备这种道具，应该是有了些念头了。是的，不过这个就涉及到了一门叫做物理的学说。今天说了这么多话，我累了，不想再说了。
哪有你这样话只说一半的？今天你是说也得说，不说就不说，咱好好休息，等咱休息好了再说。你这个小老头不是在朝堂上很头铁吗？怎么现在这么怂了？有本事你们上啊！得罪了陛下，无非就是骂自己几句；得罪了店家，那可是要被他小心眼报复的。划不来，划不来！店家，你先前还说化学不比算学，我竟还真的信了。我没开玩笑，这句话我要是吹牛皮，我给你们每人2斤金子，好吧？可算学一道已有1000年，重要倒是重要，可也没见它有什么玄妙之处。1000年前它何用，现在便何用？不像化学那样还有火药之妙用。不行，今天说的够多，太累了，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吧，记着我的话就好。李淳风研究了个把月后，也没搞明白火药该如何制作，便想去找自己的挚友袁天罡讨论讨论。我的头快要裂开了，不能自己一个人受苦，要死咱一起死吧，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看你这么舒服，我比死了都难受。你们来我家干啥？平时在超市混吃混喝还不够，现在还跑我家里来了。店家说话怎这么难听？我懂，不过是想和你交流交流。我最近可是听说了，那位李淳风研究火药，脑子都快裂开了。上次阿丑见着他还很吃惊，问他什么时候转信了佛，把李淳风气的，若不是碍于身份，怕就要和阿丑拼命了。那能怪我？他自己不戴符头，风一吹见不到几根头发。我后来不是同他赔礼道歉了，还送了他1罐茶叶。对了，店家，朝廷买了一批爆竹回去，依你的指点做成了炸药，不过就那么一小包，威力着实有些不够，不知店家这方面还有没有什么改进之法？你们为什么不考虑下在炸药里掺杂一些东西呢？掺杂什么？掺杂碎石、铁片、铜片之类的东西。火药炸开的原因主要是气体里面有碎石、铁片的吧，它们就会咻的飞开。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要做成那么一小包的样子，是以为你们会发现这点的，但是没想到你们是真的菜。别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琢磨怎么光明正大多取几个啊。年30的你不回家陪家人吗？不回，我要蹭饭。今晚你算有福了，我可是要亲自下厨的。店家，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婚了。成婚了后家里就不冷清了。好家伙，在大唐也逃不过被催婚的劫难嘛，不急。哪能不急？我在你这个年纪，头一个孩子都出生了，看上哪家姑娘了？要10家的，我帮你说亲去。不急不急，别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琢磨怎么光明正大多取几个啊。那你这有点难度，女子有能力的压着自己男人的多的是，女方娘家似的，就注定了男人在家里不怎么能说得上话。请参考李老头和房老头。李丽芝是个好姑娘，但她爹不行，她爹难伺候的很，时不时变个脸都能把人吓一哆嗦了。他家规矩也多，那上上下下的看着就头疼。我二儿子就娶了他们家一个姑娘，也得亏是我。我要是你这个身份，那我还得对我儿媳妇低头，也就是我长得难看了。我也知道我那几个女儿不怎好看，要不然我就全许配给你了。我认你当兄弟，你认我当老丈人，咱俩这关系不就好得很？李丽芝那小姑娘长得是真的好看，不是真的大，呸，是真的白，呸，是真的好看。慢慢来嘛，不急。店家，新年好啊！呵，新什么年？好什么好？上元都过去了，那就拜个晚年。这次来是有个好消息同你说。什么好消息？前段时间朝廷不是买了一批爆竹吗？这部分拆开了，按你的说法制成了武器，年初一攻打吐谷浑，15便克敌制胜，只用了15天。火药虽路上损耗不少，可效果极大。还真是不当人啊！不是店家你说的要狠狠惩治一番那些不听话的外邦国家，还要压榨？哦，不对，是要和他们做小本生意。怎么现在突然就改口了？好歹过个新年嘛，那些士卒新年去打仗，有些可怜了。那些人班师回朝后都会有赏赐，不会亏待了他们。朝廷那边的意思是托我给夏县男带个话，能否将火药配方交出来，朝廷必定有大大的赏赐。这么宝贝的东西我可不想交，只要大唐对我好，那大唐只要有钱，还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是大唐对我不好，这不就是一张能用的底牌，欠我的先给我补上再说。欠什么欠？我什么时候欠你了？二郎，店家说的是新钱法的事，此法还在试验中，总得一步步来不是？那我们也一步步来，不着急。朝廷要是需要火药，从我这买就是了。这件事以后再议，还有件事想要同夏县男商议一下，这爆竹、烟花以后便不要售卖了吧？爆竹、烟花是游戏，百姓能见着的新鲜玩意不多，这点乐趣也被剥夺了，怕是不好。可爆竹能拆出火药，若是被有心人，是不是把我想的太傻了？这个账本上记录了每个买家的详细信息及目的，放心好了，早就做了准备，大量采买也就只有朝廷才行。除了阿丑，要是哪家一次性买了100挂以上的爆竹，我就知会你一声。为什么除了我？你要买那么多，我觉得你肯定就是要筹备炸掉魏老头的家，那我肯定是要举双手支持的。
可若是外邦商贾来买，一人只买一点，聚少成多呢？好家伙，你当金吾卫都是吃白饭的？下一条政令，非长安人携带爆竹不准出城就是了。到时候你让金吾卫把爆竹收了，再送我这来，等卖出去了，我分金吾卫那边100文。店家，你心都是黑的。生意嘛，无奸不商。店家还有件事，你屁事是真多，说。我大唐意与你邀周边各国来大唐赴宴，就按照店家先前建议的那样，弄一个什么维护和平的协议。店家，你要不要同那些人见一见？算了，不用，这可是有利你生意的大好事。太麻烦了，我现在1个月好几百贯入账，光朝廷购买爆竹的费用就够我潇洒活一辈子的了，和他们谈来谈去的累。你倒是挺洒脱的。此刻秦琼府上，秦琼因身体原因长期远离朝堂，大过年的又生病了。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父亲，有捷报传来，段将军征讨吐谷浑，半月克敌至上，斩杀吐谷浑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智玄本事我是清楚的，半月攻下吐谷浑，就是药师都做不到，更何况是他。此事皇城传来，孩儿不敢说谎，只是据说此战非段将军功劳最大，段将军也只是仰仗虾县南研究出的火药之力，方才只用了半月时间。虾县南的火药，这我还真没听说过。这虾县南是谁？父亲最爱的茶，最喜吃的面包、饼干，包括今年饮的那葡萄酿，都是由那位虾县南造出来的。那火药又是何物？听起来像是个药，是什么样的神药，能让智玄那家伙也是如破竹了起来？父亲，火药并非是药，而是一种武器，孩儿没亲眼见过，不过听兵部的人说能开山碎石，几人之力，一些分量火药就够摧毁城墙。便是如此，段将军才有如此神速。还有这种神兵利器，智玄倒是好命，沾着这么个福气。待段将军班师回朝，孩儿便请他过。你去备好马车，我且去那大唐超市看看。父亲，外面天寒地冻，我还没老到那种程度，是去见人，又不是出去打仗，慌什么慌？老子是出了这道门就得死吧。叔宝，你怎么来了？身体好些了？身子好些了，我是听闻长安城里出了位少年英杰，特意来拜访，今日一见，果真不凡。这是礼物？是，草草拜访，略备了些薄礼。你瞧瞧，人家老叔头一回来就给我送礼了，不像你们几个一天天尽在我这吃白食，从你们那赚不来几个钱，全都被你们给吃回去了。要说整个超市里谁不是吃白食的，那肯定是我。牛肉、羊肉都是自己备的。玄城、玄灵这两厮真是臭不要脸，不过咱也骂不过人家，只能当个大冤种了。老叔以后多来碗，月儿超市里的东西都备一份，给老叔当做回礼。店家，我觉得相处这么久了，没送你什么礼物，确实太过怠慢。这样吧，明日我给店家备上一些礼物，我收了，不过你惦记的回礼是不可能的。呸！再狂我就把你丢出去了哦！你们可真是够闹腾的。可惜你身体差了些，若是能常来也是件好事。老叔身体是什么毛病？某戎马一生，大小200余战，血流何止几壶？料想不生病，也就只有知节这种天赋异禀之人才能做到了。叫他知节骚得慌，你看他这样子，哪点和知节能沾上边的？叫阿丑，就算别人不认识他，也都能清楚阿丑是在叫他。阿丑，你这才来了多久？好的不学，坏的倒是学得挺快。朝廷推举出来的这个叫彩票的东西，1文钱就好了，以小博大，这不是福利是什么？说不定多买几次，我也能中个2亿出来。看过郎中美，老叔得的是什么病？气血亏损，左右没什么胃口，身体就一年年削瘦了下来。也得亏店家你的出现，卖的那些吃食，好歹是能让我每天多吃上一些。肚子里没闹虫。孙老神仙也这么猜过，也觉得我是虫病，不过治了一段时日，他便否决了这个想法。你这个病，我倒是有个主意能治。还肯请下县南失手救治我父亲？别跪，我只是说我有个主意，没说一定能。你孝顺归孝顺，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啊！我见不得别人跪我。虾县南是有什么主意？老叔这病，孙老神仙说的是气血亏损。对，不过一般补血益气的法则没有。那是因为方子不够好，既然老叔是缺气血，那就往身体里输点气血就是了。店家是何意？输气血又是何意？是要往身子里输入别人的血液。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想要施展出来的话，限制很大的。是需要什么特定的人吗？店家尽管开口，某自会。莫要害人性命。害人性命倒不至于，只是麻烦。每个人的血液都有一种型号，这人甲型，那人丙型，只有相同血型的人才能够互相输血。你们大多都是上过战场的，知道哪怕失血有些多，只要治疗的及时，就不会有性命之危。所以同一血型的人，每个人采那么一点点就好。其次就是工艺问题，怎么把血给输进去，这个很难。
看我干嘛？我没那个本事把这东西给搞出来。我就说一个思路，你们可以先拿猪做试验嘛，看看怎么样能从猪身上采血，不伤其性命，又怎么能够把血给输到猪的体内？比如说一根细针导管什么的。多谢虾线男指点。虽然可以拿猪做试验，不过猪毕竟和人不同，你家里应该是有点势力的吧？你这问题问的，我该怎么回答？叔宝曾救驾有功，现在虽远离朝政了，不过因为曾经的功绩，朝堂上哪怕是地位远比我们高的人，也愿意卖他一个面子。那你去捞几个罪大恶极的死囚出来，家里也有郎中吧？让他们把那些死囚就是像庖丁解牛那样，你懂我意思吧？虾蟹男，此法是不是太过残忍了？是残忍啊，但很有必要。想要更好的医术，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店家，此事还请休药。为什么休药？我问你一个问题，人有多少块骨头？人涵盖周天之数，那自然是有365块骨头。呸！不管男女，都只有204块。这个数字也太精确了，难不成他一块一块的数过？喂老头，打赌吗？10斤黄金敢不敢？不敢。没必要那么大心理压力，天时地利对种田有什么影响？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把人身体研究清楚了，又怎么看病？虾线男说的在理，前所未有不代表此路不通，这件事便由我去做了。你又来了，说吧，店家又弄出什么新玩意了？店家今日说人有204块骨头，言辞确凿，不像是同陈开玩笑的样子。他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嘎国人亲自数过？平常目无尊纪，逍遥闲散也就算了，可要是漠视生命，那就太可怕了。来人，去查一查，看看真假。陛下，已拆解出来，确实是204块骨头。臣等调查过，在虾县南周边并未有人离奇失踪。臣等也查过，近10年来，宜阳坊及周边方市的凶杀命案，暂无冤假错案。那些贼尸也掘开看了，无一具被拆解。店家果真是没做出那种龌龊事的，兴许是偶然之下听别人说的。陛下，店家虽不会去做那违规背德之事，不过秦家怀玉郎君要做这事。我记得怀玉是个明事理的孩子，他怎要去做那种事？店家说可治叔宝之急。让太医署给怀玉一个官职吧，以新医法的名义让怀玉去研究，就说这是朕的旨意，是朕要他们去研究这个东西的。父亲，城中有件事闹得不小，听说朝廷要拿活人来研究医术了。你消息倒是灵通，这事我们别掺和进去。你弟弟上次一闹，把为父的名声坏了不少。父亲，这事可是那下人起的头。胡闹！小小一个县男，哪有这个本事说动陛下的？父亲息怒，孩儿不敢妄言。好了，陛下既然信虾县男，那就证明虾县男是值得相信的。你最近走访，想来是认识了不少郎中。孩儿倒是耳熟几个郎中。父亲是身体有什么不适？为父近日身体不适，只觉得心中作梗。你既然有心四处打听消息，那就给为父请一个能用的医生来，最好是如孙老神仙那一般的人物。孩儿遵命。我可不是吃哑巴亏的人，既然是虾人搞的这一出，那就看我怎么搞你。店家，我回来了，多日不见，我给店家备了一份礼物。平白无故的，你给我送什么礼物？店家不是把火药举荐给了朝廷，我先前便是去的凉州，今次讨伐吐谷浑，便有我一份。你这出手可真是够大方的，你怎么知道我想要金棍子的？店家的火药之法，给我省去了大把的危险、麻烦和时间。朝廷与我的赏赐也比这几斤金子多得多。回来后是听阿丑他们说起过，店家最近缠金棍子缠得很，就请人容了一对过来。老段，好兄弟，以后要是有什么你搞不定的，还不怎么麻烦的事，我给你打一个包票。看到这双棍子，我也想起来了，彩票的事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在这几日，旨意便会发下来，到时候店家惦记的另外一对棍子也会一并发下来。郎君，我们读书少，您可别骗我们，那朝廷有这么好心给咱们送钱来啦？我听起来咋那么像赌房的勾当？咋就说是朝廷给咱们送钱？总共36个数字，有7次机会猜，只要猜中一个就能回本，要是猜中2个，那就是赚9文钱。这不是送钱，这是什么？哪有说的那么容易？36个数呢？运气再差还能差到这种程度，你们就瞧好，我靠着这东西发家吧。赌房只是头子，猜个大小就有多少人血本无归，这东西可比大小难猜多了。头子不一样，那下注多大，要把整个身家都他赔进去的。朝廷推举出来的这个叫彩票的东西，1文钱就好了，以小博大，这不是福利是什么？说不定多买几次，我也能中个2亿出来。兄弟们别问，问就是彩票滞销是吧？皇榜里还说，请了虾县男持红花双棍监督彩票一事，若是有违规作假，可向虾县男举报。那虾掌柜不是商贾吗？他什么时候成了县男了？
我听说那是年前的事儿了，但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县南应该很大吧，不然有人作假他都能管着的。下县南18厘米起，咱万年县的县令就和县南的品级差不多。我见过夏掌柜，年轻又帅气，没想到他竟成了县令老爷。我中了一个3等奖。我也是3等奖。大家这次也看到了，朝廷是不会克奖金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第一次彩票售卖共卖出去1300余份，共计为10贯，其中的2成将会拿到下一期的奖池中。不仅如此，这一期的奖池还剩下6贯600文，将会累计到下一期的奖池之中。现在我宣布，第2期彩票正式开始售卖。店家这彩票还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其实我有个想法。店家又冒出什么主意了？你说我要是在外面散布一个消息，说研究算学能够计算出彩票号码的结果，会怎么样？店家真能算出来？你这是什么表情？你该不会是信了吧？不过要真是硬是算还能算出来的。放心好了，就算有这个方法，也没人能做到的。那店家能透露是什么方法吗？彩票开奖说是随机，其实也不算完全随机，它只是一个复杂的算法。当小球落下的角度、速度已知，又知道了箱子里其他小球落下的角度、速度，并知道它们发生多少次碰撞，以什么角度等等，所有的信息都整合起来，其结果必然是注定的。那根本做不到啊！店家，你若是把这个法子给说出来，哪怕是不曾读书过的庶民也不会信。我没说要把这个东西给说出去呀。那店家方才说研究算学能够计算出彩票号码的结果。对，就只是说这么一句话，只是为了促进算学的发展。研究算学就有机会获得几10贯乃至于上百贯的钱财，一定会让他们很有动力的吧。算学博士们也不会去做这种事，至于普通庶民，他们也研究不出什么。你觉得庶民研究不出来什么？算学一道博大精深，就是算学馆的那些大家都穷手好精，可怜店家那道算题。你该不会以为现在的算学知识很深奥吧？这才只是刚入门的水平。你说的那些算学馆的家伙确实领先一些，可也没领先多少，而且靠那些人不知几何才能够在算学上登堂入室。就算你不相信庶民的力量，好歹试试又不耽误什么。那店家你想怎么办？我要请几个托，就是一种烘托气氛的人，内部操作选一个人中大奖，然后对外就说受我指点学了点算学，可以研究出来彩票中奖号码。这钱得彩票出。废话，不然我出。我怎么觉得你是想从朝廷这骗钱呢？那点钱我看得上，选出来的人再借口说只是想试试算学是不是真的能算出来，对钱没兴趣，给捐出去修路就是了。如此一来倒是挺好的，日后若是长久没人中大奖，不仅可以说他们没那个运气，也能说他们没找到方法。那我回头和朝廷说一声。至于人选，李家大娘子你看行吗？可以，她挺合适的。这位娘子中了1等奖，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很高兴。此次中奖数额高达4贯多，这位娘子打算怎么花这笔钱？捐了吧，春明门外的路不好走，这4贯看看能修多少就修多少。这位娘子真是好心肠，竟然视金钱如粪土。以后中奖也会如此这么做吗？我以后不会再买彩票了。这是为何？只是前些日子虾县男同我说起，彩票是能算出结果来的，我不信，就试了试他教的法子，没想到竟真的能算出来。算出来？算学还能有这种效果？是的。你们说刚才那是真的吗？算学那种东西还能算彩票的？这我上哪知道去？我只认识1、2、3，你把4摆出来，他认识我，我都不认识他。我觉得不可能，算学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只要是能算得出来，彩票就别卖了。大家都算出来了，朝廷不知得赔多少铜钱出来。我看这就是朝廷打出来的幌子，就像山谷那样，找个由头来让我们买彩票的。若你觉得是真的，那你说说怎么算？我是不会，可那是虾县男提出来的。虾县男的话你还不信吗？虾县男的话确实可信，但能把彩票算出来，还是太过骇人听闻了些。店家你这一手可真是绝了，如此上学的风气，怕古往今来独此一份了。他们可不是向往知识，而是向往金钱的。不管是为了什么，肯去学习不就是好事吗？我就不喜欢你们这样学知识为了什么？为国为民。可是能成为宰相的才几个人，不说那么大了，就是能成为一方水土的县令，成为有实权的官吏，那才几个人能行？1万个读书人里能出10个吗？不管搞什么，首要的就是要把肚子弄饱。学习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弄饱肚子，弄饱了肚子，
了才有资格去想其他的，就是为了钱，所以努力去学习有什么不好的？做出成果来，哪怕是为了钱，不也是伟大的？门外那道题现在还没人解开，可要是有人为了钱把这题目解开了，就算你们不承认，他也是除我之外大唐算学水平最高的人，不是吗？到时候你们花点钱请他著书立传，把自己的心得给写下来，和刘辉做9章算经注解又有什么区别呢？不对，店家你这都是什么歪理邪说，可不能助长这种思想。本来就有数字，为何店家要弄出一个个小符号出来？因为方便，个位数上来说，那的确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无非就是汉字的笔画多了一些。可到10位数，用字符2个就行，用文字的话就得写3个。最关键的是培养一个逻辑，一个十进制的逻辑。请教，这十进制是何物？就是满10进1，这叫10进制。原来如此，那这么说，满2进1就是所谓的2进制了。那为什么我们会用这10进制呢？而不是什么2进制、3进制？你要跟我杠是吧？你数数你的爪子有几根？长安真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赞普，您最好还是隐藏下自己的身份，这里是大唐府邸了。不，我相信大唐是不会对我动手的。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去打听一下那个雷霆一样的武器究竟是怎么来的。这几日我去了长安城里的上几房，见到那些大家大户的门房竟然在读书学习，或是用木棍写些东西。就连那些庶民百姓，他们也同样在读书学习，用木棍练字。这就是吐蕃和大唐的差距吧？若是我吐蕃学风也能有如此之昌盛就好了。赞普，趁着几日去长安城里打听到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听说大唐人过年的时候，整个长安城里都是一阵雷声响动，似乎和大唐攻打吐谷浑时所用的雷声一样。那是一种名为爆竹的东西，是东市一家名为大唐超市的铺子卖的，威力不小。过年时有人不按规章燃放，甚至被炸伤，伤口如被灼烧一般，和吐谷浑那边传来被大唐用天雷所伤的人伤势差不多。而且朝廷兵部每个月都会从大唐超市大肆采购一批爆竹。如此关键之物，怎会授予妄自在民间流传？那大唐超市的掌柜是谁？那家超市的掌柜叫夏人，是大唐的县男，长得很好看。我虽没亲眼见过，不过打听消息的时候，一说起夏县男，就一定有人说想把自己女儿嫁给夏县男。他还是长安城里最大的算学家，出了一道算题摆在超市门口，过去好几个月了，都还没人能够解开。还传闻他有一个叫李白的化名，写出了2篇让所有读书人都为之敬服的诗篇出来。不过也有人说，李白并不是那位夏县男。废话这么多，就是想说这人受百姓爱戴，并且在大唐无官职，这可是个人才啊！若是能为我所用，走去大唐超市看看。某是吐蕃赞普，听闻夏县男是大唐少有的贤德，特意过来拜访一二，这是给夏县男略备薄礼，希望夏县男能够喜欢。有心了，去拿2盒茶叶回礼。夏县男，你这超市里的东西可真是让人吃惊，不知怎么做出来的。商业机密，您好像没把全部商品给摆出来。是有些东西没摆出来，你是想要什么？听说超市里是有烟花、爆竹这2样东西，我想要买上一份，回去热闹热闹。的确是有，不过那东西不怎么安全，就没摆出来。你是要买？这东西可不便宜，一份就要500文。那就每样给我来上一个。金吾卫和不良人今晚会在使馆附近盯梢，你们必须在今晚放完。吐蕃人发现了，他们还真是够敏锐的。毕竟新奇的东西就这些，这松赞干布也是了不得的人物，不说能比得上你们，怕是不比阿丑差上多少。可惜了，若这小子是唐人就好了，想来日后一个兵部侍郎是没什么问题的。也得亏店家早有防备。松赞干布派人经过一番实验后，确信了爆竹和烟花的威力。大唐对这2样东西管控的这么严格，想来多半就是和攻克吐谷浑的天雷有关了。吐谷浑那边传闻说是天雷破城，我一开始还不信，只当是吐谷浑那些人守不住城。现在看来，这东西要是多些，还真说不定能破开城墙。这东西不能从大唐带回去，真是可惜了。若是今晚放不完，指不定那些不良人金吾卫要搞出什么事来。这鞭炮是一小节一小节的，我们用一些再留一些，拿回去之后偷学，就算不能琢磨出大唐那般的天雷，就是能学到几分，那也是我吐蕃的一大幸事。赞普，你可真记人机智。
这位吐蕃的赞普，请你把偷偷私藏的爆竹交出来吧。你若是肯交出来，此事我宣且当睁只眼闭只眼；不然，若是我上报朝廷，这事就不好解决了。什么私藏？你在说什么话？不要装了，爆竹有1000响，昨晚我侯在使馆外数了，连500响都没。我擦嘞，真数了？这群人就这么没事干的吗？朝廷知道你们或许会对爆竹感兴趣，让我们时刻留意着这些东西。吐蕃赞普就莫要弄得难看了。给，你们是真的闲得没事做。你瞧瞧，这吐蕃赞普还是有些脑子的，还能使出暗度陈仓的计谋。陈同他有过几次交谈，确实少有良谋。吐蕃有了一代明君，不过吐蕃星星之光难以同大唐皓月相比。先前贸易商贾之事谈得差不多了，今日来，朕有一件事想要问问你们，你们觉得朕该不该把火药纳入清单里？陛下，臣以为不该。火药乃重器，哪有出售火药与外人的道理？这岂不是把刀送到敌人手里，架在自己脖子上？肤浅，火药造法难得窥见其中真谛，便是那位李淳风邀请道人10数位，日夜研究，现在也不过只得紫烟售卖出去，他们又琢磨不出造法，又有何担忧的？但是他们能用。他们能用又如何？此物掌握在虾县男手里，我们是源头，他们还敢对源头出手不成？陛下，臣以为该同虾县男商议一番，对外增价而售，再巧立关税，1份爆竹，虾县男拿600文，我朝廷亦拿600文，外邦诸国1年怕是能平增1倍税收。这老小子比我还黑啊，竟然想和虾人拿同样的钱！不仅如此，还可普及我大唐钱财，增加我大唐国库的黄金储备。交易之事，货币结算方面，各国特产资源如煤、铁、铜矿可占1/4，我大唐现流通货币可占1/4，剩余一半用黄金结算。依玄成公所言，这火药交易一事，虾县男与朝廷平起平坐了。依我看，火药之法哪用得着那些道人研究，直接从虾县男手里要过来就是。那朝廷把先前亏欠店家的封赏给了，新钱法了是？不会一个县男就打发了吧？火药工程的事，你们该不会准备把功劳全算在段将军头上吧？此事稍后再议。这所谓的世界会议也是虾县男的提议，他也有不少出谋划策。朕要看看这场会议能给大唐带来多少好处，再一并封赏与他。朕时期从军，而今也有20载了，大大小小战争的有100余起。初年里随朕征战的人啊，没几个活着的了。这普天之下，莫非唐土；率土之滨，莫非唐臣。朕深觉此前历朝历代都没做好王者的本分，朝内安抚好了，朝外却始终战乱不断。放眼望去，天底下竟难得一片没有战火的土地，朕深感愧疚。无规矩方圆，而天下不利。朕打下吐谷浑后，思来想去的睡不着。朕觉得要立一立这天下的规矩，便把诸位请了过来。朕意欲在诸国间施布律法，为外臣法，不可轻易开战，有纠纷请示我唐，不可侵犯边疆。伟大的天可汗，我的国家能不加入吗？当然可以，不过既然不愿成大唐的外臣，那希望你也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伟大的天可汗，我只是问问。那除了这些东西，与我们有什么好处吗？好处那自然是有的。我想你们都应当是想知道大唐是如何攻克吐谷浑的，你们或多或少都应当听说过天雷的传闻了。天雷之谈纯属无稽，神鬼之说就更属荒诞了。这种武器其实是我大唐的一种新式武器，名为火药。你们中或许有不少人已经注意到了，这城中名为爆竹、烟花的存在，那东西就是由火药制成的。火药这东西属于管制，不可轻易出售，也不能轻易出售。不过若是肯做我大唐外臣，这火药虽也不能直接售卖，但烟花、爆竹一类可酌情售卖。好家伙，是真狗啊！天高地远叫一声大唐爸爸，和真的给大唐单子，那能是一回事吗？伟大的天可汗，敢问我们购买爆竹的价钱是多少？唐钱1贯200文，可用大唐指定的资源，以大唐商贾市场的均价来结算。大唐要什么资源？煤、铜、铁、金，若是粮食、木材等，我大唐也不拒绝。购买爆竹、烟花还只是小道，成为我大唐外臣最大的好处便是贸易。我大唐可担保各国的贸易发展。诸国之间生存与发展是大问题，有的国家粮多，但缺乏铁矿；有的国家铁矿富裕，而粮食匮乏，只靠那些商贾贸易往来，颇为不便。我大唐深感此事不利，所以便打算为你们这些外臣提供便利，以我大唐为中心，制定各种商贾贸易之事的标准，诸国联合发展。天朝商国为我们提供这些便利，我们需要付出什么？倒也不算什么强制的要求，只是为了各国贸易方便，我希望各国能够以唐钱作为结算货币，并非各位担心的那样，大唐并不强制要求你们使用唐钱，只不过以物并不方便，总有你有所需，可非他人所要的时候，如此一来免不得要用上钱财。吐蕃之货币不可流通于市围，契丹之货币不可流通于回纥，可既然总要不免要用到钱财货币，那不如就用大唐货币。我皇大唐天朝之威，总能担保各不使用时货币之价值吧。不过既然使我大唐劳烦，自然各国也需表示一番，仅需外臣每年10万贯的劳务费及入关、出关等税收。当然，作为天朝上国，对于外臣我们是心怀怜悯的，
准许以各类物资作为抵价之物，和此前相同，依旧是要铁、煤、黄金、白银一类之物。若诸位有问题，或是觉得有什么商榷之处，尽管提起吧。此事慎重，需要多议。若两国之间纷争，非战不可，大唐该如何处置？那便战，不过需两国共同向大唐提交战书。若有一方避战，不可强行开战，大唐会涉入调解，不可逾越两国境地之外，不可使百姓平民有太多损伤。若我国内有人意图谋反叛乱，可否向大唐借兵？国内是国内了，非必要，大唐不会借兵。若真需恳求大唐借兵，需详细而已。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会议结束。此刻小朝会里，此次议会，我大唐挣了多少？共计230万贯，这些仅仅只是外臣朝贡之费用，吐蕃有意爆竹，不过具体多少还在商榷之中。今年大唐的朝政收入能够有多少？臣根据去年商税，尤其是外邦商贾之贸易数据做了个粗浅的估算，至少应该是能比去年平增1倍，这还没算上那230万贯的收益。这攻城略地之人常有，可能治国安邦的大才不常有。区区几句话，办几件事，能让国库税收翻倍。不仅如此，亦在一言一行之间扬威立德，一石二鸟。说说吧，朝廷该怎么赏赐他？陛下，臣以为可封侯。县侯会不会差了些？店家可是常对朝廷还亏欠他那么多东西很有怨言的。朕头疼的便是这个，以店家拿出的这些东西，莫说一个县侯，就是郡公也不为过。可即便是郡公，也无法和店家的功绩媲美。不过，既然玄城你说了一个县侯足矣，是有什么别的想法？陛下，臣以为封店家为万年侯。臣以为不妥，长安乃京都，天子脚下，哪有把京都封赏给他人做封地的？玄城，你此言着实荒谬了些。玄城向来从不会无的放矢，朕要听听你为何会有这样的念头。凡有封地不在朝堂任职的，都是回了封地。以店家的性子，说不定哪怕大唐超市依旧继续营业，可人是要躲回自己封地里去的了。店家的性子还真很有可能做出来这种事。臣以为，既然店家不愿入朝为官，总得把他死死拴在长安城里。一来是出了什么东西，臣等也好向他请教；二来万年县之重要，不言而喻，可向店家展示。陛下，朝廷是如何之看重于他，陛下也更易感化他。玄城言之有理，朕深以为然。那便封虾仁为万年侯，10亿宜阳方吧。店家，好久不见了。我还以为你们死在平康坊里了。我等像是那么不节制的人，只是朝廷最近事务繁多，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抽不出时间。忙这个字跟你有关系吗？今天来是有个好消息要同店家说，朝廷先前那般事务忙完，现在终于把店家的封赏给定下了。还是爵位嘛，这次总该要有封地了吧？店家功劳很大，朝廷商议后决定封店家为万年侯，封地就是这万年县10亿宜阳房。这不跟什么都没有差不多吗？朝廷可是很重视你，才把万年县这么重要的东西当做了你的封地。万年县那可是长安的一半，父皇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虾仁了？父皇都没对我这么好过。你跟我说说哪里好了？这东西虚得很，就一个侯爵的帽子，万年县当我封地，我就能随便折腾了。其次，你看看这个10亿，好棒棒哦，竟然给我一个方，可这宜阳方有一半都已经成我家了。哎，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这个10亿的意思就是指宜阳方的税收归我吗？是的，没错。我是宜阳方人，大唐超市是我的产业，那这税收是由我来出的，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便不用再交税收了？确实如此，不过宜阳房的管理、修缮等事都得店家你自己来负责了。既然不收我的税，那我有些话就不得不说了。大富翁最近我们没少玩吧？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最显著的规律？那还不简单，搞钱呗。阿丑向来是能出惊人之语的，我赞同阿丑说的，不过只是搞钱2个字，未免太空洞了，本质还是钱财的走向吧。虽然大家一同游戏的资金差不多，可游玩到最后，钱财总是跑到更有钱的人手里。没错，这就是所谓的富者越富。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肥皂、2锅头、泡面、挂钩。所以我有个想法，朝廷既然考虑了要收一帮商贾在大唐的贸易，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收取大唐百姓的税收呢？这自然是不可的，商贾小税，没必要为了这些蝇头小利而闹得百姓民不聊生。就是，别看店家你挣得多，可天底下大多商贾比之农户都还要差上一些，走南闯北，冒着山贼、绿林的风险，一年才能赚上几贯，勉强糊口度日罢了。若再朝他们征税，活不下去，那就要闹事了。
大唐境内有山贼绿林之患，这不是朝廷的问题吗？他们本可以不冒着这种风险。不说这个了，就说一说这个税法吧，没必要盯着商贾去收税嘛，就设立一个起征点，比方说从一个月赚300文的开始，每个月要交10文的税收，收入若是超过了500文，那就要交15文，过了1贯要交30文，过了10贯又要多少？为何店家你不早些说？那不是我之前交的税要给朝廷吗？那我肯定是不愿意多掏钱出来的。那现在你怎么说出来了？那不是现在环境好，我寻思就出几个主意，让人能多赚钱，我这超市的生意也就会越好嘛。可是，一整个宜阳坊要我照顾，我不赚钱，怎么把园林给修起来？好像哪里不对，又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店家，你可知那些人对你的称呼？称呼无非就是虾掌柜、虾县侯，难不成还能有什么别的混号？他们唤你虾万年，还行还行，夸我嘛，千年王八万年龟，总归没成王八就是好事。龟寿5000年为神龟，万年是灵龟。我看店家你不如给自己取表字，就叫灵龟好了。我要是灵龟，那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憨巴龟。灵龟多好，多喜庆的一个名字。呸，滚犊子！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肥皂、二锅头、泡面、挂钩。店家又上新货了，那一堆花花绿绿的是个什么东西？看上面写着一道道菜名，莫不是里面装的是菜？那东西待会再说，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你们最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对那东西其实蛮感兴趣的。放心，你们对这东西的兴趣绝对比方便面要大很多。这是二锅头，是一种酒水，500文一瓶。这名字听起来有点不够雅致。好酒就行。再说了，这酒也不怎么雅，尝尝吧。这一瓶算我请你们的。有这么一小杯，你看不起谁呢？你想让我做小孩的桌？你可别避避了，喝完再吹好吗？好家伙，干吃这酒有些顶不住，有点配菜就好了。来，干！好酒如此拙劣，还是头一回品到，店家可真是心灵手巧，也不知怎么酿出来的。店家，给老夫备上20瓶。你要买，那我肯定是要卖的。不过酗酒伤身，尤其是这么烈的酒，此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休得多言，老夫是什么人，这点自制力还是有的。此话当同阿丑说。说你姥姥的头，我是那种酗酒如命的人吗？老子只是酒量好。店家，那些是吃食吧？我方才听你说叫他们方便面，是一种食用极方便的面食吗？哟，你还能记着这个呢？这叫泡面，的确是一种挺方便的吃食，一袋是10文，泡面配酒，天长地久。店家，这东西能储存多久？能储存1年左右，不过不能碰水，也不能在太热的环境里。店家，一种口味给老夫拿上1包。俺也一样。虾万年，我姑且斗胆这么叫一声，这是我吐蕃和大唐商议好的贸易订单，共计购爆竹3万份，烟花15000份。玉儿，来批个条子，再去同金吾卫府衙的说一声，明天过来超市门口拿货，我会让人送到门前，到时候逐一清点。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笔生意，想要同店家商议。有多大？要只是想买一些东西，去和玉儿说就好了。我想要店家能够为我吐蕃提供二锅头、葡萄酿、盐、汤、暖水壶、茶叶以及泡面。好家伙，盐订购了60万份，其他物品都是3万份，赞普所要之数量还真是惊人。放心好了，这些不算多，什么时候大唐人肯这么向我拿货就好了。我记得大唐对粮食出口似乎是有规定的，外邦人过来买粮食要和府衙报备，报备之后得到府衙准许才能售卖。你很想要买？近年来国内水灾泛滥，急需一批粮食救灾，方便面耐储，我便起了这个心思。这个小子还是太嫩了，正在用得着这么贵的粮食，其实是在想着攻打吐谷浑吧。粮食紧要，你是吃不下来的，这事你还是得和朝廷商议。不过我能替你出一个主意，你不能直接从我这购买方便面，所以你为什么不考虑下从朝廷那买呢？大唐朝廷可太畜生了，我找他们买不得坑死我，不过也没办法，总得给以后铺好路。吐谷浑老子必锤他。松赞干部想让虾人给他打个折，也想谈谈关税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便灰溜溜的走人了。赞普，你辛苦了。这位虾万年可真是一个难缠的人物，安排人手去查查这位虾万年的人际交往，小心些，别露出任何马脚。这唐人一个个都鬼精的很，我就是神色有点不对，他们都能把我心里的想法猜得一清二楚。最好是看看有哪些人是记恨着这位虾万年的。赞普，您不是很看好他的？是啊，我很看好他，可我看好有什么用？天可汗如此看好他，都不能让他入大唐朝廷为官。我看好他，便是能让他为我吐蕃所用了。
你还记得去年1年土拨税收有多少吗？这算堂钱，应是有300余万贯。方才我在超市里就花了30多万贯，以此来算，吐蕃每年财政收入至少得有1/10是为那位虾县侯挣的。这样的人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任何人所用。以前的大唐虽强，可我还能看到他衰败的时候。可现在有那位虾县侯在，看到他对长安城带来的那些变化，带来的那些影响，我甚至看不到大唐还能怎么衰败。太危险了，他真的太危险了。这样危险的人，既然不能成为自己的武器，那就毁掉。赞普，臣调查清楚了，夏万年深居浅出，并无太多人际交往。半年前，夏万年曾与大唐云国公张亮起过一些矛盾。在夏万年还未受大唐朝廷封赏之时，云国公张亮之一子就曾打过大唐朝氏的主意，后被夏万年亲手杖刑。就这完了，那一子于云国公而言很重要，并不重要。那一子我见了，现在苦苦度日，毫不狼狈。就这还有吗？我觉得还可以有，真的还可以有。真的没有了，我的宝。やめたい。今日收到国内情报，说是国内的那些玩意又开始蠢蠢欲动了。看来是我离开吐蕃太久了，大唐也批准了官文，我要打算回去了。再不回去，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又要乱了。许多事交给别人做，我不放心。你留在大唐，看看有没有机会抓住，能把那虾县侯给解决了。只要不连累吐蕃，你要什么我准你什么。若是有机会能把那位虾县男拉入吐蕃里来，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哦，是，臣明白，您瞧好吧。这护手霜倒是好用，我是觉得皮肤越来越好了。那是您的皮肤本来就好，肤若凝脂说的就是您了。油嘴滑舌，可惜了，这些东西好是好，就是贵了些，肚子有些大了。要再这么用下去，郎君那边可就要有意见了。我倒是有一个法子，您知不知道彩票这东西？那东西我自然是知道的，你是想让我去买彩票吗？那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够中得能供我花销的钱财？这彩票铺子里的人还是认识的，也和他儿子交好。上次中了大奖的那位李家娘子，其实是彩票铺子的人暗箱操作。这头奖可是有300余贯，拿回来后倒是能供您花上一段时日。这恐怕不太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那些钱别人又拿不走，不如取来供您花销了。只需给那人几10贯打发下便好。可我听说监督此事的是那位萧万年，是个不讲情理的愣头青。只偶尔一回，就是您运气好，他又能说什么？又不是要您次次都中，这钱财供养也是要时间的。等您这300贯花完，再中一次就是了。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やめたい。大郎，有人中头奖了，拿到那300余贯了。我操！还真有人能中特等奖啊！这种好运真是难得一见。去查查中奖的是谁。店家，你查这做甚？是听着什么风声呢？没，只是运气太好，好到让我怀疑，我这不是领了个监督的差事，总不能吃白饭。再说了，那2对棍子我到现在都还没用过，平日耍耍总有些心痒。掌柜，这中奖的人是云国公的义子，父姓公孙，单名一个节字。这是他第4回买彩票了，先前3回都没中过奖。店家是准备慢慢调查，还是按常理来说，应当是要调查的。比如说，调查一下这个叫公孙杰的有没有和彩票站里的人有经济往来，或者查一查这个公孙杰和彩票站里的人有没有亲缘关系。但是这样太麻烦了，所以我打算晚上炸他们一炸，去和彩票站的人说一声，我晚上要见见他们。我家郎君说了，晚上让你们去超市，他要见你们一面。敢问小娘子，夏万年为何要见我等？你们心里有数。说吧，我劝你们该说的就说吧，不然……敢问夏万年，我等要说什么？是如何巧做账目，让那人中得特等奖的？我操！他知道了，他真的知道了，这不完犊子了吗？你们应该知道，夏万年是天底下最顶尖的算学大家，这算学学到尽头，能算天下大大小小所有的事。你们以为朝廷为何要让夏万年来监管？你们以为私底下那点小伎俩就能瞒过夏万年的双目了？现在认罪，可当从犯审议，不过削职杖刑。若是不认罪，让夏万年说出来，那可就是主犯，轻则流放，重则问斩。下官认罪，下官认罪，非下官之愿，实乃是公孙杰那小人以其义父之名相逼，下官不得不如此。还真炸出来了，胆子也是够小的。不可能，这账目每日我都查看，开奖的时候账目对应的就是那一串数字，而且方才来的时候我还特意重新翻了下，那公孙杰是于昨日买的彩票，号码就是头奖的那一个。说说手法吧，你是怎么暗箱操作的？
昨日公孙杰来买彩票时，小人登记时只录入名字，并未登记号码。事先下官准备好了写好数字的纸，用清水糊在了账目上。昨日他二人查账目时，我特意挑拨油灯，引短灯线，火光昏沉，他们看不太清，也就没察觉到异样。等今日开奖时候，趁众人目光在摇奖转轮上时，替公孙杰印了一张新的彩票出来，再把昨日糊上的纸撕开，重新写上数字。等公孙杰上去领奖，核对账目的时候，就分毫不差。这可真是个狗东西啊！我虽没跟着舞弊，可也跑不了一个视察之责。原本可能还在这熬1-2年就能升官，这下可算是官梦破碎。那公孙小儿给了你多少钱财？头奖奖金扣除税收余287贯，准了我37贯。果真是个憨批，看来钱帛果真是最动人心的。那公孙杰住在哪？是另有住所还是？他是云国公一子，颇为受宠，现在就住在云国公府上。去，把我那2对棍子取来。店家，你该不会是想现在就出门，把那公孙杰给抓起来吧？不然呢，我可是手痒的不行了。你这会不会太莽撞了些？速战速决，有什么莽撞的？毕竟是一位国公，和他起矛盾可不是什么明智的事。怎么不明智？因为他身份，明明他做错了，还得小心翼翼的试探，是明智？还是说他错了，所以要纠正，是明智？那我就祝店家旗开得胜了。店家万莫小心，云国公府上还是有些侍卫亲兵的，都是随他从刀山血海里走出来的，万不可慈悲啊！什么情况？这俩人怎么回事？这时候不应该拦一下的吗？夏万年，传闻你可是长安第一美郎君，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我来不是跟你聊天的，你一则里通彩票占官吏，作假使诈，得了头奖，把人交出来吧。还有这种传闻，我已经让掌吏知会杰儿，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跪下。夏万年道：“你这逆子与彩票占官吏勾连，作假中了头奖，此事是真是假？”回父亲，孩儿今天的确是中了头奖，不过孩儿确实没有造假，此乃国事大计，孩子怎可能有那个胆子的？父亲是知道孩儿的，孩儿向来胆小，不知夏万年从哪听来的风声。若是觉得有意，于愿配合夏万年调查，可如此这般平白落一个罪名过来，这于也委屈。捉贼捉赃，夏万年有何证据？这望空捉影可不是什么好事。你想给我扣帽子，想落我的口实，想拿你那个圈子所谓的规矩来镇住我，那我就满足你这个心愿。去吧，去跟朝廷说，我夏某人就是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彩票的事情我监督，我做主，谁都插不了手。我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而是来拿人的，花言巧语对我没用。走吧，别逼我在这里动粗。夏万年这是何意？没有证据便要带走我的意思？有是有，但是我不想给你看啊！夏万年这是何意？某可是大唐的国公，你竟如此打某的脸？你有什么资格看？你是刑部大理寺的官员，你领了朝廷的命令，可以参与此事，还是说你张亮已手眼通天，什么事都得掺和进来一手了？啊，对，走吧，自己乖点，别逼我动粗。夏万年，就当此事是有，不过300余贯，老夫愿捐出500贯，就此收手，如何？你是龙啊，还不赶紧跟我走？800贯，休要得寸进尺。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别逼逼赖赖的。夏万年，卖老夫一个面子。你的面子还不值得让我委屈自己，做让我不舒服的事。呸！来人，擒住这厮，敢在我府邸里坐了，真以为你成了县侯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虾仁，你现在还有机会，500贯，此事了结，不然我一定挑了你的虾线。哟呵！你以为这些菜鸡就能拦得住我？我知道你有通天的本事，可在这里，你有多少本事都得给我盘着拿下。张亮，你还要拦我吗？你怎么不说话？装你娘的高深啊！拦还是不拦我了？夏万年，你真要做得如此之绝？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中用啊！你现在是拦还是不拦我了？夏万年，请便吧。去看看兄弟们的伤势。大郎，轻伤17人，重伤6人，嘎了22人，且将他们安葬好，后事度之。你同尔安说，有多少都不打紧。明日朝会，老夫定要狠狠参他一本。陛下，臣有事启奏。说吧，何事？臣要状告万年县侯虾仁夜闯臣府邸，打死我亲妹26人，伤我亲妹19人。啊！朕所知，夏万年并非莽撞之人，何故夜闯啊？
夏万年到陈义子公孙节彩票中奖一事有假，要擒拿陈义子。陈请夏万年出示证据，夏万年不肯，无凭无据，陈又怎肯放人？便起了冲突。夏万年蛮横嚣张，打死打伤陈七妹，带走陈义子。陛下，臣跟您出生入死，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陛下，臣昨日在超市是亲眼见夏万年审案，彩票官吏151时尽数交代是如何作案，如何造假的。人证如此，夏万年不曾造假，有理有据，只是不曾出示于你。朕会差人好好训诫他一番。陛下，臣恳求将公孙节交付大理寺，治罚赃匹，当有司论刑。夏万年只区区县侯，不曾有官身，他可无断案之责。言之有理，朕准了。谢陛下。咋回事啊，魏老头，你怎么不拦着陛下？这件事若是交给大理寺，拦着作甚？还要费口舌？你以为店家昨晚那么急匆匆的把公孙节抓回去是为了作甚？就是为了要把人抓起来吗？阿丑，走人，该去东市看戏了。不知店家会折腾出什么样的场面来。我是公孙节，联合官吏造假，骗取了彩票站的头奖，欺骗了广大彩民的信任，我罪该万死。店家，你也不嫌弃闹腾？有乐子就不闹腾，从宵禁结束，我把他捆上去就开始说了。所以你一直看他说到现在？我是那种人嘛，在撬开这孙子的嘴之后，我就回家补觉去了，才醒过来。今天朝堂上，云国公可是大发雷霆，甚至都哭起来了。店家，你下手有点狠，卡了26个人，你就不怕？怕个毛啊！那些人这么不经打的，我还没用力，他们就全都倒下了。店家，你这身子可真是惊人，参军多好啊，脑子又那么好使，肯定是一方猛将。不去，去当官混死是等死，我都不愿意了，更别说带兵打仗，那一天天的得累死。来人，先去把人给解下来。我看哪个敢！夏县侯，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是要问问你，你什么意思？犯罪违律之徒，当交付大理寺刑罚，你何德何能，竟敢用私刑？今日就要连同你一起拿下，责为你用私刑之罪。这彩票监督之事，完全由我来负责。做了错，昧了良心，那自然要公之于众。既然公之于众，又算得什么私刑？跟大理寺有什么关系？你又算什么东西？搁这教我做事，觉得手和嘴在你生活里碍事了？我领朝廷旨意，特来审查此案，探究此事真伪，我怎么就没资格指指点点了？虾仁，你莫不是以为自己有了个县侯的爵位，就无法无天了？首先纠正你一个错误，甭管我有没有这个爵位，我都这么无法无天。有本事你就管着我，没本事一边撒尿和泥去。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惹不起我躲得起。至于朝廷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一个相州刺史插手来负责这件事了，挨得着吗你？还有那玩意是你义子，算半个儿子，找一个有亲族关系的人过来负责这个案子，还真那么相信你能大公无私，冰清玉洁，光明磊落了？还是说朝廷就打算这么闭只眼看你徇私枉法了？家人，你可知你说的什么？你还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不是我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而是你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你到底是为了查清楚这件事，还是为了救你的义子，救你自己这个人的脸面？你摸一摸你自己的良心，你自己是最清楚的。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在我面前耍这样的威风是没有用的。年纪都这么大了，还不知道生气是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吗？你想给我扣帽子，想落我的口实，想拿你那个圈子所谓的规矩来镇住我，那我就满足你这个心愿。去吧，去跟朝廷说，我夏某人就是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彩票的事情我监督，我做主，谁都插不了手。好，真是胆大包天，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能不能硬到最后。店家，你这是没忍住把实话给说出来了吗？好家伙，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你私底下说说就好了呀。我跟你们说一个故事，李白是一个狂人，他有一个朋友叫杜甫，他为李白写了一首诗，说自己写出了李白的狂态。李白一听，那不得好好看看，那诗是这么写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们觉得这诗写的怎样？倒是可以想得出李白是怎样一个狂逸自血的人了。但李白说一点都不狂。阿丑，我看你刚才有话想说，你是察觉到哪里不对劲了吗？我是这么觉得，最后那一句自称臣是酒中仙，感觉有些别扭。一个狂人吗？怎么可能会这么有礼貌的自称老子酒中仙？那还差不多。阿丑是个聪明人，李白也是这么说的，他才不会那么彬彬有礼的自称为臣。店家果真是一个狂人。他怎么敢的？朕如此掏心掏肺的对他，他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朕，朕的一片好心都喂给了狼心狗肺。观音婢，你是怎么看的？婢觉得夏万年也没说错。他没有说错，难道是朕错了？是朝廷错了？陛下的确是错了，夏万年这是在提点陛下呢，他这也是在给陛下拢面子呢。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就是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叫给朕拢面子。他把朕的面子放在脚下，狠狠地踩了几脚啊！陛下，彩票之事对普通百姓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小博大，发家致富。你格局小了，是公平。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庶子流民，都是交一样的钱，一样的几率。不单单是因为奖池里的那几百贯，也是因为这样公平的几率，才让百姓们肯一直掏钱，也才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们肯一直掏钱。几百贯对陛下、对朝廷来说，的确不算什么。单单夏万年提出来的那个议会，就让大唐挣了不知道多少个几百贯。彩票的收益兴许在10年、20年后才能源源不断，庞大到让朝廷万事无忧，可又如何让它能延续到10年、20年后？公平才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环。朕也是气上头了，朕要去超市好好问一问店家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也太不给朕面子了。他要是不给朕一个说法，朕绝对不会轻饶了他。店家，你是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让陛下听见了，他好一阵大发雷霆，把我叫到宫里去，骂了半天才放我回来。真的生气了吗？我觉得陛下不会生气的。你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不给朝廷面子，叫这么一句话，陛下不生气，难道还要谢你不成？那当然了，可得好好谢谢我，谢我为朝廷拦下了一场差点失去民心的滔天大祸。果然和自己同观音陛下的一模一样。虾仁这个聪明人不会做莽撞事，那句话不是随随便便无故说出来的。你现在想明白了吧？所以生气什么的都只不过是做个样子罢了。张亮这个人，那也是陛下身前的老臣子，就算他做错了事，陛下也总得装个样子去骗骗他吧。那我就代表朝廷还真的是要狠狠的谢谢你呢。不客气，你应该谢的。虽然你的确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不过你是不是还要在乎一下朝廷的面子呢？陛下毕竟是陛下，那是一个于朝廷而言九五之尊的人，你说不给朝廷面子，那不就是不给陛下面子？不说陛下是一个好面子的人，就单单说一下这一点，若是让臣子们发现可以随便挑衅陛下的威严，这可就不好办了呀。所以呢，哪怕是为了哄一下陛下，和陛下做一出戏呢，也不用店家太委屈，就装个模做个样就好了。好吧，你回去同陛下说，就说对不起，我知道错了，这几日会好好待在家里反省的。店家你能这样，那真是太好了。不过只是口头说说，是不是差了点意思呢？难不成我还得写个检讨，把刚才那句话也给收回来吧？我是看你面子，你怎么还挑3拣4？那就这样吧，我会传达给陛下的。昨日彩票舞弊的事，朕要做一个检讨。不该是虾仁做检讨吗？怎么成陛下做检讨了？情况不妙啊！昨日在东市里，虾万年很嚣张地说不给朝廷面子。朕一开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发雷霆，恨不得生死火吞了那小子。爱卿们是知道的，朕的确偏爱他，可这不应该成为他放肆纵容的理由。可朕后来仔细一想，虾万年是个聪明人，他也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说出那种话呢？一开始朕也没把彩票看得太重，不过是一个常识罢了。可朕在生气之后，去了解了一下彩票的诸多事宜，这东西对诸位爱卿们而言不过小打小闹，可对百姓们而言，意味着一个生活的盼头，意味着一个能一步登天的机遇。你们没了解这事，或许还不清楚，彩票这东西可不仅仅只是钱财那么简单。百姓们越来越相信朝廷，就是因为他们买彩票是公平的，谁都能买，谁都能中奖，中奖了谁又都可以拿到奖金。这小半年里，政令施展得越来越顺畅，朕以为是朝廷的功劳，现在才发现都是彩票的功劳。可倘若让那群百姓们以为他们能中彩票不过只是蝇头小利，偏偏那些大人们稍微动个手脚，就能把他们省吃俭用攒下来用以买彩票的钱，那庞大的积攒起来的硕奖池给随意拿走，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此错在朕，是朕考虑的少了，朕应该提早注意到这些，不该让有亲族关系之人出现在那种敏感的场合里。虾万年看似是不给朝廷面子，实际上是给朕、给朝廷一个挽回的机会。昨日朕亲自去找虾万年谈了一下，他也知道自己虽然是好心，不过做事的确莽撞了一些，当着朕的面做了一个深刻的检讨。他反思了，那朕自然也是要反思。朝会后，且点些人去超市把人带回来审议，确定罪名后贴榜告示，如何处置，罚钱多少，在这一期彩票开奖之前务必办妥。大郎这脸色是在朝堂上受气了。你是担心你那个宝贝心肝子？讨厌死了！大郎有什么气多撒一撒，心情好了也好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做梦吧，怎么给你脸给多了？别想了，一点法子都没了。是陛下护着那位虾万年，那杰儿岂不是没救了？性命无虞，不过事情闹到这种程度，流放怕是必不可免的。那小子让我如此丢脸，让他再留在我身边也看着闹心，索性打发出去，让他清醒清醒。怎么舍不得你那乖儿子，真伺候出感情来了？哼，讨厌了啦！夫君说的哪里的话？杰儿是只认了他自己的罪吗？这件事你也有参与？杰儿见我这几日花销甚大，便给我想了这么一个主意，可没想到会闹成这样。行了，别扯淡了。杰儿是救不了了，朝堂让大理寺今天就结案。不过虾仁那厮是真的不给我面子，我先前还想同他缓和一下关系，不过现在看来是不用了。夫君，你是想怎么做？
还记得前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流传着的那个新怀孕试验新医法的传闻吗？可不是说那是陛下的意思吗？陛下偏爱虾仁那小子，特意揽下来的，实则就是他提出来的。孙老神仙我是请不来了，不过真老神仙我能请得动，让他出面训斥妖法。我看虾仁那小子还能有什么颜面苟活于长安城里？虾仁那小子不是喜欢公之于众吗？我也要他好好尝一尝公之于众的滋味。等着吧你！云国公今日请老夫来，所为何事？晚辈近日听到了一些传闻，说是这下万年提出了一种所谓的新医术，说是取人血输于人体，可治疗病症，不知老先生是怎么看的？此法倒也不是无的放矢，军伍里也有类似的偏方，多受刀剑外伤者，抛马腹塞于其中，或许就能保住性命。说不定对受重伤者而言，输人血也能起到差不多的效果。一国公之病症，老先生是如何看待的？这一国公之病症，恕老夫无能为力。那位下万年说能以人血治病，老先生以为如何？老夫所学多在于针灸一道，下万年是当事人杰，或许在医术上他有自己的理解。老先生，晚辈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其实晚辈是不怎么相信下万年说的这个方法的，可不知道为何叔宝及其家人还有陛下都信了下万年的话，他们觉得这方法似乎真的能够拯救叔宝的性命了。晚辈也是真切希望叔宝的病能好起来的，可这方法听起来的确是荒谬了些，晚辈也不忍心眼睁睁看着的叔宝去趟这个浑水，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呢？便是叔宝罹患重病，晚辈也不希望他的命被别人拿过去当作赌注。那老夫便倚老卖老一次，斗胆劝一劝那位下万年。晚辈这里多谢甄老先生。也不知道他若是知道夫君的真实意图，这把老身子骨还能不能受得住？那又与我何干？夫君还真是无情呀！大丈夫成事不拘小节，能成事就好，管那么多其他的做甚？你们听说了吗？下万年传出妖法的事。下万年拿出妖法也能成什么热闹的事？他又不是第一次拿出妖法了，他的那些商品可真的都像是妖法呀！这一次恐怕不是玩笑，是真的了。下万年提出了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以输人血疗病。这似乎也没什么问题。若是受了重伤，失血过多，输入人血缓解伤情，也不能说不合适。下万年提出的这个方法，并非是为了治疗失血过多的人，而是为了治疗一国公。一国公身体虚弱，可并没受外伤。现在外面还有一种传闻，下万年这是再借一条人命还一条人命。店家，你也有今天？呸！笑个鸡儿！你们难道没发现这件事情有些不对劲吗？这件事是有些不对劲。这件事是很久之前的事，朝廷又没对外公布过，怀玉所做之事我等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何况于外人。就算偶尔零星有几个外人知道这件事，一来是朝廷恩准的，其次干这件事的是怀玉那小子，知道这事是由店家提议的才几个人。你们同外人说了吗？反正我没说。那坊间传闻里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我肯定是没同外人说起的。所以啊，这件事是有人故意去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坏店家的名声。坏店家名声有什么用？店家又不是靠名声吃饭的人。店家也不是一个在乎名声的人，兴许店家还巴不得自己名声差一些，省得天天有人过来打扰他。如果真的是报复，很难不让我想到一个人，张亮。还真是像他能做出来的事。店家打算怎么应付？就像老魏头说的那样，我不在乎名声不名声的，但我有点不爽，自己错了还不认，还想报复回来，真把我当成好欺负的了。店家，你别冲动，我们这还只是猜测，没证据。只要没人看见，我把他家砸了，不也是没证据？店家，那说不定就会传出你用妖法乱害人的传闻了。放心好了，我也不傻，就是要砸了他家，也要等到把这个谣言给铲除了再说。店家，你是打算怎么铲除这个谣言？去把这4个字和图纸送给秦怀玉。店家写那4个字是什么意思？那是一种材料，前段时间怀玉过来同我说过，基本的血型如何，他们已经可以做到分辨出来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血液给输进去，直接割血，从伤口灌不进去。他们就想到了用管子灌进去，巧匠能做细针，能从血管没进去，但管子的材料一直没决定好，竹子不行，铜铁一斧也不行。他们也尝试过羊肠、牛肠，但想法很好，就是天真了点。我原本想让他们多尝试一下，现在看来是张亮逼着我出手啊。店家，杜仲还能有成器之效用？那纸上写着4个字，前2个是杜仲不假，可后面不还跟着树枝这2个字？那树叶是很重要的东西吗？是胶，不过和阿胶不同，并非是当药材用，而是一种很实用的材料。看你这样子，东西是做好了。多谢下万年指点，的确是做好了。最近坊间传闻
所以我打算亲自在百姓们面前输血给他们看。外面传闻可是说我要给那位义国公治病，但我都没见过这位义国公，人我可给你请不过来。义国公何等人物，也不会贸然试验新法。再说了，怀玉只是为了给自己父亲治病，方才按店家所说之法研究，也不知道为何外界会传闻店家是给义国公治病的。毕竟一个5、6品的闲官是没法和义民国公比的嘛。怀玉父亲也正好是义国公老部下，向来义国公是愿意卖一个面子，让叔宝代替自己的，便在百姓们面前让怀玉施术，救治自己父亲，请义国公来观便是。是即叔宝同义国公出生入死，想来这种事还是没问题的。我回去后便同父亲这么说，父亲也应当不会有意见。近段10日以来，诸位都听说了那地谣言，我的确是受了虾万年的教诲才来研究这个东西，但既然说它是谣言，那它在某些方面就一定不是真的。既然诸位怀疑某是为救治父亲性命，在许久之前向虾万年苦苦求来的法子，自然不能因为谣言而坏了虾万年的名声。既然如此，某店在众人之前用这法子治病给你们瞧瞧。我父亲曾随居义国公，这一次便把义国公请了过来，虽不知这谣言从何而起，又从何牵扯到了义国公了，但既然牵扯到了，某店斗胆把义国公给请了过来，请他坐镇亲眼见证此事，若为妖术，那便把某给抓起来。我家大郎说了，能为人用，便是人术，有利于人，便是好术，请这位小郎君开始吧。放心，和平时一样，不会有什么事的。此人是死囚，本不应出现在这里的。不过某祈求朝廷，得朝廷恩准发下批文，准许在这段10日里将死囚安置在这。你们可尽情围观，看一看这所谓输血之法，是否真的是那所谓的见命之术。那人竟真的没事，这可是输血，把人血都取出来了。我以为是就如宰猪宰牛那般，往脖子嘎上一刀，谁知道竟然只是用那小小的针把血从身体里引出来，那才多点。某休息刀术的时候与人搏杀，流出来的血都比那多。说来也是古怪，方才一开始的时候，那位郎君说的是在很久之前向下万年请教，可既然这么久，为何偏偏在前些日子这消息才发酵出来？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拿这件事去针对夏万年？不然根本说不通，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提出来异议，偏偏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你是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亏得那位郎君还有夏万年心大，敢在众人眼前弄这件事，还把义国公给请了过来，不然的话……混账！我父族那边不打算继续帮忙了，还托我转告夫君一句话，他们希望夫君下次能稍微克制一些，不要再怒火冲心，做如此不智的事出来。夫君还准备继续对付那个夏万年吗？还能怎么对付？他现在正是朝廷上最炙手可热的红人，先让我冷静冷静，再想想法子吧。可惜了，没有证据能证明谣言是谁传出来的，不然我砸了他家的门。也不能这么说，其实这段时间朝廷为了你这件事吵得那叫一个不可开交，天天都有人奏章要参你一本。这事你们可没跟我说过。你那几天天天黑着一张脸，我们怕把这件事同店家说了后，店家就得一对红花双棍打上朝堂。要是这事没解决，我就拎着那对棍子打到你们家里去。现在说说吧，谁做的手脚？云国公张亮，你别冲动，你好歹让我们说说证据。呸！老子要什么证据？我现在就去把张亮家给砸了，他连个屁都不敢放的。我又不是没去他家里抓过人。店家别急，听我们慢慢说。拿到证据后再把他家给砸了，那不是更名正言顺？要不是陛下一直在朝堂上压着，李不听从陛下的话，也觉得要卖店家你一个面子。陛下可是为了店家在朝堂上吃了不少亏啊！对，真权去替囚犯把脉之后，发现并无大碍，便前来向虾人赔罪。老夫在这里向夏万年赔罪了。先前是老夫草率行事，成了奏章发于朝廷，却不料成了谣言滋生的肥料。老夫今日过来又亲自验证，抽血之法确实对人体无害，抽血输血治病之心术，老夫妄自判断，险些酿成大祸，差点毁了心术，也差点害了夏万年之名声。你是不是把你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正确的东西，它若是发展下来，或许会遇到一些阻碍，但没有人能够阻挠。至于你向我赔礼道歉，我想要的你给不了，你能给的不是我想要的。这样吧，你既然是个老大夫了，经验方面肯定是不缺的。秦怀玉那边研究新医术，还差一些德高望重的帮手，你便去帮帮他吧。多谢夏万年宽宏大量。没工资白嫖。还有一个问题，你写的奏章是你自己要写的，还是别人要你写的？让你写奏章的人是张亮吧？我是县侯，虽然没领朝廷那些嘎七马八的职位，可又不代表我是聋子，什么消息都听不到。夏万年此去何为？
应该是砸门户的吧？但掌柜又没带棍子，这就说不清了。虾仁，你为什么砸我家门和墙？你说我为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原来是这样，老夫为了社稷生灵考虑，倒是疏忽了虾万年的感受了。只砸一扇门一堵墙，会不会太委屈虾万年了？要不要再多砸一些？只要虾万年你能出气，砸多少老夫都心甘情愿。真的吗？那就多谢你了。下次要是心里不舒服了，我还来找你。店家，你可算回来了，你是去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就是把他家的大门给砸了，院墙给毁了，算是拆了他半个家吧。好家伙，你拆了他半个家！店家，你捅出来的这个篓子那可有点大了，怎么好端端的你就把他半个家给砸了呀？你确定是好端端的？那也不至于把他家给砸了，就算是他先得罪的店家，可这么一来，他若是在朝堂上一闹，便是陛下再怎么偏心于你，也不得不做样子责罪于你。你放心好了，他是不可能去闹的。总觉得你们在想什么很失礼的事，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砸了他家的门，你们说这不过分吧？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砸了张亮家的门，张亮他显得很高兴，不仅很高兴，他还邀请我继续砸他的家，他都这么诚挚邀请了，我又怎么好意思拒绝呢？我感受到了他的热情，于是我就继续砸他的家，一不小心就把他半个家给砸了。云国公可能是有什么特殊爱好吧。总之，既然是云国公邀请，那自然是不可能闹到朝堂上了。按照我们这种进度下去，不知多久才能解开夏万年的那道题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总是能算出来的。刘老板，他们说的那算题，是不是你解出来的那个？的确是那道题。那你咋不去找夏万年领赏？我记得好像解开那道题目是有赏赐的。哪有什么奖励？夏万年说的是，谁要是能解出来那道题目，就可以与那个人在任意一个学科上切磋较量。我就是一个庄稼汉，难不成我还能与夏万年比种地不成？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可是比那些读书人们都还要聪明的，就算没得到什么奖赏，要是觉得你可堪一用，赏你个什么职位的，不比现在种田要赚得多。那我咋跟夏万年说？就这么空口白牙说我算出来了？你就把你那天怎么算的写给夏万年看就是了。夏万年不是推出了那个什么数字吗？你就用那个写。大佬，有人说解开了超市门外的那道算题呀，那道题目可算是有人解出来了，还挺快的。快吗？我觉得很慢了。没想到竟然是个姑娘，难不成是武则天？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姓郑，名丽婉。夏万年若是不嫌弃，叫我一声婉儿便好。你说你解出来了，如何证明？这上面写了我的解题思路和过程。你想同我切磋哪一门学问？小女并非是想切出学问，而是有个不情之请。小女想在夏万年这讨个职位。为什么要来我这讨个职位？夏万年行事向来不拘一格，小女子觉得自己或许有这个能力来讨个职位。小女子向来仰慕平阳公主，想同她学习，做个顶天立地的女人。你解出这道题目用了多久？小女子是1月前有的这个想法，半月前解了出来，这半月来一直都在犹豫着要不要来找您。玉儿，你带这位郑姑娘下去留个住址，让我再考虑考虑。不管结果如何，我会让人去知会你一声的。这位小娘子的胆子莫不是也太大了些？半月时间能解开那道题，这小娘子的才智，怕是考个进士科都绰绰有余了。这样的人才送上门来，店家你怎么不用？难道你也有什么顾虑？这人什么身份还不了解？等派人打听清楚再议吧。你还知道回来？哼，父亲这说的什么话？女儿哪有不回家的道理？为父又不是供不上你生活，好歹堂堂的水部员外郎，怎还会委屈了你？你这出去务工劳作，把为父的面子往哪放？女儿只是想做一些女儿自己想做的事，父亲只是偏见。女儿又不比别人家男儿郎蠢笨。这么久时间过去了，他们连那道题目都没解出来，可女儿解出来了。父亲再怎么训斥女儿，女儿都已经见过夏万年了。看那位夏万年的意思，他只是不放心我接近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女儿的身份来历是很坦荡的，他若是查清了女儿的身份，以女儿的才智，夏万年必然是愿意用我的。父亲还要拦着夏万年不成？你可真是够能干的，你真以为我没有这个胆子？父亲是最清楚女儿的，女儿也是最清楚父亲的。你要我这个父亲还有什么用？父亲哪能这么说？若是没了父亲，又哪里会有女儿？父亲若是再这样埋怨女儿，女儿可真是要伤心欲绝了。女儿不过是想做一些事，就被父亲说这般的狠话。罢了罢了，且听你的吧。大郎，又有一人求见，也是说自己解出了那道算题，让他进来瞧瞧吧。
你真把那道算题解出来了？说实话，不要弄虚作假。小老汉的确是做出来了，得到的结果也和坊间那些读书郎君们传的结果一样。小老汉，我不知是对是错，这是我的解题思路。夏万年，您瞧瞧。你解开这道题目用了多久？只用了几天时间。你应该没读过书吧？你是怎么解出来的？小老汉就是看了看，觉得他应该这样，然后那样，最后就算出来了。数学这东西是很不讲道理的东西，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在会的人眼里就是很简单。你们以为我出的那道题目很难吗？小老汉，我也觉得不难，还挺有趣的。你看吧，他也觉得不难，你们倒也不必做这样的表情。数学天赋这种东西是很不讲道理的，我觉得让你种田确实是委屈你了，要不要来我手下做事？现在姑且每个月给你2贯，你要是方便，在我安排的地方住下来，还管吃住；要是不方便，我给你买1辆牛车。这小老汉要不起，小老汉就会一个种田，给夏万年种田那是美差，哪能一个月要这么多？我让你替我办事，不是让你去种地的，而是让你去研究数字中的运算规律，然后总结出来，出书立著。夏万年，我就这么定下来了，给你3天时间回去准备一下，然后就来替我办事，待遇就是我之前说的那样。多谢夏万年，我这就回去准备。店家，你这可是做了一件好事，那汉子要因为你的赏识，继而飞黄腾达起来了。才不是因为我的赏识，而是知识。他虽然是农户，可他没放弃对知识的探索，哪怕是出于觉得有趣也好。知识改变命运，倒是让老夫有些感慨，这天底下的能人异士还真是不知几何。没想到一个农户竟然在数学之道上能有这种天赋，可不是嘛？所以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试着劝说朝廷推广义务教育？受教育的人只要够多，不管什么样的天才都不会遗落下来。店家，这个义务教育是何意？所谓的义务教育，就是指强制让大唐范围内的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举措。教育可不是什么便宜的事，如此一来，百姓们可是要怨恨起来的。没错，教育的确花钱，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朝廷强制了，那就让朝廷出这个钱。你们别那么认真嘛，我也就随口一说，问题可大了，至少现在一时半会是施行不起来的。店家缘何会说现在一时半会实行不起来啊？首当其冲的一个原因就是穷嘛，大唐现在的钱够这么折腾吗？其次就是人手不够用，现在的读书人可没那么廉价，一个个都是奔着科举入朝为官来的，愿意去学塾当老师的能有几个？朝廷倒是可以准这些义务教育的老师们1人1个从9品最下的官职，这应当能吸引不少人去做老师，可朝廷能负担得起吗？呸！店家，你这都是什么馊主意？若是许那些学塾师者1人1个从9品下的官职，那天下就得大乱了。还有现在造纸的问题，造纸的成本太大了，印刷方式也有问题，一本书印刷出来的成本太高了，要是能把造纸的成本给压下去，那差不多才能弄我说的那个东西。那造纸的技术还能够改进？那当然能了，但是我不会啊。那店家干嘛要说造纸的成本能压下去？为什么压不下去呢？你不要想着现在很好了，你要想着以后会更好，还有进步的空间。我一定能把造纸术改进。好厉害！你脸色怎么那么疲惫？是家里人不支持你？庄子里的人知道我要在夏万年您麾下任差，他们可都羡慕死我了。家里婆娘也支持得很，可惜您那宜阳坊里没房子可卖了，不然俺婆娘说了，想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在宜阳坊里买一个院子。房子的事你也别着急，等你们做出成绩了，我自然会给你们大把丰厚的奖励。还有，既然家里支持你，这脸色又是怎么回事？跟家里没关系，是那些读书的郎君们，他们知道俺能把那道算题给解出来了，就一直追着我去问，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东西我说出来了，他们就是听不懂。俺嘴笨，也不是个会说话的人，就很费时间。有时候他们早上找到俺，提一问就一直问到晚上，连地都没时间去更了。甚至还有人想住在俺家里，俺也不好拒绝，就拉着俺一起不睡觉。该拒绝就拒绝，以后要是有人再问，你就说是我说的。交给你的任务可比回答他们的问题重要的多。你们俩的待遇都是一样的，每个人1个月2贯铜钱的工资，不在超市里任职，而是在研究所里任职。我那宜阳坊里正好有空闲的屋子，可以供你们使用，名字我就不起了，你们自己乐意起个名的话，就自己取一个吧。交给你们的第1个任务就是去研究造纸术，看看怎么能改进一下造纸的技术。夏万年，您一开始同小老汉说的可不是这样的了，您说只要小老汉研究数学来着。没事，这件事主要由郑立晚负责，你的思维还需要改变，你再怎么聪明，之前所见的世界还是太小了，你现在的首要责任是重新学习，改变你的思维。这位囊泽，以后就请您多指教。大郎，既然您是让我去学习的，那俺就不应该还拿您的钱。现在地里的事也很多，不过俺的好大儿也有把子力气，俺可以忙完地里的事，就立马过来学习，也不用您管饭，只要您不嫌弃俺蠢笨就行。我先给你提前预支3个月的工钱，拿回去把家里事
是安置妥当，请人种地，还是怎么着？这随便你。研究所那边每天到点上班过来学习，至少4个时辰，一点时间都不准你耽误。大郎，你是大郎还是我是大郎？再跟你说说要你做的事，给记到心里去。第一件事就是认字，你最近也接触不少读书人，自己挑一个，每个月400文，书笔纸墨的开销我来负责，你挑好了名单报给玉儿就好。第二件事就是编写数学书，他太聪明了，以至于难以理解一般人的思维，你要帮忙辅助一下。是，大郎。第3件事就是造纸术的事，不要求你负主要全责，但要全程参与。有想法就说想法，有不懂的就问，别把心思都藏肚子里。你也是，每一步都别嫌麻烦，问他有没有想法，或者有没有不懂的，让他尽快学会一个聪明人该是什么样的。别有这么好的一个脑子，却活得这么拧巴。第4件事，等你学会该怎么了解那些不够聪明人的思维后，办个学堂，到时候把你在数学上的思想给传出去。是，大郎。大郎，这改良造纸术，仅凭我俩人手恐怕不足。这个忘了说，至于招人的话，你们俩看着来就好了。我即便很放低要求了，但眼光还是太高了点。这样下去，来多少我都看不上。你们看能用的，拿来用就好。到时候名单，薪酬和玉儿报一下，来超市拿钱就行。不过那些人不算是研究所的人，你们要是觉得谁有那个能力进研究所，把名字报给我，我亲自考察一下。是，大郎。性别会有要求吗？有本事有能力就行，性别又不能当饭吃。但是那种一进来就准备怀孕，要吃空饷的就算了。母后，您怎么来了？听说你最近兴致不高，来问问是怎么一回事。说说吧，是和那店家又出什么事了？哈儿只是在想，店家许了哈儿2个要求，只是哈儿不知道要向店家要什么奖励。店家那奇珍异宝那么多，随便说一个就是了。哈儿毕竟贵为公主，超市的东西是稀罕，可没有也无妨。倒是店家的2个要求，却是任何奇珍异宝都比不得的东西，哪能这么浪费？那就让他娶你就是，他要是开口，陛下没有不应的道理。What？ 这怎么行？母后哪有受了人恩惠，还反过来要挟报复的？难道你其实对那店家没兴趣？原来一直是为娘误会了你吗？你父皇和我一样，一直都有着这个误会，所以才没给你定下婚事。现在看来，倒是要好好考虑下你的。不，明日娘亲有时间，你带娘亲过去看看。店家，你看看朝廷印发的新货币。真伪是怎么辨别的？首先就是这个重量，它比铜要轻，但比铝要重。其次就是这个纹路，为了做出这样的模具，江作监那边可是费心费力研究了许久了，只有最顶尖的匠人才能够把这个模具给做出来。打算怎么发行？准备发行多少？这1厘钱就等同旧币的1文。至于具体发行，朝廷讨论了好些日子，还是得徐徐展开。新钱旧币同时流通，不过支持百姓们以旧币换新币，如果数量过大，劣币做铜价来换。还有那个税法也尽可能以收旧币为主，让新币把旧币给一点一点的淘汰掉。准备发行3000万元的货币，再多的话也撑不住。那你让朝廷注意一下，给官方旧币兑换新币的渠道加一个时间限制。新货币的发行，它的质量更好，整个的货币体系也更好。最主要它是金本位，能让人对它产生出更大的信心。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1厘等同1文，可市场它会自己调整，旧币势必要贬值。在一开始的时候1厘等同1文，可后来市场觉得新钱更好，旧币更差，想把旧币花出去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乃至夸张一些，等到1-2年、2-3年后，2文旧钱才能够等同1厘新钱。这时候朝廷还是1文旧钱换1厘新钱，你说会发生什么？朝廷会亏损1半的钱。没错，所以得加一个时间限制，不然像我这样的人拿着1半先去换成新钱用，把剩下的1半就先给存起来，等到后面货币贬值大了，我再去换成新钱，占朝廷的便宜。你觉得时间定多久最好？这个其实说不准，市场的反应是最奇妙的，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间点爆发出来什么事，改变了什么东西，所以观念可以改变一下。与其把旧钱当旧钱看，不如把旧钱当成一个即将要覆灭的国家的货币，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兑换比例，等新钱占据了大头，旧钱不怎么流通，再停止这个兑换。幸好是提前来问了一下店家，不然这事后处理亡羊补牢可不容易。除了这些，店家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你虽不在朝堂上，不过陛下还有左右2相都很看重你的意见。我看倒挺像是哼哈2将，一天天的只会打嘴炮。我想要一部分你兑换旧币、新币那个机构的所有权。听店家你的意思是要有一个非朝廷直属管辖的部门来负责这件事情？当然，最好是这样。为什么？朝廷来做不是挺好的吗？你难道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让百姓相信朝廷、让士族相信朝廷的好机会吗？既然他们信任朝廷了，又有了一个能经手大量百姓财富的机构，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把百姓们的财富给拿到自己手里呢？这可不行，百姓的钱是百姓的，朝廷的钱是朝廷的，哪能空口白牙就把钱给拿走，那样会惹出大祸的。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像是你们想的那种人吗？我的意思是让百姓把钱寄存在这个机构里，他们就不需要担心钱财被抢或者是被盗的事，而这个机构每个月还给他们一定的利息，而存起来的这笔钱就可以用来做一些稳赚不赔的生意，由大唐朝廷作为担保，不怕马匪绿林，也不怕那些帮国不给钱。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不过你想怎么参与进来？我按新钱来投200万元，要40%的优先股。什么叫优先股？就比如我们要弄的这个钱庄，它有一个整体的权利、资产、义务，将它拆分成100份，每一份都是1点股份，每一份股份它拥有的权利、资产、义务都是相同的。我要40%的股份，指的就是我的权利占据40%的部分，获利的部分享有40%的分红，当然我也承担40%的义务。而所谓的优先股指的就是我优先享受资产利润的分配。这虾仁也不占什么便宜，当然他也不吃亏就是了。40%看似很多，不还留了60%出来，就当自己这个未来老丈人宠溺未来女婿了。200万占40%，那岂不就是说朝廷要拿出300万出来？为什么要拿呢？用其他的来代替就是了。出兵、地产、经济权利，这些不都是可以充当注资的东西吗？不用掏钱，只用做这些本来就该做的事，真的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反正钱庄这件事又用不到什么钱。店家，这就是你设计的面试钱庄工作的卷子吗？问狐狸为什么站不起来？因为狡猾。问为什么有钱人家的狗不会叫？因为狗富贵勿相忘。你神经病啊！这些题目有什么意义吗？要说意义的话，其实就2点嘛，一个是发散性思维，搞经济这种东西是一定要有想法的。这些题目你也注意到了，如果按部就班的去解答，是得不出来结果的，需要另辟蹊径，从一个很匪夷所思的角度去解答这些东西。经济或者说市场，有时候就需要这样的异于常人的思路，不然按部就班的做下去，怎么可能把经济给搞好嘛？至于第2点，就是试一试他们的胆量，他们以后是要经手数百万乃至上亿规模的资金，他们要是没胆子，能用好这笔资金吗？也许他们有些人能想出来这些题目的答案，但他们真的有胆子把这个答案给写上去吗？没毛病。这么一来，倒的确是个捉拔人才的好法子。要想富先修路，所以钱庄挣来的钱就用来修路吧，只有往来互通了，才能够挣更多的钱出来。说得好，就这么办。你们做出多少题目？太难了，我大概只答了2张纸。那些题目我看了一眼，就知道不是我能做出来的。反正那几道题目分值也低，不做也罢。我没做出来的多了，多得那么几分，少得那么几分，对我影响不大。我倒是想答一下，可是答不出来。这都叫什么题目？在钱庄里工作，用得上学我还能理解，可这他喵的跟狐狸站不起来有什么关系？这道题我做出来了，是因为狡猾，所以站不起来。你们想想，这个脚它底下很滑，狡猾，一起来就滑到摔下去，可不就是站不起来？我尼玛，谐音梗扣钱。好些天以后，一共筛选出57人，1名大掌柜，2名掌柜，剩下的如个人业务科、融资科、审查科、人力资源科等也都安排满了。你们听说了没？这次是夏万年要亲自同我们开会，这次总算能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了。不过钱庄的待遇还真是出人意料，只是刚入职竟然就给我们织了一身衣服，那可是等同朝廷官吏的待遇。你们都是第一回接手钱庄的事，有些东西你们不懂，我稍微了解的比你们多一些。这一次过来，给你们指一个方向出来，以后钱庄的发展如何还得靠你们这群人的。我不爱管事，也不想管事，这点你们都是清楚的。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首先钱庄的出现是因为新钱法，朝廷将会发行一种新的货币来取代现有流通的旧货币。在半个月之后开始正式发行新货币。钱庄的首要任务就是负责新旧钱币的兑换，最开始的比例是1厘新币等于1文旧币，但后续的比例会有波动，你们要时刻注意好百姓之间的兑换比例。调查统计科的科长是哪一位？负责好这件事情，每天都要做好新旧钱币兑换比例的统计工作，还有预估好变化趋势，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第2天的兑换比例多少要决定好。第2件事是负责借贷工作，融资科科长是哪位？你科里的人最多，你们的工作就是负责把钱给借出去，不是让你们白白把钱给借出去，而是要有目的性的把钱给借出来，不能借给赌鬼那种人，而是要借给真的需要用到钱，而且还能赚到钱的人。比方说，有个匠人想要开一家木匠铺，但他没钱，可他的手艺很棒，像这样的人就可以审查他的资产，估算他的资产能在市场上价值多少钱，再借一笔，即便他失败了，也能还得上的钱。你们身上的担子是最重的，在面试的时候，你们表现的都很机灵，我希望你们在进行融资的时候也能够表现的机灵一些，擦亮自己的眼睛，别看错人。当然了，我们虽然是要借钱出去，但我们借的不是高利贷，我们借钱出去是想帮那些想做生意但做不起来的人，是要帮助整个设计更加的繁荣。调查统计科要配合好融资科的工作，定好利息不要太高，但也得保证我们的收回成本，别把钱给折了进去。至于这个成本怎么定，就根据对外贸易科的收入来定。
你的职责算是这些人里最轻的，不过内容嘛是最重的。我当时面试的时候问你的问题，你还记得吧？记得。您问我能不能接受像个商人一样走南闯北。钱庄的第一笔存款我会存进来100万元新币，按照第一次的兑率，相当于10万贯旧币，其中10万元新币留给融资科，你们负责调查市场，把钱给借出去，剩下90万元新币，你们对外贸易科负责挑选商品，自己挑选外邦国家商路去进行贸易，时间定为3个月。你们不需要担心关税、出入关手续乃至于路上安全的问题，朝廷会差遣礼部、户部、兵部共6名官员，并率军1000随同你们一起上路。至于贸易结算的货币，只接受新币，要不然就是黄金，其他的货币或是资源结算一概不接受。告诉他们，想要和我大唐好好做生意，就多囤一点大唐的新币。审计科，你们这个部门是最复杂的。后续会有朝廷的官员与你们接触，你们的工作就是负责审核每一科提交的材料、估算报告，市场风险由调查统计科提供，你们要负责好内部的风险、资金走向。户部、御史台会有官员同你们接触，每个月都会检查钱庄的资金走向，若是资金出现了什么问题，有人贪腐，你们却没发现，甚至与之同流合污的话，是10恶之罪。那行，就这么着吧。我最后再说一点其他的事情，先说能让你们开心的事情吧，不要怕失败，天塌了有个子高的人顶着。在我看来，亏损的一些钱那都不叫什么事，要敢于去做事，失败了要知道去总结经验，去总结教训。钱这个东西就是得花出去，才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当然，我不希望你们失败，毕竟失败的下场多多少少会让你们觉得难受。努力吧。好了，刚才夏万年和那位朝廷使者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各个科室可以开始处理事务了，所有人都好好准备一下，半个月后钱庄就要开印。没想到店家你竟然还能说出来这样一番义正言辞的话，天塌了有个子高的人顶着，店家你真舍得拿钱给他们练手？你怎么会生出来这种想法？个子高的人那不是指朝廷吗？要是朝廷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呢？我不介意花点钱，从朝廷或者从皇室手里买一些股份回来。我尼玛，还能这样？我的意思是，怕夏万年和我父亲起冲突，我父亲他毕竟是英国公。我懂你的意思，没必要解释。问题不是在于我敢不敢得罪他，而是在于他敢不敢得罪我。家人给朝廷提供的建立钱庄及兑换新币的策略，经过大半年的实验后大获成功，成功升官成为郡公。听说店家这里又有新商品了，这啥东西啊？分量还不小。啤酒，一种新的酒。那这一桶得多少钱啊？新币1元，很便宜的，也就是旧币100文，是旧币160文，现在已经是这个比例了，那也很便宜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就卖的这么便宜了？嘿，你们就很有问题。我超市里便宜的东西多了去了，怎么每次我卖便宜东西，你们都这么一副不可思议的态度，就跟见了阿丑再脱了衣服跳舞一样？我滚犊子！老夫才不会做那么无耻的事。20多年前在瓦岗的时候，你脱过？看不出来吗？阿丑，你年轻时候的花样还真的多，跳的什么舞？是寻常平康坊女子跳的舞，那腰肢窈窕的。可惜了阿丑是个男人，不然那天即便顶着那么一张脸都能嫁得出去。呸！叔宝，你非得俺抖出你几件丑事来吗？店家，你可知道，昔年我等征战的时候，这位秦二爷义薄云天，有孟尝之风，但没人敢与他同寝。秦二爷思念夫人太深，把室友当成了他妻子，在那动手动脚，要不是室友机警，怕就是要被秦二爷坏了清白。我尼玛，这么逆天的吗？我操，无情！你这丑憨，快住嘴，休坏我名声！你这别样子说什么呢？我怎么就坏你清白了？我不过实话实说，不跟你逼逼了。店家，这桶啤酒我就买下了。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很喜欢喝这种啤酒。酒水哪有不喜欢的？店家，你是在说笑吗？你尝尝就知道了。这感觉不像酒，没多少酒味，味道也很奇怪，有些发苦，但并不涩嘴，倒也没什么特殊的。这一大杯喝下去也没什么感觉，就是肚子稍微有些发胀。喝吧，倒也还行，只是不如喝葡萄酿，不过比市面上的那些浊酒要好得多。不喝吧，也没什么影响，还不如喝葡萄酿。哦，那这酒水我是不是能多喝一些了？是能稍微喝的多一些，大概2斤的量吧。店家，你给我来20桶。你买这么多是准备回去洗澡？当然是喝了，哪有这么糟践东西的？你尝尝再说，这东西真没葡萄酿好喝。我跟你们不一样，店家说了，我这身体不怎么能喝酒，葡萄酿你们能大口大口喝，二锅头你们也能喝个痛快，可我不行啊，我只能喝那么一点，所以好酒我是享受不到了，总得过过嘴瘾，这大口大口的才叫做喝酒嘛。味道也还行，没你说的那么不重。这口感还挺清爽的，寻常是拿这做口粮倒也不错，总是喝葡萄酿、二锅头，就像店家说的那样，也易伤身。这也是酒，度数低了点，但喝多了也伤身。不过这酒分量这么大，
店家你是要专门卖给酒馆了？倒也不是不可以。大郎，这是最近唯一一个通过面试的人，他叫武许。武姓可不多见，武英公可与你有亲缘关系。武英公是我生父，你父亲既然是国公，又何必来店家的超市里谋生？因为我母亲姓杨。这可是未来的则天大地，不过现在可啥也不是。你平日里就在超市里给玉儿做副手吧，还顺便给你一个机会，准你去到研究所跟郑丽婉、刘老二学习。我一个月能拿到多少钱？玉儿现在一个月工钱是30，虽然名义上你是做他的助手，但实际上你只是学徒，所以一个月给你开10元的工钱，你看怎么样？10元够在长安生活吗？够了，长安是个销金窟，你有多少钱在这都不够花的。我就很头疼，该怎么花钱？手里大把大把的钱花不出去，可把我愁死了。哼，掌柜不算其中，其他人都没掌柜这样的本事。虽然花钱的去处很多，可长安城里也不只有勋贵，10元已经不少了。你要是没住处，租个小宅院，再请那么一位婢女是足够了的。钱比你想的要值钱的多，你是国公之女，见多了花天酒地，又见不着花钱的去处，自然觉得10元是小钱。以后你是要管成百万、千万的钱款，得明察秋毫，不能把区10元不当回事。给你3天的时间处理好自己家里的事，3天之后过来上班。明白了，虾万年。店家，你这么看好那个小姑娘的？那小娘子虽然还没长开，不过样貌是极不错的。我也见过应国公及他夫人，容貌都是上等。你想说什么？我可没你们那么无耻，我有相人之能，这小姑娘以后可了不得。有多了不得？不会比你们差哦。店家你还真的是挺看得起她的，不过也是，在你手里石头都能成明珠。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是有一件事没跟虾万年说实话。说说吧，什么事？我想在虾万年您麾下做事，是想把我娘亲留在长安城里，但我父亲催促得很，不愿娘亲留下。可我不想娘亲回去，到时候父亲发文，怕是要问罪虾万年。哟呵，问罪？好大的口气！他有什么资格向我问罪？不，我的意思是，怕虾万年和我父亲起冲突。我父亲他毕竟是英国公。我懂你的意思，没必要解释。问题不是在于我敢不敢得罪他，而是在于他敢不敢得罪我。我们这位万年郡公，那可是手里有金龙剑的。你还小，没见过多少事。国公是要大郡公一头，可店家之所以还是郡公，仅仅是因为年纪，朝廷也得考虑日后封无可封的事。你父亲是应国公，可他这辈子也就到头了，再怎么折腾，无非就是能入京做个尚书。可店家郡公还只是个起点，我们几个不过沾了和店家早结识的光。要谈正事的话，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在店家面前也得规规矩矩的。你以为店家就没想过这些事？他要是敢来，不用店家动手，我都亲自上去揍他。他喵的，自己孩子都照顾不好，算什么英雄好汉？蝇营狗苟之徒，我呸！那我就把我娘给留在长安了。陛下，太上皇病症更重了。怎么得了？太上皇今日身痛的厉害，卧床1日，起都起不来了，甚至都只吃了几口流食。快去寻村神医，还有和太医署的人说，朕让他们想尽办法，能用的都用上，不然朕就抽他们鞭子。父亲若有什么需求，能办的都给办了，让父亲过得舒心一些。是，陛下。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打火机、肉松饼、紫薯芋泥饼、感冒零颗粒。没想到能出现感冒药，感冒在这个时代那可是能致死的病，卖便宜一些吧，希望感冒药的存在能救更多的人吧。虾哥哥，这药的价钱多少？我身上只带着20多元，要是不够，我还能再。只要1文钱1袋，这东西不贵，没必要和那几个小老头一样，把我卖的东西都想得那么离谱。对上了年纪的人效果如何？放心用，对水效果都差不多，别当水喝就行了。那我拿10袋，虾哥哥，我现在就拿药回去了。我爷爷风寒好几个月了。长乐，那店家真拿出了这样的东西？是的，父皇，孩儿问过虾哥哥，他说这东西是能有效治愈风寒的。这东西该怎么使用？1杯热水冲泡就好了。去找个东西试一试药，感觉如何了？说说你的感受。奴就觉得这糖水还怪好喝的。拿1袋过去，为太上皇服下，再让太医署的好好关照。诺。陛下，好消息，太上皇不再盗汗，外热也退了些，太医成年，这是病退的征兆啊！这才1个时辰就好了。店家说了，这药是如何用的？说了，1日最多3次，分早中晚。服药期间要忌口辛辣、酒水、生冷、油腻，最好多饮水，温热水最佳。都听着了，还不快去！前些日子，你同我说你有想要行商的念头。女儿是想开一家牧场，经营一些肉食贩卖的事。你怎么会产生出来这样的念头？父亲有所不知，女儿这是往东西两市跑了好多趟之后，才想出来的一个法子。女儿斗胆问你一个问题，
您可知为什么大唐超市能够如此获得百姓们的青睐？无非就是货品稀奇，很多东西都是连我们这种人都没有见过的，连我们都趋之若鹜，那些普通百姓岂不也是趋之若鹜？超市里的东西虽然说稀奇，但也不至于让百姓们能够这么喜欢。女儿琢磨出来一个答案，是质量。大唐超市卖出来的每一样货物中的每一个个体，它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每一袋的口味都是一样的，每一袋里面的根数也都是一样的，甚至于它们的大小粗细都是完全相同。这意味着百姓们到大唐超市里去买东西，他们不需要挑挑拣拣，他们只需要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离开。说的没错，的确是这么个情况。女儿是不知道虾万年究竟怎么做到这回事的。女儿虽然做不到虾万年那种程度，但是脑子里多少还是有了些其他的想法。不管对于什么样的人而言，吃穿度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人可以无衣，但不可以无食。现在托虾万年的福，长安城里的百姓们是越来越富裕了。既然富裕了，那么就会有其他的追求。可肉这东西也是分干净和不干净的。那些养得好的羊肉、猪肉干干净净，看上去条理清晰，肥肉相间，也没有什么长虫。可这样的肉食是少的。女儿这几天东西两市看了一圈，能卖得出这种品质的肉寥寥无几，大多数都看起来不怎么干净，有些是囤了好几天的肉，都泛着一股酸臭味了。所以女儿就打算弄一个牧场，专门用来养猪、养羊，找到一个合适的养殖方法，这样弄出来的肉它干净不说，说不定还能再便宜一点。只要能够保证质量，保证出肉的数量，那么百姓自然就会只选择从我这买肉，而很少从别人那买肉的。女儿的想法虽是唐突了点，但女儿是有信心的。你既然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能说得这么头头是道，父亲很是欣慰。你既然想做，那父亲就支持你。父亲您真是太好了。女儿也算过了，做这件事得费不少钱，零零总总算下，恐怕父亲得给女儿10万元。钱我是不会出的，不是我不给你钱，而是你既然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从我这拿钱，不如从别的地方拿钱。啊？您是让我去钱庄借钱，和虾万年攀攀关系？没错。既然父亲不愿意在金钱上支持女儿，那么其他方面总该支持一下女儿吧。安排个人帮我看着牧场。好说，这个没问题。听说你用你们家房子抵押了20万元。是，小女有事想要请教虾万年。学生想要办一家牧场，是想让大唐的百姓们都能吃上质量更好、质量也更标准的肉。有点意思，想法不错，但是你为什么要弄一个牧场？这又不是养马，养马是为了把马当作交通工具，所以牧场弄大点，让它跑一跑。但你养猪也好，养羊也好，你只是要吃他们的肉。你既然只要吃他们的肉，那你干嘛还要把他们给放出去兜风溜圈呢？对市场考察的挺仔细的，这点得夸夸你。但你好歹去看看人家养猪的人家是怎么养猪的，一个厂子盖上，圈养起来，做好卫生防疫的工作，就这么围着不就好了？多谢虾万年指教，不过如此一来，要从钱庄贷得的钱款就要更少一些了。这就是你第二个天真的地方，20万可做不来这件事。你只调查了东西两市的行情，可这并不代表全长安乃至全大唐只有那么点需求，所以我再向你投资15万元，契约立下，1式2份，你觉得如何？虾万年愿意参与进来，那小女子自然是十分期盼的。既然你答应了，我们是合作关系，那我有些话也就直说了。首先，你这个选址就有问题，在长安附近虽然方便，可是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太拘束了。长安这座城现在太小了，以后必然是要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这天底下的好东西，总不能都让长安一座城全部占了，就放到长安周边也帮扶一下他们发展。只有发展的足够多，才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地址可以放在蓝田。啊？为何虾万年会选择蓝田？因为环境够好。至于如何饲养猪羊，你可以去找郑立婉，让他在研究所招募人手，每个月6元工资，就专门负责饲养的事。啊？会不会太多了些？你要记得，有本事有想法的人，一定不要怠慢了他们。多谢虾万年指点，小女明白了。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玻璃杯、螺蛳粉、自行车、瓜子。老李头啊，好久没吃牛肉了，甚是想念呀。可惜了，俺老程家的牛最近很温顺，要是哪天不小心撞死一头牛，我一定第一时间拿来咱们一起给吃了。其实陛下也难啊，店家，谁让咱们的耕牛那么少呢？陛下也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大唐的粮食产量，才颁布那样的律法。其实耕地这有什么难处呢？不一定耕地要用耕牛的嘛。店家，如果你能够解决了耕种的事情，那可是于朝廷于百姓可都是大功啊。老李头啊，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那你说，我要是解决了这个事情，你给我什么好处？
这小子都已经竣工了，再上去就是国公。可是他还那么年轻，现在封国公，朝廷肯定是不会赞同的。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好处？我准备在蓝田搞旅游产业，就是搞一些风景区，还有开一些酒馆、旅店。你嘛就让朝廷多给我批一些地，当然老百姓的耕地我是不会要的。还有就是把一些风景秀美的山河批给我管理。对了，还有道路，按照长安到咸阳修路的规格，给我修一条青石板道路，道路宽度至少2丈。店家，你在蓝田做那些产业是为了赚钱吗？废话，不赚钱我费这个劲干嘛？批地的事情好说，简单，只是长安到蓝田道路的修建可不是一笔小的支出，我还得请示陛下，陛下也还需要在朝会上面与众大臣商议才能决定下来。朝廷的税收现在还少吗？我都已经帮朝廷赚多少钱了？再说了，修好道路那方便的是老百姓，可不是为了方便我一个人。上次我和你们说的那个个人所得税，就是那个每个人每月满多少收入要交税的事情，啥时候开始实施？原来这个税收叫个人所得税啊！我们还一直想着如何称呼这个税收呢。不过店家，朝廷已经准备完毕了，个人所得税即将开始全国实行。行，那我就先答应你了。长安到蓝田的路朝廷来修，按照你的标准来修。还有，你到时候看上蓝田哪里的山、哪里的水、哪里的地，你自己决定的就是了。朝廷尽数准了你，这就对了嘛！不要那么扭扭捏捏，不像个男人。店家，现在你可以给我说说如何解决耕地的事情了吧？老李头啊，其实解决这个事情太简单了。煎牛不够用，那你可以用肉牛啊，咱大唐的肉牛够多的吧？给肉牛套上鼻环就可以用来耕地了。从春秋时期先辈们就开始给牛套鼻环了，只是后来这项技术慢慢失传了，咱大唐的肉牛都没有鼻环，给他们套上鼻环就好驯服多了。对，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店家，你真是太聪明了。我一会回去就让人试试这个法子，看看能不能有效果。当然有效果，老祖宗留下的法子咱可不能忘记。这就跟咱们劳恩琉璃一样，祖宗早就会生产琉璃，只是后来瓷器的出现之后，琉璃之法就失传了。你看看长安西市那边琉璃卖得多贵，明明一文不值的玩意儿，却个个卖的是天价。我还听说咱们当今陛下就喜欢当冤大头，喜欢高价买那些西域人的玩意儿。店家，对陛下咱能不能尊重一点点？还有，你把琉璃说的那么差劲，那你超市怎么没有琉璃制品？别着急嘛，等我过些日子给大家弄出一些品质更高的琉璃出来。不过我更喜欢叫它为玻璃，因为这样的琉璃清澈见底，品质极高。店家，我对你说的那个琉璃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期待你的新产品，速度搞起。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玻璃杯、螺蛳粉、自行车、瓜子。还真是说什么就来什么，而且还是用途十分广泛的玻璃杯，这可真是天助我也。还有就是螺蛳粉，这谁能不爱呀？前些日子店家才说了琉璃，今天店家果真就开始售卖琉璃杯了啊！你们看看这货色，这品质，胡人的玩意比得过吗？天差地别啊！这个杯子用来喝葡萄酿，那才舒服。单子，昨天店家都说了，这个是玻璃，比琉璃更胜一筹，要叫玻璃杯。你们看这玩意好清澈啊，多纯粹！这种品质，整个世界估计也只有店家一个人可以做出来了。品质这么好的东西，不知道店家卖多少钱啊？不会价值1万元吧？我这里的玻璃杯比之琉璃，品质自然更胜一筹。那些胡人高价卖的琉璃，都是来坑害我大唐百姓的血汗钱。我这里的玻璃杯，不管大家买什么样的颜色，每一个都是新币5文钱。店家，那我得各种颜色款式的玻璃杯买上5个，我先谈好了，你要保证我的货物。我也是，各种颜色款式的玻璃杯要5个，还有我各种要10个。店家，螺蛳粉是何物？30年老味道，螺蛳粉是超市今天的新品啊！30年老味道，我感觉可能很臭，吃了不死人吗？这个螺蛳粉就是闻着味道臭，吃起来就是超级香，不信你们买点回去尝尝。啊，真香！哎呀，这螺蛳粉闻着臭，吃起来真香，你们也尝尝。太香了吧，又酸又辣又爽。只要10文，10文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欢迎大家购买。中，给我来上5袋，我要50袋，还有买50个玻璃杯。俺也一样。店家，你嫂子得了一种病叫气急，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治愈。去年生下小女之后，身体就更差了，现在每日咳嗽的厉害，孙老神仙都无可救治。你看你有啥办法不？老李头啊，既然嫂子都生病了，你干嘛还要让她给你生孩子？给你生的孩子还少吗？这样肯定会加重病情的。事已至此，那还能怎么办？又不能重新来过。店家，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的夫人啊！理论上来说，嫂夫人现在已经是无药可救了，我这里也没办法。系统，下次解锁的商品给我解锁能够治疗结核病的药物，最好再加一点消炎药，明白了吗？行，我腻了，没事别打扰我，跪求。店家，我们相识这么久了，你嫂夫人对你也不错，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老李头，这一次你可真是为难我了。那我就最近尽力，我尽力研制出一种药物，能够治疗嫂夫人的病。但是说好了，这种药物只能够缓解她的病症，想做到100%根除是不可能的。但是再活个30-40年，问题不大啊。孙老神仙都无法治疗，现在家人却说还能够再延寿30-40年，那不是神仙本事还能是什么？你要是真能救了你嫂子的病，我想办法给你加爵位，国公怎么样？国公这个爵位不应该早就给了吗？是你们朝廷欠我的，迟迟没有给罢了。啊，对。观音碧，你最近身体很差，这种螺蛳粉有些酸辣，你还是少吃一点为妙。是有些酸辣，不过陛下说的对，臣妾都听陛下的。你放心，店家给我承诺了，会尽快研究好可以治疗你的病情的药物，你一定要心情好一点，好好调理身体最近。好，臣妾会的，谢谢陛下。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自行车打气筒、中性笔、一烟井、消炎药。现在不是新税法刚过了1个月吗？全大唐各地已经有了无数起地主、富商不交税收的案例，店家你看此事应当如何？这事情不是很简单吗？在每个地方抓一些典型的地主和富商，直接斗地主，财产全部归国库，罪犯全部发配去做徭役。说的没错，店家，我觉得你此言有理，那我回去之后就如实禀告给我们陛下。对了，全大唐的那些典型的地主和富商抄家之后，他们的房子全部改造成学堂，全大唐的小朋友就可以读书识字了，好好改造筹备，等我的造纸厂和印刷厂正式生产之后，就可以办小学了。你小子此计深妙啊，一石三鸟。读书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学开始开办，6年的小学，6年的中学，之后进行高考，入大学。大学毕业之后都是我大唐的人才。大学后想要进入更高深的学习，还可以读研。当然，科举制度依然是存在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吏，读书以后不再仅仅是为了当官，也是为了强国，发展经济社会。所以，店家，你建造印刷厂和造纸厂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大唐所有的小学卖书吗？这只是一方面的业务，除了卖学生用的书，还会负责卖很多其他书籍，现有的书籍都可以印刷售卖，或者我自己出一些新书卖也是可以的。那店家，你打算卖多少钱？还有小学的孩子们学习什么书？我所卖的书籍自然是很便宜的，新币几文钱或者几10文钱就能够买到一本书。小学的孩子们的教材我会招人编写的，这个你放心。现在大唐那些学堂的教材已经不再适合这些孩子，每个年龄段的孩子有每个年龄段的教材，先把小学搞起来，然后争取尽快再把中学做起来。中学分为初中和高中，至于大学则先不开办，至少得等第一批高3学子高考毕业之后才能进入大学。店家，书籍真有那么便宜？那纸张这些应该也很便宜吧？当然会超级便宜，而且随着以后技术的继续进步，只会更加便宜。学位现在肯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能够读书，学位有限，先一批人入学是可以的，先保证老百姓每户有1名孩子可以入学。等过几年朝廷有钱了，再大肆修建新的学校，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个孩子入学了，朝廷把书本免费发放给孩子，不收取费用，免费教学。我大唐有店家真是荣幸啊，此举甚好，此举甚好啊！别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务实最重要。系统升级成功，成功解锁4件新商品：自行车打气筒、中性笔、一烟井、消炎药。好，这下能开个医院了，既能让大唐人民过得更好，还能大赚一笔，美滋滋。店家，听说你已经成功研发出治疗我夫人疾病的药物了。这个药物是专门治疗气急的，每天吃3粒就足以，连续吃上半年，长孙姐姐的病就可以做到至少好几年不再发作。若是以后又发作了，可以找我继续再吃个半年足矣。好，我这就回去让夫人服用。你的国公爵位，我肯定会上奏陛下。这2天，你国公的爵位就能够下来。就这，老李是不是有些太小气了一些？店家，你的意思是国公的爵位不够？老李，我想在长安城要一块地，我准备开一家医院，也就是医馆的意思。不过开的是一家大唐最大最好的医院。行吧，店家，不过我得回去上奏一下陛下，到时候那100亩地就连同你国公的圣旨一起赐给你吧。恭喜恭喜啊，店家，如今你都是国公了。嘴上这么恭喜就是恭喜了。我说你们几个懂不懂人情世故，不给点礼物表示一下。店家，我们是觉得店家你不是那种肤浅的人，最重要的是讲究心意，心意到了，那就是最大的礼物了。我做个生意容易吗？我现在手底下那么多人跟着我混饭吃呢。说好啊，下班之前你们3个每个人都至少买个100元的货物。这个可以，店家，我正好想买一些茶叶，还有吃食什么的。老夫孙思邈见过夏国公，听说你这里新出了治疗气急的药和消炎药，超市里面现在有卖这个药物吗？并没有，超市只是在售卖感冒灵颗粒这种消炎药，我打算不在超市里售卖。为何？夏国公，这种药物一定要卖给老百姓呢？有了这个药物，我大唐百姓不知道能够提升多少的寿命，这可是名垂青史的大功绩。
不瞒老先生，我打算在长安建立一家医院，就叫大唐人民医院，专门用来救治大唐百姓。到时候我的这2种新药就会只在医院里面救治病人使用，每个病人只会得到相应的药物治疗，不可以多拿药物。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邀请孙老神仙来做这个医院的院长。孙老神仙也可以在医院里面开门诊，亲自治疗病人，想培养门下弟子也是可以。到时候孙老神仙，你的那些弟子都可以挑选合适的人做医院的医生，开门诊治病救人。我会给所有医生丰厚的福利待遇，钱这些不会少。同样，我还会招聘全大唐足够优秀的大夫来咱们医院。夏国公，我答应你，我愿意来医院工作。另外，你这个消炎药我能够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吗？当然，你们可以随便研究，以后医院里面专门还要成立一个研究部门，不断的研究新的药物和新的治疗设备。毕竟学无止境，现在咱们的医术还是太低层次了，还有很多的病症需要去攻破。夏国公的计划，老夫甚为赞同，老夫这就回去准备。店家，你开这个大唐人民医院，想必很赚钱吧？不赚钱你干嘛开这个医院？觉得你很聪明是吗？我什么时候干过亏本的买卖？再说了，先不谈钱的问题，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功在千秋的事情。我这个人啊，也是为了大唐的百姓着想。现在的医馆药价太贵了，太多老百姓看不起病，看病难，这是一个大问题。而我的医院到时候就可以相对解决看病难这个问题，价格绝对比医馆便宜。若是可以的话，我还会推出医保政策。你说的这个医保到底是什么？所谓的医保，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每年在我这里缴纳一笔钱，这笔钱不高，在当年若是某个人生病了，他如果买了我的医保，在我的医院看病的所有费用，我可以给他打折，比如打个3折，原本需要100元，若是买了医保，就只是需要支付30元足矣。那店家，你这是要亏钱啊？得亏到吐血吧？你这是猪脑子吗？你也不想想，店家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亏本的生意？天下有多少的百姓，这么多人买医保，那就是一个巨额数字。生病的毕竟是少部分，不可能所有人当年都在生病。这么简单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店家，你这招可真是高明。我这个其实是双赢的，为的也是让百姓看病负担能够小一点。几位爱卿，今日朕找你们来，主要是想和你们说说，如今虾仁已经成为国公，朕打算和店家摊牌，让店家知道朕的真实身份。装了这么久时间，朕有些累了，我倒要看看店家知道了朕的身份后，还会不会这么嚣张跋扈。有没有一种可能，店家早就猜到我们的身份了呢？咱是不敢吭，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李世民和一众大臣都有些微微激动，终于轮到自己装叉了，一定要惊掉店家的下巴。店家，朕不装了，朕摊牌了，朕乃大唐皇帝。店家，你肯定没想到吧？与你谈笑风生的我们，竟然是大唐的国公。所以呢，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吧？要不是我想着给你们留点面子，都不带跟你们演戏的。平日里吹嘘自己的时候，不尴尬吗？呸！你见了朕都不跪拜吗？朕可是大唐天子。老李啊，你想进超市的黑名单吗？店家，你这是哪里的话？咱俩这关系怎么能动不动就黑名单呢？你说是吧？你就没什么想跟朕说的？难道就不感觉到惊讶或者震撼吗？一丁点也行啊。你的身份我早就知道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老李啊，你该不会以为自己伪装的很好吧？我擦嘞，这可真是干了个尬，面子没了，女儿也被骗走了，痛，太痛了。虾哥哥，爱你哟。一段时候后，教材出炉，老师也招聘上了，医院、书店也开了起来，朝廷和虾仁都赚得盆满钵满。店家，钱庄分红了，朕有钱修皇宫了，朕现在就感觉跟做梦一样，要不你打我一巴掌，看看是真是假。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要求。店家，你来真的呀？朕开玩笑的。老李，你准备的钱呢？店家，这么高兴的时候，你就不能跟朕谈谈感情吗？感情能值几个钱？店家，朕觉得你是有些误会了。朕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跟店家说，尾款今日便会结清。这还差不多。老李呀，我想再要点地啊。店家，土地你随便开口，你要呢，朕就给你呢。哟呵，还挺大气，就在印刷厂旁边要一块土地吧。印刷厂周边的地方，朕倒是有很多土地，你要多少？不多，也就2000亩而已。店家，不是朕不给你，实在是你要的这2000亩土地，未免也太大了些了。所以朕想问问，不知店家要这2000亩做什么呢？搞军工厂，研究军火。店家，你是想当皇帝啦？我对皇位可没兴趣，搞军工厂只是单纯的为了大唐。别看现在大唐能力压周边一众国家，但这些国家如吐蕃、高句丽都对大唐有些不服，尤其是吐蕃。倘若大唐固步自封的话，迟早会被周边的这些有着狼子野心的小国咬上一口。若是大唐不发展更厉害的武器，加强大唐的综合国力的话，那如何能降服得住周边的这些国家？难不成靠儒家教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世民也知晓了建立军工厂的重要性，当即便同意了。反正虾仁也是他的准女婿了，都是一家人。店家，你手上的是什么？又是什么新吃食吗？
这是明天店里准备卖的，名为可乐，开瓶即喝，2文钱1瓶。爽！果然，虾国公的超市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店家，这可乐你这有多少存货？我要500瓶。俺也一样。可乐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喝多了对身体是有危害的。你们也不想因为喝可乐导致身体愈发的差吧？凡事必须要有个度，一旦超过了这个度，那好事也一定会变成坏事。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蓝田度假村和军工厂相继竣工。如今大唐的蒸蒸日上，离不开百姓们的勤劳致富，同时也离不开朝堂上一心为民的诸位大臣，更离不开牵动着大唐经济稳步发展的虾仁。2个月后，特制火药及大炮问世。开炮！开炮！开炮！仅用不到1月的时间，便将大唐周围的敌国相继消灭。朝廷在经过虾仁有意无意下的提点之后，将先前闲置的船只进行了全面升级，为的自然是出海做近海贸易。同年年底，朝廷率领着超市舰队横跨大洋，偶然间发现了新大陆。自此，从未进入到大唐视线中的新大陆，也正是被明确列入了世界地图中。今年的大年30，虾仁迎娶长乐公主李丽质、公主李淑、公主李惠、房玄龄之女房仪玉、李靖之女李英姿、郑丽婉、吴许、长孙嬴仲女。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我等祝虾国公与众位夫人琴瑟相和，白首齐眉。陛下，你都多大的人了，难不成还吃女婿的醋？长乐终究是大了，总归是要嫁人的。再说了，长乐与店家可是恩爱的很呢。走吧，老李，我们一同上皇城看看这天下去。走。